唯宜方便啊，则为收之。所以对众生有利啊，佛还是会讲。三男子一切四谛呀，若以如来即是第一谛，可以故知佛是真呢，为第一故啊，所以是谛。可能无声啦，真的找不到一个来替佛姐讲，有没有这个前贤啊？说来我替你讲，有啊无？依令众生呢，得第一谛。若使众生呢，不得如是啊，地狱一则，知佛终不啊，先收是谛。所以啊，都呢佛都是想尽办法，让众生呢都能够修道成佛。三男子，如来有时演说四谛，众生为佛说第一谛。有时演说呢，第一谛，众生为佛说以是谛。是则知佛甚深的境界啊，非是声闻眼界所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佛的那一种领域呀，有时候呢，这个表现出来呀，不是那个。阿罗汉呢，跟必知佛他所能够知道的。三男子，是故啊，汝先不应难言。菩萨呢，无所得也。菩萨呢，常得第一谛呀，因何难言？无所得也。这个假设呢，因为啊，就讲说。菩萨呢无所得，那假设复言世尊第一谛啊，一名为道，一名菩提，一名涅盘。若有菩萨啊，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者，菩提涅盘即是无常。何以故？华若常者啊，则不可得。犹如虚空啊，虽有得者，所以这个观念还蛮殊胜的，这个观念说呢这个有得的话呢，菩提涅盘呐，就变成无常，华若常呢，则不可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在语言呐，语言说那个是假。假就是借啦，借着语言，然后要我们领悟。所以啊，佛就讲无言之法。本来最殊胜最高的那个叫无言之法，不能用语言说的啦，无言之法。可是呢，以言显说，用语言啊明显来说。因言而入，因为讲的语言，我们可以进入非即是言，而不是这些语言啦。就是要我们呢不住在语言下，那个文字语言啊都是假的，不真啊，真的无言。所以当你领悟了以后，要讲给人家听，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我领悟，好像不是我讲这样呢，那个就已经呢，领悟啊无言之法，无言之法你就看，已经是无言啊，不能用说的。可是啊，不说的话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以言显说，用语言啊明显把它说出来，我们就可以因言而入，可以你讲的这一些。然后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在语言里面的，
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都不是文字游戏啦，不是讲真理。真理呢，我们了解它都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我们佛老师也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有没有？记不记得？都没记啊这是在《大圣经经论》啊，佛讲序言那个时候说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都呢真理的领域啊，都是没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个才是究竟啊。有言文字都有变化，你没有语言文字啊，已经没有了，就不变化了。就像虚空一样整个虚空啊不会变化，那我们落入形象都会变，不管它呢长还是短都会变，所以都不真。那假设呢又说是真，如世间物啊，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义啊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法若常者啊，无得无生，犹如佛性呢，无得无生。有一些说出来不是说不对啦，只是它缺少活泼，没有玲珑啦，要活泼玲珑才能够通达。虽然有一些讲法没有错，可是按照他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来教导众生修道。所以借的语言文字是真夫道者啊，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因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盘呢？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讲出来都没有错了，正确的。可是按照他这个样子糟糕了，我们众生就是众生啊，成不了佛啦。缺少那个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是真理相合啦，可是跟凡俗就不合。那佛就回答：如是如是，你安尼讲对啦，拢正确，甲真理拢有符合。此段问答呢很利呀，凡人修道呢，不易了解啊，易在这些观念呢分不清。所以或者呢，用小画符呢，把这个内容说这一段的问答，很易呀，就来我们凡人修道呢，不容易了解呢，易在这一些观念呢，分不清，没有办法分清，所以呢，细思之啦，要仔细的来想，思维。三男子道有两种，一则常，二则无常。菩提之相呢，亦有两种，一则常呢，二则无常。涅盘欲耳，就是涅盘也有一则常，二则无常。那么外道的道者啊，名为无常；内道的道者啊，名之为常。声闻缘觉啊，所有菩提啊，名为无常。菩萨知佛所有菩提啊，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啊，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啊，名之为常。所以佛呢又把它分的又比较详细一点。三男子道以菩提啊，以及涅盘，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呢，
常为无量烦恼所覆，我们呢被烦恼覆盖，无慧眼故不能得见，就不能看见道，不能看见菩提，不能看见涅盘，所以没有慧眼。而知众生呢，唯欲见故修戒定慧，我们众生要见到道，要见到菩提，要见到涅盘，所以就修这个戒定慧，以修行故见到菩提以及涅盘，这个修行就看到道，看到菩提，看到涅盘，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即涅盘也，所以这个佛就详细的说，那个德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呢了解说大乘佛法，它最后呢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最后这8个字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已经圆满菩提了，可是呢都无所得，为什么？我们本来有了，我们本来有，不能得，对不对？因为有得就有失有得失完成了生灭法。那我们佛性本来有本来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没有得？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努力是要恢复到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本来都是佛，我们本来都是佛，要恢复到佛啦，所以恢复到佛叫做得道，其实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了解不？要知道，确实无所得。各位前贤要了解，有所得就有所失，得失就是两边，得失就是生灭，那有生灭就是不是我们佛性的东西，佛性里面没有生灭，所以一定要确认，佛性没有生灭，佛性没有我们讲的这一些全部都没有，那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已经失掉太久了，被烦恼覆盖太厉害了。所以要借着这一些语言文字来说，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恢复，只是要恢复而已，只要我们恢复了，就叫成道，就叫成佛，是不是只有恢复到本来？对不对？所以成佛是我们本来，咱本来就有，安尼知无？现在伫凡世间伫苦海，安尼浮咧沉咧浮咧沉咧都是因为咱拢贪恋凡世间拢贪恋凡世间的一切。你看即摆若有钱机票买就要来观光，有贪恋无？转来忝要死，佮用足济钱你用遐钱来帮助一寡艰苦人山下人，服务足好诶，对无？伊互人都唔甘愿咧，家己用都用到真欢喜。人之常情咱人拢安尼嘛，对无？要替人用，我辛辛苦苦去赚的咧，无若家己用，用了无真恰当，无要紧，都是家己用去的所以有当时上帝会甲揭发，好，安尼互你破病，都爱用足济钱的。用的你嘛甘愿，有无？有甘愿无？迄无甘愿嘛无法度啦，嘛甘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人得得失失有万千，你去论得论失那个都论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要保持一颗心清清净净，就是本来，本来就是佛，佛就是清清净净。恢复到本来，
可以到达。哦，是我们啊努力做就可以到达。哦，凡尘一切啊变化无常。哦，不要去住相了，卖惯拢假啦，唔免计较。哦，我们现在讲都会啦。哎呦，嘿，咱来世间无半项哦，转去手嘛空空，住伫世间啊，面忙死了江山换别人，会晓背袂？真好听对不？哦，这个是他经过挫折了以后才讲出来。哦，他很如意的时候啊，过得很顺遂啊，伊才袂安尼讲。哦，啊，已经安尼哈哈，食老啊尔，啊，已经死啊。啊，个吼，伊要娶某，我无好娶。吼，啊无孙，啊个无囝，哇，他一声老孤单，哎，啊就讲安尼，讲的哦，或许就把它记下来。哎，因为蛮好记啦。哦，就是我们人生常态啊，都是这样。哦，真的就是啊，你起码哦有足济，哦有足济财产啊，唔免了办。哦，你钱都带袂转。哦，所以都要赶紧好好甲伊用啊，嘿，把它用利用，哦，好好利用，有之以为利呀，哦，无之以为用，嘿，都把它用，哦，这样呢，人家会感激的。哦，人家没有感激，我们心也很高兴。哦，我们帮助人了哦，比那个受帮助的还要高兴。哦，所以我们哦生活啊，追求也就是这样。哦，就是啊，生人哦踏实，过得很有哦意义，哦就有意思诶。哦，你活咧拢袂白活诶啦。哦，啊无咱人哦生这个身体哦，要说什么价值啊？哈哈哈！老千人讲一身臭肉，讲一身躯拢臭肉啦。啊有影吼，啊未身躯了皮皮诶，无芳，真的臭肉，所以啊，终究要丢掉的啦。啊，我们还没有丢掉之前啊，利用它好好做一些呀利益众生的事。哦，这样呢，这个眼睛一闭的时候啊，没有亏欠，哦，努力做了啊，啊个来无法度就卖讲啊，哦，啊有法度较怕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完整的一切啊，都是这个变化无常，所以说得啊，说不得，迄拢是完全在讲的。道之性相啊，实不生灭，以是义故啊，不可周持。这个道的性，道的相，实在呢，它不生灭啦，不生灭。就是这样的义理，我们不可周，不可持。所以袂使甲了掉啦，爱放互真灵活。善男子。道则虽无色相可见呐，测量可知，而实有用。这个道，虽然没有色相啊可以看见，不能用称量来知道，但是实在有用。这个道就有用诶。你看我们佛系啊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咱的佛性伫咱的身躯啊，咱若行出去外口，但是啊，足好用诶，会当安尼帮助人，帮助人无一定拢用金钱啦，你用语言，你用你的笑面都已经帮助人啊啦，所以啊，很容易的，我们呢就是帮助众生，解脱呢苦难。善男子，如众生心，如众的生心。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弧非节，非是见华，而亦是有。以是义故呢，我为悉达，就是那个己孤独长者，己孤独长者叫做悉达，说言长者，心为成主。若不复心呢，则不复身口；若复心则复身口。
以不善护身口故呢，则到三恶去。就是那个三恶道，三恶去就是三恶道，恶鬼畜生那个地狱三恶道。护身口者得人天涅盘，得名真实；其不得者名不真实。所以佛呢就详细的讲，说呢我们这个众生的心不是呢有形有相，也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粗，也不是细，也没有弧，也没有节，非是见法，不是已经见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而亦是有，但是有。以是义故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悉达其孤独长者呢说，长者心呢为成主，若不护心呢，则不护身口，若护心者则护身口。没有保护心我们的身、我们的口也就没有保护，就会遭遇一些呢这个不好的。以善护身口故呢，则这个道呢三去不护善护身口呢，就会到三恶趣。然后护身口者呢，就会得到人天涅盘，人道、天道以及呢到达涅盘不生不灭，得名真实。那其不得者名不真实。善男子，道因菩提以及涅盘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其如无者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由故一切菩萨了了见之。说这个道跟菩提以及涅盘也是这样子，亦有亦常，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有也是常，永远都在。那假如说没有，怎么可以断烦恼呢？因为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所以可以断烦恼。以其由故，因为有，所以一切菩萨呢了了见之，就是透彻的知道。善男子，见呢有两种。一呢相貌见，二呢了了见。那么云何相貌见？如眼见烟，远远的有看到烟，名为见佛。实不见佛，虽不见佛，亦非虚妄。这个远远有看到烟讲看到火，实在无看到火啦。不过伊讲看到火不是假啦。真是有火才有烟无火就无烟，所以讲的话不是假，非虚妄。见呢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虚妄。看到空中有鹤，有迄白鹤，讲看到水，虽然无看到水不是假啦，有鹤呢就水。如见花叶，看到花叶便言见根，看到根你头壳拢无看啦。虽不见根呢，亦非虚妄。虽然讲无看到根，不是假。伊若无根袂开花啦，嘛无叶所以一定有根。如人遥见这个离间牛角，便言见牛，看到人这个离条来看到牛角，讲我看到牛，虽呢不见无看到牛，亦非虚妄，嘛不是假啦。有牛，牛角就有牛。如见女人怀孕，便言倦意。看得女人已经这个怀六甲的怀胎了，边缘监狱，就是说呢那个男女之间做爱，
虽不见欲啊，亦非希望，若无做爱啦，袂讲会怀孕。如见树啊生叶，看了树啊，生树叶啊，便言见水，虽不见水啊，亦非希望。迄树啊若无水伊就袂生叶啊，所以啊，就是有水，所以讲得对。又如见云呐，便言见雨，看到天顶的云，讲我看到雨。虽不见雨啊，虽然无看到，亦非希望嘛，毋是假。因为啊，要落雨进前拢有云，先有云呢，才雨才来。如见啊身业，即于口业，便言见心。咱有心，会业，口会业，便讲我看到心，所以呢不见心啊，亦非虚妄。因为咱的身业、口业啊，拢为心出来。咱有心安尼想啊，身躯才去做，业才生成。要讲呢，讲话嘛是为心出来。所以心口呢，就要如一啦。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时常都会讲讲，有你得留一点口德就是不要乱讲。这个见身业、口业便言见心，虽不见心，亦非虚妄，是名呢相貌见。那么允和呢？这个了了见，如眼啊见色，当然指如人眼根清净啊，自观掌中手持业，了了分明。我们的眼睛看到形象，好像我们眼根清净啊，自己看啊，自己手掌之中，拿的那个叶，树叶，了了分明。菩萨呢，了了见道，菩提涅盘亦复如是，这个菩萨呢，就见到菩提，见到涅盘，虽如是见呢，初无见相。虽然是这样，已经呢了解到道，了解到菩提，了解到涅盘，可是呢没有见相。世间众生呢所知见觉啊，便是说言，我知见觉。我们世间的众生呢，让我看到我的地界。当然指如来一切呢，悉知见觉，亦不自言。我知见觉，这个如来都知道，可是呢他不讲。一切菩萨呢亦复如是。何以故？若如来作知见觉相，当知是者啊，非佛是真，名为凡夫。菩萨语耳。伊若咧讲我拢知，我拢知，安尼伊唔是佛菩萨啦，伊就是凡夫。安尼知影无？人若咧点你的心肝底就想讲这就是众生啦，这就是凡夫。若是正信伊真熬，伊就袂点啦。袂点的真人不入相，入相就非真人。所以啊，你看之前那个寒山蛇德啊，去互知影尔，伊就全走入去石头内底啦，有无？跟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啊，他也是一样，被人家知道了以后，见了，因为他泄露寒山蛇德的身份，伊家己泄露，伊家己嘛全无伊，都不来见人的，大家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啊，真人都不能入相。录像了以后，一定要允啦，不能再呈现。那么接着底下呢，这个大般涅槃经呢第16卷，这个梵行品，迦摄言：如佛世尊呢，为舍利弗说，世间知者啊，我亦得知；世间不知啊，我亦悉知。其意允何？这个呢都很会问啦，就是啊，
要了解到整个那个真理。那佛就回答说：善男子，一切世间呢，不知不见不觉佛性。若有知见啊，觉佛性者，不明世间，名为菩萨。所以啊，这边就讲说，你假如说已经呢领悟到佛性的话，就已经呢叫做菩萨菩提萨埵。世间之人呢，亦复啊，不知不见不觉，12部经，12因缘，4道，4谛，37品，这个12部经，因缘比例啊，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重诵，未曾有，然后啊，这个无问自说，论义，有没有？哇！好像安尼耳熟啦，敢若捌听过安尼12因缘呢，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路、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有没有？拢袂记得了。或许不是讲得很详细吗？从后面讲上来，从上面讲下来，有没有？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不管研不研究了，12因缘都是一个接一个啦。咱那老爱系最后一个，最大原因呢，就是有生。咱那会喜欢世间，就是因为啊，我们有那个业啦，就是有。是啊，那有，就是因为取，就是行为啦。那去取，因为有爱，这去取。那有爱，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那有接受，就是因为我们六根啊，它有接触完成啊，所以才有受。是啊，那有触，六根。是啊，那有六根，就咱。有迄个名色，是安那有名色，就是因为有事；是安那有事，就是因为有行；是安那有行，就是因为无明。你看12因缘啊，它连贯一个接一个啦。所以啊，从上面讲下来，无明就是不了解真理啦。无明眼行，不了解真理啊，不管是时间，不管我们的心。一个接一个，一直啊，这样的延续下来，所以啊，眼行，然后行啊，眼识，这个认识的识啊，就是我们累世之间的因缘，然后前一世的因缘，假如说我们有跟呢，这个父亲结缘，然后啊，我们就赶快终一生来投胎。就赶快一直跑啊！无眼的地方啊，大地如墨，墨水啊，墨黑暗嘛。无眼的所在有一点亮光，看到亮光就紧走，走去迄个亮光内底，刚好父母亲在做爱，就投入了，就怀孕了，就开始了。怀孕了以后啊，就有六根。六根有了以后，就出生跟凡尘接触，接触了以后慢慢长大，就感受很强烈，然后就有喜欢讨厌，喜欢想拥有，讨厌排斥，然后啊就有爱，然后就取，就有，因为这一些延续下来，已经业因形成了，就形成爱生，有生就会老会死。安尼为顶头讲到啦，为下骹讲到去12因缘，拢固定的啦，咱走袂去，固定的。那我们修道呢，就在受，我们可以改变，完成的受一切啊，都是因缘际会，不是真实的。咱来当作真实的哇，搁刷落去啊，就变爱。
变了喜欢讨厌啦，喜欢讨厌的取舍啊，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啦。按受一切都无，没有的话，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不造业，解脱了。你看研究重要吗？就是很重要。你研究以后，你遇到那个境啊，你就会取舍。这个境我袂使去迷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呢就进入真理。所以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然我们在受苦啊，各位浅显，我们受苦怎么来的？咱哪里受苦？我们自己造的啦，对不？咱家里造很多业，自己来受苦，甘不甘愿？真的甘愿啦！一直咧讲那不是别人来弄我，一定不甘愿啦，怨天尤人。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佛菩萨大慈大悲啊，要拔苦，把我们众生的拔掉啊。可是佛菩萨呢，不代替众生来承担这个业啦。你造的业你自己接受，佛菩萨不会去担众生的业。那为什么要拔苦呢？他是告诉我们，你之所以受苦啊，是因为你不研究真理，不明理啊，无明所造下来的那个业，所以你才要受苦。那你现在要了解，你只要业因都不种，苦果自然没有。你不种因啊，你说我要受苦也要受苦，没有苦给你受了，因为你不种因。所以啊，我们种了很多因，我不受，可以吗？一定要受了，咱家己种的啊，一定要自己去接受果报，逃不了的。所以我们了解，佛菩萨是教我们不要种因，把苦都拔掉了，所以这个叫大悲，真的把苦啊都拔掉，不用受苦了。不然我们众生啊，更较有钱嘛，在受苦。你看天气热要跟着热啊，天气冷要跟着冷，对不对？你说现在科技发达，有空调，你拢去关咧那关加热呢？出来就爱个天真啊甲天地同款啊，对不？热就热，冷就冷。你入去空调的内底关掉，敢那加热，好不好？无好呢，爱跟自然合在一起才好。所以我们了解说，研究了以后，我们可以解脱了。为什么我们的咪咪唧唧，规工伫咧拼？各位今年咧拼什么？要生活啦，对不？是不是追求生活？咱咧追求生活甘都爱拼甲安尼才法度生活。所以你看要吃饱真简单，对不？我们又不吃满汉全席，吃饱就好啦。所以真简单。然后啊，我们又有得穿。即马你若讲无衫裤通穿真简单。你去火烧去捡一寡就好啦。穿袂完啊。迄拢真好，人就无爱滴啊啦。捡转来穿。安尼有他穿啊。搁有一块啊遮风避雨，安就好。生活上不缺就好啊。然后努力充实啊自己的内心，内心很充实。外表形象那个无关紧要啦。有钱无钱拢无要紧。我们要了解到，现在不是只有追求吃穿跟住而已啦。拢嘛呢要享受，要享受各位浅显要知道咱若要享受都爱先享受。都是回报啦。咱即马要享受一部车子，都爱先车子享受咱，对不？
即摆咱才甲买回来哦，还没有买回来之前啊，是不是车子在享受我们？哦，那拢安尼啊，咱要甲享受，都要先互享受啦。伊享受到啊，才换咱，就换回来。何苦来哉？拢唔免，较久行咧，车嘛免买，较久来行，若无就做大众运输，安尼就好啊，就卖，规个拢踏车，塞得很厉害，现在啊，尤其大假日的时候啊，有节日的时候，高速公路整个都赛车场，都是在停车啦。整个高速公路规条拢在停车，尤其那个5号高速公路塞得更厉害。各位可能都没有到那边去啊，就是宜兰那个雪山隧道啊，因为很快，台北到宜兰很快，一下就到了。大家拢一下就到了，拢挤这会啦，有没有一下就到？不能一下啦，要变做大下才有法度到。你看呢，行20几分都要塞2个多小时，安尼是不是一下？真的啦，你去塞一下，叫人家塞车去塞一下，塞了你就知道，本来你想讲20几分嘛，进来到遐在厕所，哇，塞个2个多小时啊，怎么办？搁塞，搁背。那个大小号都没办法解决，很痛苦对不对？哥你看嘛，大家拢塌掉时阵，你要去倒大小号啊？能看吗？所以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会生病？背出来的啦。你背一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跟人家凑热闹。那个都是受苦的。所以啊，我们这个讲12部经啊，12因缘。那个四导呢，就是常乐我净，无常无乐无我无净。然后四谛啊，苦集灭道。37品我们刚才说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大般涅盘。若知见解者啊，不明世间，当名菩萨。这一些啊都能够全部知道的话呢，就叫菩萨。那么允和世间啊所知见解，所谓啊幻天、自在天、八臂天，也叫做那罗延。那罗延是天上的力士，大力士啦。幻天王的艺名。幻王是众生的主护。那个呢，印度啊，他们都这样说。净实微尘法，即辉华是造化主。世界的宗旨啊，断常恶，收圆痴禅，智啊恢响，名为涅盘。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啊，那个空无边，事无边，然后啊，这个无所有，非想非想，这个呢，名为涅盘。三指是名世间所知见解，菩萨以如是事啊，亦知见也。菩萨若言，不知不见不觉，是名是为虚妄。虚妄之法，则为是罪。以是罪故啊，堕于地狱。所以菩萨呢，知道就知道，不知就不知，不能讲那个虚妄。虚妄法呢，就是六道轮回。三男子若男若女啊，若沙门，沙门就是修道人。若婆罗门，婆罗门也是修道人。说也无道，无菩提，无涅盘，当知是辈啊，名一忏体。一忏体呢，就是没有善根呐。魔之见属，它是属于魔之一类，名为谤华。如是谤华，
名谤之佛，如是之人啊，不明世间，不明呢非世间，这个好重罪过了，就是啊罪很重。尔时迦叶啊，闻是事宜啊，即以偈颂而赞叹佛，大慈啊，悯众生，这个大慈，这个怜悯啊众生，故令我皈依，皈依啊，这个佛，善拔众毒箭，我们众生呢都中了毒箭，故称呢大医王，是医啊所疗治啊。虽差还复生，虽然差，那差就是好了啦，病好了，还复生，病好了又生出来复发。如来所智者啊，毕竟呢，不复发。是生呢，甘不要，以施呢知众生，众生既弗语呀，不死亦不生。这个。等于是告诉我们啊，佛性本体，不生不灭，所以啊，不死也不生。如来今为我演说大涅盘，众生闻秘藏，这个闻到呢这个如来秘密的宝贝，即得啊不生灭，就可以啊得到啊不生不灭。迦叶说偈语，即白佛言。如佛所说，一切世间呢，不知见觉，菩萨系能啊知见觉者，若是菩萨是世间者，不得说引啊世间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能知见者，若非世间啊有何异象？这个啊，他不讲妄言。可是啊，假如说呢，真的啊，不知不见不觉，菩萨呢能知见觉，若非世间，有何异象？已经呢不是世间，不是凡尘的人。佛就说：善男子，言菩萨者啊，亦是世间，亦非世间。或者用小刮胡说，又是一段的生理呀。很深的道理，不知见觉者啊，名为世间；知见觉者啊，不名世间。汝言有何异者啊？我今当说。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盘经，即生净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则名为世间菩萨。世间的菩萨，菩萨闻是涅盘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萨呢所知见觉，知是事矣，即自思维，我当允何啊？方便修习，用方便法门来修道学习，得知见觉啊，复知念言。唯当身心呢，修持境界，就是身心来，修持的境界，清净的觉力。善男子，菩萨尔时已是因缘，于未来世啊，在生处，觉常清净，觉清净故啊，常无骄慢，学见以往，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啊，入于涅盘。是名菩萨修持境界，清净的觉力，觉即清净，初修禅定，以修定故啊，在生处，正念不忘。所谓一切呢，众生悉有佛性，色不惊知佛是真，常乐我净啊，一切菩萨安住方等大涅盘经。那个方等大方平等，就是上圣佛法，这个大涅盘经，悉见佛性，如是等事啊，遇而不忘，因修定故啊，得11空，这边或者有把它写，内空外空内外空，
有为空，无为空，无实空，性空，无所有空，地狱空，空空大空，11个空，是名菩萨呢，修清净定，戒定以备啊，自修净慧，戒定慧。以修慧故啊，痴不具着，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萨修习净慧，清净的智慧。以修慧故啊，所受持戒啊，牢固不动。善男子，譬如须弥啊，不为世风之所轻动。这个须弥山呐，很坚固，不为呢那个世风呢，吹了就轻动。菩萨呢又如是，不为世道之所轻动，就是那个常乐我净，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善男子，菩萨尔时，自知见觉，受持，所受持戒，无有轻动，是名菩萨。所知见觉呀，非世间也。这个前面是世间，这边呢就非世间。善男子，菩萨所见持戒，牢固不动，心无悔愤，无悔愤故啊，心得欢喜，得欢喜故啊，心得悦乐，得悦乐故啊，心则安允，心安允故啊，得无动定。得无动定故啊，得实之见，知实之见故啊，厌离生死，厌离生死故啊，便得解脱，得解脱故啊，明见佛性，是名菩萨所知见觉，非世间也。已经呢，是时已啊出世间。善男子，行世间，不知见觉。而是菩萨呢，所知见觉，就已经呢，成蛮高。迦叶复言：因何菩萨修持境界呢？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见理佛性。然后佛就回答：善男子，世间戒者啊，不明清净。何以故？世间戒者啊，唯以有故啊。这个世间的戒律啊，就是有，所以啊，我们进入有为啊，那个有的话呢，就属于啊世间戒，那个性啊就不定，非啊毕竟，不是究竟的，不能广为一切众生啊，来这个修呢那个境界，所以要了解说。菩萨呢，修持这个戒律呀，就是要广为度化众生，当众生的模范。所以他呢用有那个心跟无不相合。那么以是义故是名不净。这样的意义就是呢不是很清净。进入我们佛性那个清净才叫无。不是有。以不见故有悔愤心，以悔愤心故心无欢喜。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假如说做的不甘愿那个就有悔愤了，有悔愤了，心就没有欢喜，没有欢喜则无悦乐，无悦乐故则无安隐，无安隐故则无不动定，无不动故呢。无实知见，那个知见就不是实在的，实在的知见呢，就是佛知佛见，无实知见故则无厌离，无厌离故则无解脱，无解脱故呢，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终不能得大般涅盘，是名世间戒不清净，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你戒律守得很好，原来呢，是世间的戒律，那不清净的。善男子，菩萨呢，清净戒者戒非戒，他呢这个戒律已经呢不把它当成戒律，
是佛性里面的一环，非为有，它不是有，定啊毕竟，那个是从佛性出来的定，毕竟究竟的为众生故啊，就是为了众生，所以他守的戒要为众生呢做一个模范，是名菩萨呢戒啊清净也。三男子菩萨于境界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呐，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三男子，譬如有人执此明镜，不起见面啊，面相啊自现。你摕镜咧照，我无爱看到面，面就家己走出来，伫镜内底伊就家己呈现。亦如农夫种之良田，不其生芽而芽自生。农夫啊，你甲经济啊，种伫个良田内底。你讲我无爱生芽，我爱芽就家己生出来。亦如燃灯啊，不其灭暗而暗自灭。我们点灯了，虽然这个地方这个很暗，我不要去灭它。可是那个暗啊，它自然灭，灯一点点暗自然灭。三男子，菩萨坚持境界啊，无悔愤心，自然而生的亦如是。他没有悔愤，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有期待，没有按照我们的心念啊，悔愤心就生花。三男子，如端正人啊，自见面貌，心生欢喜。持境界者呢，亦复如是。那个端正的人啊，看到自己的面貌，我那才水。我们留15分钟呢，给这个大家问问题。各位先生希望能够踊跃啊，提出问题来问，这样呢，对我们修道啊帮助会很大，也会很快。哪边先问？好，好，请说。没有现在说，自己家里设了简单的一个神位，还有拜观音的佛像，也有药师佛的画像，以及西方三圣。那这个已经拜了很多年，但是因为家里面的人进去会觉得不舒服，如果要把它撤下来，要如何处理？而且有在里面焚香，就是先的檀香供在供场，那这个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拜佛敬佛如神在啦。你拜他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样的敬我们那个诚敬的心有。那假如说这个我们自己呀疑心就生暗鬼啦。说我都咧拜这拜到拢袂顺厝的拢会有问题。我们没有去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念头，然后怪到我们拜的佛菩萨去了。所以那个或者就讲，你只要心生，你心里面产生看得贵，但是你就看得贵啦。所以你心里面产生我就是因为拜安的厝的才袂顺啦，袂顺，以后免行会顺，因为你心里面已经自生障碍，那个障碍已经产生了。那佛菩萨各位前贤就是了解佛菩萨的心很宽广。袂讲你甲我拜我就真保庇，你若无爱甲我拜，我拢无爱甲你保庇，不会这样啦。你甲我拜是你家己得到好处啦。你若无甲我拜也毋是讲我着爱你拜才成分，我都已经成啊，对无？你有拜无拜，我拢成啊啦。所以你要安怎处理都无所谓，拢袂要紧啦。所以你假如说觉得都是因为拜这问题啦，你莫拜，看问题拢无伊袂。
所以要了解到心的问题啦。哦，他只要说觉得是因为拜才有的，那你就不要拜。那没有哦，这一些神仙要怎么办？看你喜欢怎么处理啦。你做人说哦吼，我很讨厌他，把他拿来敲碎了啦。给垃圾车哦再走。啊，那个画的佛像呢？哦，更简单，一根火柴把它烧掉就好了。你说谁烧的？刘王春。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处理的时候啊是很方便的，因为你的心已经没了，你要一直供奉在那里呀，对你是伤害。哦，你把它烧掉的时候，哦，你心里很痛快，你所有的恶印呐，都去了。啊，感情是为安呢？哦，不是啦，你没有找到那个不顺的原因所在。是出在你自己的心量不广。出在你的做法这个不对。才会家里不顺，才会做什么呢？都不合你的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要处理都很简单啦，我都讲。你说佛像啊，我还没矮，你用报纸把它包起来，把它敲碎，拿给垃圾车载走，容不容易？画像你把它烧掉，容不容易？听下个甲我问，啊，迄符咧，迄符我那一样扫垃圾车载啦。都没问题的，安你样没？重点在自己的心呐，你有没有澄净的心？都已经没有了，那个形象啊，所以你都没有帮助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借着形象，人是安那拢有法度受人的恭敬，受人的朝拜，就是因为他值得我们效法。我们拜是要效法。不是拜那一些已经固定的形象啦。你有甲拜伊成佛啊，你无甲拜伊嘛成佛啦。所以无差，有差的是你拜的人，你拜的人啊，有影响。所以啊，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你就知影讲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有咧有败有保庇啊。有家都有惊去啊！还有吗？有。好，请说。想知道，但是有高业务说，这辈子是长这个样子吗？那前辈子应该不是长这样子。那冤亲债主怎么会认识我？那我们的佛经不是说全无其相吗？这个问的啊不够高追，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当然都不会一样了追生的形象，上一辈子的形象，一定都不会一样了。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啊，它都没有形象，大家都一样，全部都没有差别，都同款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进入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会变化，所以它才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因为住相啊，就会说伊生做水，伊生做歹，水会食的呗。所以啊，我们要了解，水歹无关紧要啦，最重要是心。当你跟人家相处，当然那个长得好看的初见面啊，你会感到很欢喜。他说伊个真水的面，可是罗刹的心，你该做伙会安那？会惊死着无伊虽然搁较水啦，你就惊紧嘞，转来我紧走，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水歹伫个心内底啦，你的心若水外表形象都无关紧要。你跟人相处越久啊，人家越喜欢，
啊，你外表形象若水哦，呵免不了骄傲。啊，你骄傲的形象哦，人爱跟你斗阵啊，不爱就不喜欢了，对不对？所以哦，不要去在意外表啦。哦，水歹天注定，啊，就天生互我就好，对不？管你水也歹，心水啊，哦，心歹无人知，水歹更厉害，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的心啊，就是保持啊，哦，就是非常的哦善良，帮助人，哦，都不挑拨离间，哦，都是无形之中呢，在利益众生。只要你抱着这个态度啊，保证很多人都喜欢跟你在一起，会很高兴。哦，啊，你也哦。这个没有那一种哦让人知觉的状态之下，让人很舒服。这样的话哦，自然人家喜欢跟你在一起，很喜欢跟你相处。哦，不然啊，跟他睡哦，还不好啦，哎，没用。还有吗？请问有想知道误拿婚食哦如何处理？是转送给别人吃，或者是丢弃，那这样他有没有罪过？这个导师哦问得很好，因为我们了解到，或者说哦，我们的素食表文意思天呐，哦，那个遵守哦那个清口那个愿呐，哦，真的有够坚强。我们把这个转移到修道来，哦，你修道的心呐，就像维护哦。我们清口一样哦，那你修道一定成。那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哦佛菩萨哦那么多弟子，阿佛戒律哦，就是要他们出去呀，是托钵乞食。那一定啊哈，托钵哦，人家会给他哦那个荤食，就有鱼有肉了。那我哦这一些就问了哈，释迦牟尼佛啊，安尼要安那？佛就跟他们讲，你到河边哦，把那个鱼腥味、肉味啊，把它洗掉，你就可以吃，活不活泼？我们人哦，就是贪吃啊，爱吃，家己爱吃，讲好迄唔好，哦，所以啊，我们了解哦，佛就教他们，哦，你到河边啊。把那个鱼腥味跟肉味啊洗掉，你就可以吃。吃就是养生啦，啊，你有吃了哦，你就生命可以延续下来，延续下来修道。所以不重视哦，底下味啦，所以我们解说我好像你出门在外这个所在那拢无人卖素食，无要紧，你入去店的甲买白饭。然后啊，我们现在那个素食的罐头很多嘛，你买罐头来配就好。若无你甲店的讲，阮真侪人拢食素食，你饼细细的一个餐食，保证迄个店家好，安尼饼伫细细过来改啦。我们那一种心啊，就那样子。伊只唔通去互伊肉就就安尼伫细细他炒一盘菜来互你食。你看心都那么好啊，所以活泼了，看你怎么样去运用，你运用的对了，就可以，像说有分食的，你说像啊以前啊开法会了，老前到会场，很多啊开法会的那个众生道亲啊在外面啊偷抽烟啊来了，较紧嘞。捏的全甲等咧涂骹就迄个骹骨甲落咧，老千讲那么浪费，这样，我现在就在想以这个观点来说，而且叫人叫因为我们都真的是真的很乖啦，真的就是自己也知道我们对啊，观音改过。所以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东西了，好好处理啦。我的老千时常讲，人家拿东西来，你放在冰箱里面让它坏掉，你有罪过。
啊，你赶快处理让大家吃，你有功德。你看，不一样，就是你怎么处理呀，就是你的智慧，没使靠派的，靠派又这个，所以你赶快处理。老先都说冰箱啊，冰的东西不要超过1个礼拜，1个礼拜以后就有毒了，都鼓励人家能够赶快清一清，吃一吃再去买，不要只买回来一塞到坏掉了，坏掉一定拿去收水桶。像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佛学昭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的这个之前发的《楞严经》精华重点所在，那个在北部讲的，录下来呢，有 CD 有 MP3，就在后面呢，各位可以拿回去。因为那个我们已经有上过了，可是那个楞严经比较深，一定呢要复习，把那个重点所在又加以了解，它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修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楞严经对我们呢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讲那个心性的一部经典。讲49年呢，就有这一部是讲心性，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心性。所以我们呢，要成道成佛，一定要了解那个整个那个真理都了解了，然后怎么做也知道，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很容易的进入状况，修呢就可以成。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60页开始讲，60页左边。60页，左边。开头吗？这个善男子，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呢不欢喜，如行禅者。就是已经呢，这个戒律没有守好，已经呢这个破戒，他见自己那个守戒不清净，里面呢不这个喜欢，好像呢那个我们的形体我们的身体有残缺，自见面貌不生呢喜悦，看到自己的脸都不喜欢。破戒之人呢，亦复如是，破戒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善男子，譬如牧牛，好像呢在这个看顾牛群，有2女人，一池豆品，一池姜品，俱供至诚，一直到呢这城比较呢多人居住的地方。到那个城市易养麦子要来这个卖，那么一路皎裂2瓶击破2个呢都把那个瓶子打破，那一则喜一则愁恼，所以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人呢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持戒破戒亦复如是，这个持戒跟破戒也是这个样子。那持戒者心则欢喜，能够持戒戒的话呢，心里面都有欢喜心。那心欢喜故则变思维，知佛如来于涅盘中所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盘。这个在涅盘的时候有讲，能受持清净戒呢，一定可以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我今修习如是境界亦得之，以是因缘呢心则悦乐，就是他能够守着境界这样心里面就很高兴。那么迦叶又问复言，喜之以乐有何差别？
说喜欢呢跟快乐啊，有什么差别？那佛就回答说：善男子，菩萨呢不作恶时名为欢喜；那心境界名之为乐。所以这个喜跟乐有一点差别。善男子，菩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见大涅盘名之为乐。这个菩萨呢观我们凡人的这个生死，这个呢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现象有生呢就死，看到这个就喜。那见到呢大涅盘已经回归到本位名之为乐，快乐。那下名为喜，上名为乐。这个喜比较是下阶层，那上面呢就很快乐，离世共华，就离凡尘共的方名之为喜，得不共华名之为乐。这个离世共华，离开凡尘大家都懂得，那个就叫喜，喜欢。那得不共华，不跟大家相共，只有他导比较这个难得的殊胜法，这个呢名之为乐。那以戒净故身体轻柔，这个戒很清净的话，那身体就很轻很柔和，口呢无出过，嘴巴讲出来的话呢都不会呢有过错。那菩萨耳时若见若闻，若嗅若尝，若触若知，悉无之恶。说嘴巴都没有讲那个不好的话。那菩萨这个时候不管是见闻、嗅尝、觉知，都没有那个恶。以无恶故心得安隐；以安隐故则得静定；而静定故呢，得实知见；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得见佛性得大涅盘。所以一个一个从那个戒清净了以后，不管是见闻嗅尝触觉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悉无之恶，全部都没有坏的负面的那个这个念头。以无恶已经六根都没有恶，然后心就得安隐，就非常的安。以安隐故呢，则得静定，能够静定呢，得静定呢，就得到呢实在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得到呢实相的那个知见。那么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已经呢实在的佛知佛见，就厌离所有的生命，厌离这个生死。那么厌生死则解脱，就可以解脱了，得见佛性，得大涅盘，看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可以进入涅盘。是名菩萨清净持戒，非世界戒，那个已经离开凡尘的戒律蛮高的菩萨的清净持戒跟世间戒不一样。那何以故？为什么呢？菩萨所做的境界五华佐助，就是五个方法来帮助这个境界。那与何为伍？一则信二则禅，三则愧。信、禅、愧，四个善知识，五中境界。所以这五个来佐助清净持戒。那么离五盖，我们被这个五个盖住了佛性就呢后造业。那么这五盖呢贪嗔睡眠钓鱼，很多浅显在问未睡眠呢在里面这个五盖。所以我们了解真正的我们修道能够呢进入就是全部呢都是阳，没有阴
啊，所以都是阳的时候啊，我们在睡觉是已经在睡觉，可是我们都这个睡觉之中啊，还很清醒，就是啊自己的一切呢这个梦境啊，修到这个可以啊止，做梦的时候啊，梦境的动作啊，我们竟然可以指挥了，所以啊，我们这个可能都有研究啊，不知道有这个现象啊，你困啊梦个会当指挥所以就已经有一点成阳，阴已经都慢慢消失了，阴消失的话，我们阳增多，就可以接近那个佛的领域佛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接近，所以睡眠，我们一睡了以后一般拢嘛固在一起啊，要梦就做你梦，梦境的内底要拍就来拍，要咩就来咩，拢嘛按照咱日常生活的习性，呈现在梦境之中啦，那表我们的修还没有进入到深层的状态。各位就可以体会啊，我们这了闻一升天那个清口的那个戒律很严格，你在做梦人家要请你吃分的东西你会跟他说没菜，我请客，这些错没在讲。看梦境都会这样那表示说已经深入到佛性里面，佛性里面已经能够呈现。对那个戒律的真实，那我们在修道方面也用这个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会把负面的那个思想观念全部都去除掉，不要有，不要有的时候慢慢的把那个都培养，那个都正面的精进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做梦都理想睡醒过来都很高兴，做梦的时候，醒过来知道说这眠拢假，会一下子拢无使遮好的梦，那拢假，就很有一点那若真是念就好，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把日常的思想，融入到性分。在我们佛性之中，它会在梦境呈现，这个在梦境呈现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心已经深入佛性，我们的心已经有进入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修道就很踏实，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睡眠因为会盖住我们的那个灵知灵知觉把我们盖。所以才叫五盖，贪嗔睡眠，然后这个调回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比较少听到这个名词啦，这个调回就是我们把心挤得高的，让它不安好像失掉我们的心了，所以很后悔。比如说现在刮刮乐已经好几次共估现在已经好几亿了啦，然后我们就想这个好几亿可能就是我得到，把心已经挤得很高了，让他不安，那个都掉，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名词啦，可是我们会时常做，是你生活的不踏实，就是活在那一种这个花谢里面都是过得很假，虽然现实是很假，可是你的思想就先很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脚不踏实，修道就不会成就，所以我们要一步一脚印，那个要回，然后最后一个疑，这个怀疑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怀疑就产生颠倒。那颠倒妄意，然后妄意就无明，无明悭贪嫉妒啦，都是由怀疑而来。
所以我们不能有那个疑心。假如说我们疑心的话，有疑啊必问，有疑问了，一定要请教，知道请他解说。我这个疑问啊，应该怎么样解决？你这样的话，心里面啊都没有疑，没有就不会颠倒了。不颠倒就不放逸，不放逸不无明，不无明就不悭贪嫉妒。所以那个一个引申下来，很多都理想。那只要我们都不怀疑，所以或者都鼓励有疑必问你小疑就小问，大疑就大问。问了就解开了，就把那个疑怀疑解开。我们修道呢，要前都是很顺畅，不能摘了，3点水在一个带，那个自由就是阻塞，阻塞的不会成道，一定要通流，都很流通，就是道，所以不能怀疑，离开五盖就手见就清净，离开这5个贪嗔睡眠调回跟我们手见就能够清净，手见清净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很安逸，就能过得很理想。那么离五见，这个五见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跟戒起见，所以离开这5个。身见由身体产生的见解，然后边见就是两边之，就是不中道，边之见。那邪见就是不正的见解，我们一般呢就是了解到说没有因果，那个叫邪见因果是定理绝对有，不会没有啦。这个很多念书念的很多说你研究因果就是落伍，跟不上时代。我们要知道因果定，你假如说连因果都不相信那你连呼吸你为什么要呼吸？为了要活呼吸才能活。那你因果都不相信，饭也不要吃因为肚子饿因你要吃饭活才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要知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研究了解我们就不会种的那个就是让我们受苦因我们都不种，苦自然就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身见、边界见这个都是由我们身体所产生。然后见起见这个见起见就是讲我还未领讲我已经领我还未证讲我已经证，这叫见起见拢讲的无实在的话。戒起见就是讲用合理方式来修持像讲那个灰涂在身上，然后说这个在修苦行啦，迄这戒起见起不合理的境界那个呢我们要了解说不要那个对人对自己都没有利益已经离开五见心呢就没有以往没有那个怀疑的网把我们网盖。那么离五一故这个一则依佛，二则依法，三则依僧四则依戒五则呢依不放逸这个五怀疑佛有敢真是有佛二则呢法敢真是有通互咱修四依僧敢真是有迄个修道的人四依戒敢有迄个戒律互咱修会当成道成佛。然后五则依不放逸我们就是了解不放逸心呢就是能够回光返照。可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呢都会放逸放逸最简单的就是咱坐呢脚甲伸到直直，迄叫做放逸足简单做的对无？各位捌难捌？坐的时阵两脚伸到直直就舒服的，有没有？那个放逸那我们用现在的名词叫放肆。
放肆是讲哦，你伫个长辈面前，然后都不约束自己，哦啊，足无貌的啦，哦，你看，迄中卫吼坐伫遐，啊，你两只脚甲粗甲直直吼，有礼也无礼，哦，就没礼貌，这叫放逸，那个是很小的哦，身体的行为啦，哦，那真的放逸啊，是在心里面，哦，你心里面啊，哦，整个都哦放到凡尘去玩，哦，那个叫放逸，哎，所以了解说这个不放逸啊，哎，我们要自己呀。哦，能够约束，也能回光返照，哦，自己能够自觉，哦，家己知影，哦，啊，不放没有无明啊，不无明就不会起后业，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我们自己呀就可以解脱了，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这些哦和凡尘的哦这个所得哦这个一切呀，哎，都是要。哦，帮助我们啊成道成佛。那菩萨尔时啊，哦积得哦五根，所谓的信根、念根、精进根、定根跟慧根，哦，已经呢得到啊这个五根，精进啊念定慧，哦，都已经呢得到这个五根，得五根故啊，哦得五种涅盘，为啊哦这个是哦摄解脱。哦，这个受想行诶，乃是事啊解脱。因为这个佛讲经呢，都把中间啊省略掉，不然全部讲的话，就是色解脱，受解脱、想解脱、行解脱、事啊解脱，这五种涅盘都已经能够这个到达不生不灭。是名菩萨呢，清净持戒。非世间也，不是世间的戒，已经是要离开凡尘，的戒律。当然指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这个呢，世间呐，所不知道的、所不见到的、所不觉到的，而菩萨呢，他所知见觉。三男子，若我弟子啊，受持诵师学解说大涅盘经，有破戒者啊，有人苛责，而作是言：若佛密藏大涅盘经有威力者，允令如啊，回首受戒。若人受持啊，是涅盘经，毁尽啊，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啊，虽复读诵，为无意义。也是七回啊，涅盘经故，护令无边无量众生啊，堕于地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假如说能够受持读诵师学解说，这个大涅盘经，然后呢不守清净的戒律呀。那有人就会苛责说这个佛的密藏大涅盘经，假如说威力的话，为什么能令汝啊来这个为所受的清净戒律？假如说若人受的是涅盘经，为境界者啊，当知是经就没有威力。所以了解啊，这个大涅盘经佛非常重视啊，所以这个是读诵。师学解说的呢，一定要遵守清净戒律。所以我就讲说大涅盘经，假如说没有威力，虽复读诵啊，就没有利益。也是轻回啊，涅盘经故啊，护令无边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假如说那个受持读诵师学解说的，没有受持啊清净的戒律，它会让无边无量众生就一样啊，不重视，然后就这个堕地狱。那么受持是经呢，毁戒者，则是众生呢恶知识者。所以我们了解说受持呢这个大涅盘经，然后而又毁戒不遵守清净戒律的话，那么那个众生呢就是恶知识。我们呢就接近而且呢非我弟子，不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魔的眷属。如是之人呢，
我亦不听。这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事啦。受持是点，也不允许他来受持啊。这个大涅盘点，临时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毁戒啦。受持修习，这个离厌呢，不受。三男子，我弟子啊，受持读诵，思学演说涅盘经者，当正呢，身心慎莫呢调息，亲照己动，求有之心，名为啊亲动；身照之养，名为调息。所以佛呢就告诫呀，假如说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那么受持读诵呢，思学演说，大涅盘经呢，当正呢，身心正默呢调息，亲照己动啊，求有，那个心啊求有，就为名叫做这个躁，那个躁动，那身造之业啊，名叫做调息。若我弟子求有造业，不应受持啊，是大圣典大涅盘经。若有如是受持经者，人当轻科，就人要骂他而作是也。若密藏大涅盘经有威力者，因何力求有造业？若持经者求有造业啊，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呢？虽复受持啊，为无利益。也是轻毁。涅盘坚固啊，复令无量无边真后已毕。受持是经呢，求有造业。则是众生恶之事也，非我弟子。佛的见属。所以佛的讲的呢，很慎重。复次，三男子，若弟子啊，受持读诵思学演说大涅盘经，莫非实说，莫非我说，莫不情说，莫亲心说，莫处处说。这时机呀，不恰当的时候啊，不要讲。那个果啊，佛在说这个果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团体啦。这个团体佛称为果。莫非果说。假如说这个呢，他们没有心要追求，那就不要说。莫呢不请说，没请你讲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讲。那莫呢亲心说，要讲的时候啊，不要用一种漫不经的那一种心来讲。莫呢处处说，因为佛对大涅盘经非常重视。假如你都次次讲，那个价值啊，不高了。所以佛呢就不要呢倒讲。莫呢这个自叹说，不要自己呀赞讲。莫呢轻他说，不要看轻别人的来讲。莫灭呢佛法说，不要呢灭掉佛法。这个佛法呢就是要使众生成佛的方法。你不要把它灭掉。莫次法说，不要呢重视世间法，然后呢你说大涅盘经，那个就不适合。欲受持者，说大涅盘者，说佛行者，说如来密藏者，说大圣者，说方等经者，声闻圣者，说必知佛者，说解脱者，见佛性者，先当清净身。以身见故啊，则无科者；无科者故啊，令无量人于大涅盘生呢清净心，净心生故啊，恭敬是经。若闻一句，一句一字，即说而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了解一个句或是一句话，一个以及说法者，则得发于要发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心。当世人则是众生呢真善之事，是名菩萨，非世间也。这菩提萨埵，就是有这个觉，这个菩提就是觉，萨埵是有情，有情已经觉悟呢，叫做菩萨。复次男子，
允和护明，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这个呢又解说呢，为什么的世间所不知、所不见、所不觉，而菩萨呢所见觉？所谓的六念处，云何等为六？念佛、念法、念身、佛法身、念戒、念施、布施、念天，这个戒是六佛法身、戒、施、天，这六法念处。那么云何念佛？怎么样来念佛？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节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不变异寂止实是无所谓。大狮子佛名大圣门、大婆罗门、大净，毕竟到于彼岸，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所以那个佛呢，他无见顶相。你要看头顶看不到了，所有神通的跑到佛的上面要看佛的佛都看不到，说无见顶，这个无见顶相。那么无有部位不惊不动，无依无虑，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独一无虑绝对体它没有两边，没有伴侣，这个无私自悟，老实即领悟，极致、大智、立智、深智、解脱智、不共智广智、毕竟智自保成就，都是智慧都非常的充足，我们就是要培养那个般若妙智慧一直都成就的话，这一些智都会。那么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龙王，人中丈夫，人中花，分头利花，调御人师为大施主，这个人中的象王，人之长，这个非常的有德，然后又可以带领大众好像那个象那么的稳定然后大那个体非常大，人中牛王、龙王、丈夫、莲花，分托利，那个分托利花呢，在我们这个凡尘来讲，很难看到呢，那个开花分托利，调御人为大施主，可以调御我们众生，所以他大施主、大法师以知华故名大法师，以知义故名大法师，以知识故名大法师，以知足故名大法师，以知我故名大师，知大众故名大法师，以知众生种种境故名大法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要称为大法师就是要了解到呢这个知法，所有万法，那个法的内容呢你都了解。最高的法阿耨多罗三菩提，然后呢我们最低的凡尘的佛，所有一切呢都称为法，然后知义，所有现象义都知道，以知时，那个时机时间都呢了解到窍，知足就呢能够满足于现象，那么以知我，知道这身体的我不是真的我，而我就是如来，而我就是佛，那个知我就称为大法师。然后大众知道呢所有众生名字叫大法师，因为呢知道众生种种的性才大法师。以知知根的利钝，知道众生的根利还是钝，然后用什么方法给众生修都能够找，所以故名大法师，说中道故名大法师，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是中道，我们凡尘都是两边，要讲中道呢非常不容易。
那么允和名如如过去之佛所说不变。那么允和不变过去之唯度呢这个众生说12部经，然后如来欲尔也是一样说12部经，故名如来知佛真，从6波罗蜜37品这个自道华11空来自大涅盘。那么如来欲尔是故号佛如来也这个称为如来的那个内容。那么知佛是真呢，为众生故随宜方便呢开三圣寿命无量不可称计。如来欲尔是故号佛为如来也就如来华为佛师这个华就是佛的老师，而生随法行，有法即具身有法具备了佛，具备身。华不自明明之在人华他自己为呢明白的现于我们眼前。我们要了解就是人明之在人生者从佛依法住而行随顺于佛，修于法所以佛法身呢就是一体。那么允和为应这个应那个经文本身只有一个应，然后我们称呼呢光一个应不知道它是，所以都加一个供应供。那么世间之法悉名为，那么佛应害故故名为应就只有一应。那么无四魔者，我们的凡尘有四魔：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那前面3个是我们内魔，内心的魔，只有后面一个天是外魔是菩萨愿。知佛如来为菩萨时能以智慧破四魔是故名应只有一个应。那复次应者名为远离就是能够远离。为菩萨的时候应当远离无量的烦恼故名应。复次应得弥勒。过去之佛为菩萨时，虽以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受苦恼，终无不乐，而常乐之。如来意耳是故名应就是一个应。又复应者，一切人天以种种香花璎珞床幡具业而供养之是名应供。允和正偏之正之跟偏之正则名不颠倒，偏之者一事颠倒，无不通达这个无这个常乐这个我净那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就是事颠倒那在事颠倒呢全部都通达又复之者名为苦恨苦行。骗之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你苦行就苦果啦所以我们了解因果一致。又复正者名世间中。骗之者呢毕竟定之，修习中道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正者名为可数可量可称。骗诸者不可数不可量不可称，是故号佛为正骗之。善男子，声闻缘觉亦有骗之，亦不骗之。何以故？骗之者名五阴12路18界那个骗之。声闻缘觉呢亦得骗之。不骗之者，以无量劫观一色音不能尽之只有一个色音呢没有办法通达。那允和名行主明则明得无量善果，行则名为脚足。善果则名阿耨多罗三
三藐三菩提，角足者名为戒慧。这个界定智慧啊，成戒慧，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则名咒，行则名集，足则名果。三男子是名世间义，我们世间的义理。咒则名为解脱，集则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则名为大般涅盘。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则名光，行则名业，足则名果。三男子是名世间义，光则名不幻义，业则名六波罗蜜，果则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一解说了以后那个意思就非常多，无量无边。又复名则名为三名，一菩萨名，二知佛名，三无名名，无名多名的。那菩萨名则即是般若波罗蜜，知佛名则即是佛也，无名名则即毕竟空。那个无名多名的那个毕竟空。行则以无量举，为众生故修之善业，就修之善业。那么足则明见佛性，以是义故名明行足。允何善事？善则名高，事名高。三男子是名世间义，高则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高则即如来心也。如来心不高，太高我们到达不了。三男子心若高则不名如来，是故如来名为善事。又复善则名为善之事，事则善之事果。三男子是名世间义，善之事得即出发心，果则名为大般涅盘。如来不舍出发心得大涅盘，是故如来名为善事。又复善则名豪，事则名有。三男子是名世间义，豪则名见佛性，有则名大涅盘。三男子涅盘之性呢？实非有也。知佛是真呢，因世间故说言是有。这个涅盘之性实在是没有，实在没有，就是全部都没有落入形象。那知佛是真呢？因为凡尘众生这么多，你说没有的话，大家都不追了，所以说言是有，有涅盘之性。三男子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实无有道，说言有道。涅盘欲因世间故呢，说言为有。知佛是真，成大涅盘，故名善事。所以而且又特别把那个超然于文字之外，就所有的这个意思都不是在物中可以找到。那么允何世间劫？世间则名为五阴，劫则名知。知佛是真，善知五阴，故名呢世间劫。又世间则名为五欲，劫名不着，不着五欲，故名呢世间劫。又世间劫则东方无量阿僧抵世界，一切声闻缘觉，不见不觉。知佛悉知悉见悉觉，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是故号佛为世间劫。又世间劫一切凡夫，劫者呢知凡夫善恶因果，非是闻缘觉所知。又世间者名曰莲花，劫名不污，
这个莲花出污而不染，就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间义。莲花者即是如来。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是故号佛为世间劫。见呢这个世间故。那么允和无上士，上士则名之为断，无所断者名无上士。知佛是真呢，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所以我们刚才上面说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各位浅显世间八法知道吗？咱世间有八法，知无？生老病死若求不得，厌憎会知道吗？世间八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名词，假如说咧修久无福修拢袂记哩允和无上士这个上士则名之为断，无所断就称为无上士。知佛是真呢，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则名为增颂，无上士则无有增颂。如来无争如来呢不会跟世间呢共争，世间以我争各位都还记得吗？这个以前我都时常讲，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啦，说讲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不跟世间争，可是世间都会跟佛性争佛性拢输去所以拢无法度出来咱伫个凡世间所用的拢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本体都不见。又上士者名于可坏无上士者于不可坏语言呢没有办法破坏。那么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这个如来所说的话，我们众生呢就不能去破坏它。又上士者名为上座，无上士者名无上座。三世之佛更无过者没有超过三世之佛。上则名心，士则名故知佛是真呢体大涅盘，无心无故没有心也没有救，是故号佛为无上士。那么允和调御丈夫，自济丈夫呢护调丈夫善男子，言如来者，实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大丈夫也可以调伏所有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这个很难去调伏啦都是很刚强。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是法，得名丈夫。何等为是？一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为义。是如说修行若男若女既是自法则名丈夫。所以我们呢要具备这四个就是具备善知识，善知众生的根基，善是回天之路善知识。然后能听法就是能够听到呢最上圣的佛法。然后思维义听了法以后能够思维那个思维是八正道里面的那个思维思维义理。然后第四个呢如说修行
就是说出来以后，就是要给我们做的，我们就实际去实践去做。若男若女，俱是事法，则名丈夫，就有资格称为丈夫。三男子若有男子无此事法，则不得名为丈夫也。何以故？身虽丈夫呢，形同畜生。我的佛讲得很厉害了，讲虽然身体就是丈夫可是他的形跟畜生一样，严不严重？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凡尘也听到老一辈在骂年轻人你这精神，我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想一想那个内容很严重呢。精神就不讲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凡尘不讲理的人多的是，罗马不讲理，所以真的精神，我们都变精神，自己都不知道，高呀，所以我们虽然身呢具备了最上圣的佛法，可是假如说我们行为都不符合真理的话，那真的跟畜生没有两样了。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知见佛知佛见，他所行为利益众生，所以跟一般凡尘的众生不一样，自己的品格很健全，很高超，一定要自我期许啦。家己要知影，咱爱家己的品格建立，就是很高超，然后才有办法引导众生修道，引导众生成道成佛，一定我们自己要坚强，要努力的做。那么如来调伏呢，若男若女，自故好佛，调御丈夫。故次三男子，如御马者，凡有4种。那个御马，那个骑马的人有4种。一者呢触毛，二者触皮，三者呢刺肉，四者刺骨。那么随其所触，称御者意，就随那个驾马人的意思那么如来也是这样，以4种法来调伏众生，一为收身，遍说佛语，如刺其马，随意者意。那么二者说呢生老，遍说佛语，如刺呢毛皮随意者意。那么三者说生及老病，遍说佛语，如刺毛皮肉，随意者意。四者说生及老病时，遍说佛语，如刺毛皮肉骨随意者意。就是4种。你骑马，你为迄马的门轻轻甲伊接触以后，马就知影你的意思，要走紧要走慢，佫刷落去讲哇，甲伊触毛无感觉，我要触伊的皮，马的这个皮，皮了哇，马就较有迄个反应，佫无法度知影，就爱肉，佫无法度反应爱骨，迄就足严重好无？所以有甲咱讲，咱众生生老病死就4个啦。甲咱讲生，咱就爱知影会老、会病、会死。即摆若无法度知，佫讲较济咧。会生就会老，会病死，佫无知影，佫讲全无讲。会生、会老、会病、会死，总讲。好啦，要听啦。所以这个佛讲经说法很有意思。三男子欲则调马，无有决定
在调马的时候啊，他没有决定是要轻还是重。那么如来至真调伏众生呢，必定不虚，一定呢要使众生能够感受，是佛，号佛为调御丈夫。那么允和天人师有两种，一则善教，二则呢恶教。那么知佛菩萨呢，常以善法教诸众生。何等善法？为呢身口意善，这身口意啊三业，我们呢这个三业啊，我们呢都是善，那这样不造业就不会苦。那知佛菩萨呢，教诸众生作如是言：汝当远离身不善业。何以故？以身恶业是可远离，得解脱故。是故我以此法教，若知众生离恶业矣堕三恶道者无有是处。我们呢这个身不作恶的话，不会堕入三恶道。那么以远离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知佛菩萨呢，常以此法教化众生，口欲欲耳，身口意三个都一样。是故号佛为无上师，故次其未得道今已得之。之所得道呢，为众生说。从本以来未修万行，今已修净以己所修为众生说。自破无明，复为众生破坏无明；自得净目，复为众生破持盲明，令得净眼。自知二谛，熟谛跟真谛。复为众生演说二谛，即自解脱；复为众生说解脱法。是度无边生死大河，自己已经度过无边的生死大河。复令众生悉皆得度，自得无畏。复教众生令无怖畏。自即涅槃。复为众生演大涅槃。是故号佛为无上师。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度过生死大河，也要教导众生，也要度过不要在苦海之中沉溺然后自己得到无畏无所畏惧也要教导众生令得无畏。那天则名作。天上昼夜昼长夜短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呢名无愁恼长寿快乐，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名为灯明，能破黑暗而为大明是故名天。亦能破恶业的黑暗，得知善业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名吉，以吉祥故得名为天。又复天则名曰日，日有光明故名日为天。以是义故名为天也。人则名曰能多思议。又复人则身口柔软。又复人则名有骄慢。又复人则能破骄慢。阿难子，知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然经中说为天人师。何以故？善男子，知众生中虽为天与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天跟人修十善业道，能得须梵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国，必知佛道。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号我为天人师。因何为佛？佛者名觉，即自觉悟啊，故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觉无能为。这个我们知道有觉就没有办法呢偷东西了。菩萨能解一切无量的烦恼，既解了矣。令知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这个烦恼啊，就知道，我拢知影你烦恼我袂着，所以啊，那个叫佛。以是觉故啊，不生不老，不变不死，是故名佛。破切破，这个破切破啊，破切名破，破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呢，破切破；又能成就啊，知善法故；又能善解啊，知法义故；有大功德，无能胜故；有大名闻啊，遍十方故；又能种种大会师故；又以无量阿僧祇劫图你根故。就是在无量阿僧祇劫之中呢，不会呢出生呢那个女人的身体。这个是以往跟现在我们苦恼应运啊就不同。很多呢要来转世啊，到十殿的时候啊那个孟婆庄啊喝忘魂汤，喝了你要出去查甫啊查某查某较好啊，拢会修道；查甫的拢花天酒地。所以啊，大部分的选择坤道啊，坤道现在应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每个佛堂在研究啊，研究班呢，坤道多了，乾道少，我们边还不错了，乾道还很多，能够研究呢这个啊，这个上乘佛法。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行坐卧，若戒若业若坐，白天或是夜夜，若明若暗，常得不离啊，见佛是真，时时刻刻啊都能够见到佛是真。何故名为如来应知遍知乃至婆切婆？而有如是无量的功德，大名称也。善男子，菩萨以喜无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尚知师。所以那个和尚，就是这个形而上谓之道，他已经跟上合了。我们众生都跟下合啊，所以合下。那合下就是重气啦，所有有形有相的我们都跟他合了，所以和尚是很尊敬的称呼啦，不像我们现在观念里面那个和尚还比大那边细，然后我们做惭愧，已经被那个形象破坏，可是古时候的和尚是很尊敬的称呼，跟形而上那个道已经相合了，所以尊称呢和尚，那个所有教导我们的都称为老师，很多老师，所以知师，上座呢长老，以无量劫呢常为众生而行布施，坚持境界，修习忍辱，勤行呢精进，禅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慈悲喜舍。是故今得32相80种好，金刚之身。所以佛为什么能够呢得到这么殊胜？就是因为无量的那个修习，无量的在修道，无量事呢都一样呢在行善。又复菩萨呢以往昔无量阿僧祇劫，修习信净念定慧，这个我们了解说信根、净根、念定，念根、定根、慧根，以知师长恭敬供养，常为法力，不为实力，
就是为了佛法，为了修持的方法，利益啊，可以成就。那么菩萨若持12部经，若读若诵，常为众生呢，令得解脱，安隐快乐，终不自为。何以故？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无为之心，无争讼心，无过会心，无系苦心，无起着心，无覆盖心，无忌。无无记心，无生死心，无以往心，无贪欲心，无嗔恚心，无以痴心，无骄慢心，无慧浊心，无烦恼心，无苦心，无量心、广大心、虚空心、正直心、诚善心。各位浅显，这么多心，我们具备了几个？全部具备。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能够具备了里面的1、2个，那就要很努力的去做，去到达。是故今得实力啊，是无所谓，常乐我净。是故得称如来，乃至佛切，是名啊念佛。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念佛的内容啊，就是非常的那个真实很多。那么允和念法，菩萨思维知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是法故能令众生呢得现在果。唯止正法，无有实解，华严所见非肉眼见。然不可以比喻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昧，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色宅者，为作色宅；无归作归，无名作名。未到彼岸呢，令到彼岸。为无相除而无爱相，不可睹见。不动不转，不长不短，永断的知乐而安允乐，毕竟呢为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非乃至非是断是而亦是是。那个色受想行识，讲一个头跟讲一个尾间呢，用2个字乃至把它带过，里面意思全部包含。非业断业，非解断结，非物断物而亦是物，非戒断戒而亦是戒。断有断有而亦是有，非路断路而亦是路，非因断因而亦是因，非果断果而亦是果，非虚非实断一切实而亦是实，非生非灭永断生灭而亦是灭。非相非非相断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失，非不非安断一切不而亦是安，非人非不仁永断不仁而亦是仁，非执非不执断一切执而亦是执。一切法顶悉能永断一切烦恼，清净无相，永脱之相。无量众生毕竟住处，能灭一切生死是佛。非常这个乐的我们生又死，死又生，生死呢处然的佛，乃是知佛所游居处，常不变异是名菩萨念法。所以这边的法，我们就可以了解最上最妙。因为这法能令众生呢得现在果。就是我们一世修可以一世成，就是因为有这个法。这个法我们要了解到，它呢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我们要了解说，空的里面不是玩空，而是真空。因为空有佛性在，所以空间
真空妙有，它是我们的佛性呢，充在其间。那么维持正法无有时节，我们这个正法它没有说现在是时再不是时我们呢都时刻刻啊都可以拥有。那么华严所见，华严就是见道之言非肉眼见啊，不是我们肉眼看见，而是我们的华严所看见。华严看见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不可以比喻为比，就是不能用比喻来说，因为它很高不生不出，不住不灭我们这个最高的那个佛法就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不生不出，不住不灭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色在者呢为作色在无处通大呢伊呢法咱做处大，无归做归没有办法归宿归依互咱有法度归到呢真空妙有。那无明作明这个无明已经消失了能够呢光明，未到彼岸能到彼岸还没有到清净彼岸我们呢利用这个法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为无相处呢而作无碍相就是我们凡尘无相的地方所在，可以做呢无碍相，就是有真空妙有。那不可睹见无法度看到啦不动不转就是如如不动，不长不短永断的之乐就是那个苦乐都永远断了而安隐乐就是进入真空妙有安隐的快乐毕竟非常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虽然它没有形象，可是确实是在乃至非是断事而亦是事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全部呢都实实在在的能够呈现。所以呈现的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呢不呈现就是佛性本体。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是能够呈现的功能作用，我们最亲切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应用。那本体呢我们要深入体会因为它不是很明显的呈现，可是毕竟有，确实有那我们可以体会能够呢切实体会我们信心就有，信心有这个法可以让我们脱离苦海，这个法会让我们成就成道成佛，就是这个法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讲一切法都呢不要住相都给我们用，所以我们在凡尘所有运用都正确因为我们说生灭的不要可是我们生活要生活要呢佛性功能作用只是我们要修道成道要找本体本体才能够成所以功能作用也不要拼除一样要，只是不要住相就好我们不住相的就回到本体功能作用跟本体一体两面我们只有认识生灭的那一面，不生不灭不认识不管它啦我们越不管它就越忽略，越忽略呢我们就越不重视，不重视的话就落成漏网所以我们要像老祖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不要中士闻道落成漏网那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成道因为下士闻道他不孝的话，我们道就没有价值了，因为他一孝了以后才显示道的高超道的价值所在。那我们要自己勉励自己当一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你听到道了赶快做，赶快可以成道成佛
哦，绝对可以，不要肉成肉啊，也不要大孝之，哦。那么允和哦念僧哦，要怎么样呢来念僧？知佛哦性身呢如法而住，这个知佛性身，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哦知佛，佛它也叫做僧呐，哦，所以佛法僧呢，我们要了解说佛本身它也称它哦是一个僧，哦要如法而住，哦受呢正啊直法。正直的法，随顺啊修行，哦，不可睹见，不可呢作持，不可破坏，哦，无能搅害，哦，不可思议。一切众生呢，良又福田，虽为福田，哦，无所受起，清净无秽，无漏无为，哦，广普啊无边，其心呢调柔，哦，平等无二。哦，无有扰浊，常不变异啊，是名念僧。哦，念佛、念法，哦，念僧。所以啊，我们了解佛法僧就在我们身上。哦，佛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僧就是我们行为啊，所以佛法僧呢，拢在咱的身躯啦。都在我们身上哦，佛法僧。那么允和念戒哦，佛法僧戒施天哦，念戒念布施念天哦，允和念戒，菩萨思维哦，有戒啊，不破不漏不坏不杂，虽无形色啊，而可护持哦，那个戒啊哦，菩萨也就这样的思维。哦，有戒我们呢，哦，不要破坏，也不要漏，也不坏，也不杂。哦，这个戒虽然没有形色，而可护持啊。哦，虽无次对，哦，善修方便，哦，可得记主。哦，无有过咎，哦，没有这个过错。知佛菩萨之手，哦，赞叹是大方等，那大涅盘因。佛不能混，水能漂。哦，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为众生呢广说妙法，而作救护，行念戒。哦，所以我们在凡尘啊，戒呢，哦，就是一个灭火器啦。然后啊，外面的形象啊，哦，就很引诱我们啦。哦，然后我们心中的忆佛，哦，焚烧。我们用戒用灭火器把它喷呢，哦，你看我烈，扑过去啊，哦，所有的欲啊不见了，好不好用？很好用哦。所以啊，这个心中哦有戒律，哦，不该为的你就不要做，这样呢戒律啊在你心中产生力量，自然呢促成你到达。清净彼岸，哦，最起码你的心啊都已经到了。那么允和哦，念施就是布施，哦，菩萨呢身观啊，哦，身观呢，哦，此布施呢，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哦，能够布施，所以啊，布施呢就是舍呢就是不要住相，就是不要了。哦，我都哦把它布施了，所以啊，我们哦也要把烦恼布施啦。很烦恼的话，佛就讲你把烦恼布施给我，你就没有烦恼。我们都不肯，我要留着烦恼。哦，烦哦，所以佛都很慈悲啦。你把那个烦恼的因啊，烦恼的果啊，全部都布施给我。那知佛哦，菩萨哦，亲近修习，如是布施呢，哦，我亦如是亲近修习。若不会施呢，不能庄严哦，四部之中。那个四部呢，就是啊，哦，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哦，那个四部。
那么思虽不能，毕竟啊断绝哦，不思虽然不能够呢哦，毕竟断了我们的那个业哦结业，而能破除现在烦恼哦，可以破除呢我们现在的烦恼。以是因缘故啊，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哦，菩萨呢施众生时，哦，则失其灭。所以菩萨呢，布施众生呢，哦，食物，哦，因为我们呢要有东西吃啊，才能够保得住性命，所以啊，就布施哦那个面。所以啊，佛呢讲一个哦那个比较我们呢会去思索的问题啊。咱咧食的物件内底有命啊无？有啊无？有还是没有？有的时候有啦，有的时候没有啊。结果听起来拢同款，有没有拢一样。所以佛就讲说我们有长寿之因，可是没有饮食之缘，我们的长寿能够成信吗？你有长寿的因，你拢唔食，死翘翘啊，对不？安尼咱迄食内底有命无？有无？所以以这角度来看，都有咧，无食就袂活。毋过咱若单独来看，你看到迄个饭咸死煮咧，伊也袂讲话。毋过你若甲食咧巴肚好，佫会发生作用。你若无甲食你枵甲你就无力，等下就爬袂起来，做就无法度。所以咧讲这个问题我想足久诶，到底食物内底有命无？讲有嘛毋对，讲无嘛毋对。都爱吃才会活，对不对？所以毕竟还是要吃啦。吃才会活，食，互咱的身躯计，会当得得有时，然后借食来修正，把不生不灭佛性呢，修正出来。因为我们都有佛性本体、佛性功能作用，咱伫咧生活内底拢伫咧用功能作用啦，本体都无用，都唔捌你啦。咱即马要修就是要把本体切出来。你本体拿出来中间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本体才能够成道，才能够成佛。功能作用没办法，功能作用都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那个知道就好，不要住相。所以我们都要知道那个本体很奥妙了，相信也袂听，袂枵。袂热，袂寒，很超然。毋过咱这个功能作用会枵、会热、会寒、会痛，逐项都足敏感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浅显一定要体会。我们借着现在呢，大部分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大概都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人口，都能够了解到佛性的状况。那接着我们要做耳根圆通，把佛性拉到整个虚空融合。整个虚空融合一体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还给天地没关系的。我们可以这个条条道路都通里天了，你就有路可以走。那假如说没有我们生活不做这个事，一口气不来，保证你没有路可以走。我要去倒，你倒都唔去咱伫咧生活内底各位姐妹，你什么路嘛爱去啦，当行。你若较有咧能力较强诶，去一条高速公路。即马开始身躯无去，咻，高速公路行就到你天足紧诶。若无要紧咱去田花路来行，我共款行会到，较慢尔啦。
所以要知道啊，我们在生活之中要体会，我很敏感的所有感受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要追求本体，它本体跟作用，它一体两面，两面。我们缺少啊，认识那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一面，我们都认识啊生灭这一面。所以啊，那个偏重啊，生灭的重，我们很重视啊，不生不灭啊，无看，不管它，咱偷开若无来，无看就有效呢。即马有看的拢无效啦，无看的你无甲培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之中，你要体会，你要进入啊，那个闻性，用我们耳根圆通，听闻性，你进入闻性，闻性就是本体，你拢进入本体，功能作用也有了，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取得平衡，有体有用，有体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一直着重在体用呢，就把它比较看清。所以或者就看过那个修的真的他身体呀，身体的那个功能作用真的那个可以说控制得很好啦。点一大把香，那超几百支啦。点燃了以后倒挂，嘴巴张开，把那个燃烧那个伸进去嘴巴里面了，会烧没？它就能够那个身体呀，都跟它茶几耶，跟它好嘞，安尼出去，然后隔了几秒钟搁提出来，火搁咧倒啦，各位就可以了解到美心，可是它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就是它已经把那个功能作用把它一直降服，把本体呈现。本体呀，伊也未烧嘛，未食会痛无，伊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放下，然后做什么？油啦，我们那个炒菜的油啊，放落去鼎。然后烘到200度以上然后用手做煎食啦，落去点安尼要甲烧啦。讲迄若咱烫烧烫对无？功能作用它能够把功能作用已经都降服到不知不觉了。真都是佛性本体，然后落去遐200多度的油啊，安尼伫咧搁起来，没事。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个是长期呀，长期的把身体的生命、气生命、手珍藏，他真的做到，或者很赞叹不是讲的啊，这真是做到安尼。所以就是可以看你袂我们唔免讲到遐厉害咱莫讲100、100支啦，咱1支就好。剩入去喙内底搁摕出来搁咧倒，有办法无？通咧会烧。油免讲甲200度啦。80度就好，咱若剩了，哎呦，紧嘞揪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对生灭何其重视，我们对不生不灭何其忽略，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进入到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那这个现象你就克服。因为这个呢，灭的是以生灭方面我会敢若会顾一直讲，拄则曹师甲讲，
你着留下一时间，互阮问下。我好好半点钟，现在剩25分了。看现场有没有谁要问？哦，有问题就举手啊。鼓励啊，鼓励大家问。哦，我讲我较早拢要问，拢问无人，即马要互问，遐人拢无爱问。哦，有没有要问的啊？举手。后面那个吗？还是咧背头？好，请说。这一次的经验，那这里能不能帮我们解释？哦，世间消长若能懂，宇宙造化尚能通。哦，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说世间的消长。哦，我们在凡尘啊，有一些啊都一直过去了，就叫消了。长呢，就是一直出来。哦，世间的那个消长。我们凡尘都是一样的你看现在啊冬天一直过，对不对？然后啊夏天一直长，有没有？就是这样。消就是一直啊消失，长就一直出现。世间的消长若能懂，假如说我们能够懂，能够了解宇宙造化尚能通，整个宇宙的造化，我们就可以通达。整个真理呀，就能够融会了。所以或者现在已经呢写易经了，又重写了。我那讲唔敢玩，写过一次啊不圆融，好再来。已经快要完成的阶段，大概在1-2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收到。绝对不一样。还有吗？那好，这边也要问。好，请说，请说。刚刚后面还有两句不把不把声音牢牢种，就是我们不要呢把那一种我们在凡尘的6根对6尘产生的6识，然后我们呢产生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那取舍啊我们就有行为动作，那行为动作出来啊，我们就是把声音啊会生在凡尘的原因啊牢牢的种，就是你一直啊种那个声音，要生在凡尘的原因呐已经呢就是种下来了那假如说不把声音牢牢种，我们6根对6尘不产生6识，我们要知道了6根对6尘啊都会产生6识。可是假如说我们修道我们把6根的眼根当成闻思菩萨，闻思常触目，就是我们的眼根啊，一看出去呀我们眼根都有闻思菩萨的这个很高的智慧，自然啊我们就会啊面对那个色尘形象，然后我们就产生呢那个眼识，我们这个眼根对着色尘，然后我们不被色尘引诱，我们不产生喜欢讨厌这个时候啊智慧产生所以啊闻思呢都在我们眼根，所看的呢就是凡尘的眼即则生，眼散就灭的万象，全部都虚幻不实在已经呢这个因啊生的因啊我们不种，因为我们有喜欢讨厌才种因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我们生的因就不种了，那不种生的因我们就不会出现在凡尘，都袂生啦，袂生伫凡尘，
未生都没受苦啦。所以啊，六道从此啊无影踪，哦，六道的轮回无去啊，就是这样，哦，还有吗？没有了，好，这边请问。轮流转生，何谓品性与习性有何不同？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大灾问，何谓秉性哦？就是啊，我们呢这个落入凡尘，我们哦生在凡尘的时候啊，就是禀受啊天地阴阳，就是这个我们被啊气势所击了，被物意啊所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秉性就是啊气禀之性啊，是我们啊阴阳有这个气禀。那气禀的性我们是受到现象受到阴阳这个现象所影响所产生的它是始于啊这个生灭啊气天方面啊，它跟我们的佛性佛性啊，它是始于不生不灭，始于理天呐，所以理天跟气天不同它秉性呢跟佛性不一样秉性啊。有时候我们时常会讲我的身心安啦，无要安啦，我跟人相怕，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是秉性啦，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这一些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秉性啊跟佛性不同，不一样，那个来的地方所在啊不一样，我们佛性啊来自理天。秉性呢来自于气天，那气天里面呢有阴阳，有对待，所以我们就整个啊，在这个气数里面啊，各位有没有在气数里面？或许就讲了你假如说要试验啊，你在不在这个气数里面你呀就有一天，你找一个熟识的人。你跟他讲，哎呦，你今天是身体不舒服啊？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实在没事啊，这个是试验啊。然后他听到你这样讲以后摇一摇，告一下，真的脸色这么难看，他整天呢都不精彩了。那个就在气数里面。隔了几天你换一个方式，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脸春实在没事了。听到你说以后，他那个3步变成2步啊，走得很轻快，那个就在气数里面了。所以我们被气禀所击都不知道。那你假如说超越，说你好，说你坏都无关，很不容易呀，容不容易？人咧讲拢会影响对不？所以多多少少拢去有意所白咧。咱若要讲拢无白很超越你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安妮，可以了吗？那跟习性有什么不一样？习性我们的习性啊，就是6道轮回养成的啦。秉性跟习性跟佛性，我们要了解它都不一样。秉性气秉之性啊，习性是我们6道轮回所养成，6道轮回太久，所养成的习惯性啊，已经不知不觉啦，自然就安。拢改人讲，我自然就安呢，唔是自然安的啦，咱的佛性内底无。咱的习性内底有，就是咱6道轮回伤久，才会这个样子。所以啊，习性跟秉性跟佛性3个都不同。你了解无？还有吗？还有些人求了道之后就不会再来了，渡人求道没有成全发心，是不是罪过？这个。我们大概很普遍都这个情形当然我们渡人你渡人就要送佛送上西天你渡这个人伊若无修道无行道安尼拢无算这渡啦。
拢直直讲哦，大几个哦吼，安尼枕头啊举直直算吼，然后鉛笔举直直写，吼有啦大几个啊，啊毋过吼，我拢无咧修咧吼，无咧修会幸福未？都无法度幸福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度人就是要使他能够成道成佛，他能够成道成佛，我们度人才真的算说已经有度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啊也很重要，那若准袂晓，你度人要安怎甲伊带，你就无法度，所以度人就爱带伊啦，甲伊带伊修，讲你要安怎修。这个呢是我们度人最基本的，唔叫做讲度人，无干那带来求道，然后就放掉，迄心肝拢咧讲啦，你家去修，我都也袂晓，我哪会晓教你？迄时代情形就安尼啦，真的都不会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度人呢就是要使他能够修，能够成就了。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我们整个太多了，都讲单都是好要安怎有法度甲伊带来是正常的修，所以都变成种子不昧啦，万般逍遥以后啊，你搁做搁落去六道轮回啦，我咧管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实在就是安尼啊，万八我都家己无法度保证啊，我咧管你，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们呢，就是不要那么不负责任啊。你度人的话，你度的人要使他成道成佛，那个才真的是度人。那我们自己本身一样，要呢认真的去修，这样才实际啦。还有吗？还有，请问佛性做主六根法夫是不是会起很多无明？例如突然很强烈的贪或是欲望，明明知道不对，却很想要做。请问要如何请六根退位，或是任由偶尔的错误再慢慢减少？这个倒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凡尘的引诱力量真的是很大。那我们呢，有时候研究了道理，知道说这做了呢不行，会造了业。可是有时候真的有很强的那一种欲望，讲我都爱做这会使啦做这会用的对后面的结果啊，没有那么的重视啊，无甲伊重视讲迄结果的安那，然后啊，我们就试着啊，然后去做，然后就想说，我慢慢的就改进啦，慢慢的就不要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想法慢慢不知道我的生命不知道可不可以慢慢，要死啊讲，嘛真是的啦，我都拢也未修好咧，听啊我拢修好再来。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是不允许呀，我们慢慢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没有三心呢，就没有事相。那当下的这个念头跟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学着当下，因为过去啊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世啊没有，我们就不被三世啊摄受，三世呢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没有，我们就解脱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现在当下就可以凡尘的所有欲望都是凡尘事，过眼啊云烟，归的无呀了。我们再怎么在意呀，都没有用。再怎么样的努力呀，那个都是空，空一场啊。所以啊，
以前啊，或许就讲那个啊，咱来出世无半下，转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那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你欲望越强，都死了江山换别人啊，住伫世间那迷茫啊，搁越强，无啊啦，敢若迷茫啦，转眼空，安尼就好啊，马上呢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吗？还有，如何用三宝安顿日常身心？这个安顿啊，我们日常的那个生活的身心啊，这个倒是很大的问题啦。我们真的要非常的重视我们呐在日常生活的那个身心安顿。这个身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是天地的物质，所有翁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要呢使这个身啊，就是啊，不要因为它引起很多欲望。我们要这个身呢能够贴化，借假修真，借着这个身体呀来修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才是重要。所以啊，安顿我们的身心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跟心呐都能够进入真理世界。那心更是重要。我们的心啊，就是要安顿。它呢住在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上面。你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安住，然后不迁，安住不动，这样的话心啊安顿，然后身呢也一样跟着啊，就有所归了，它就不会啊胡作乱为，这样身心啊整个啊都很理想的融入啊，真理，就在佛的世界啊。所以这个问的导师很重要，就是日常生活要用，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安顿身心啊非常重要。往后啊能不能够成道成佛，就看我们眼前啊有没有安顿身心。身心都安顿了，没有胡作非为，没有那个非想之心。这样就一直朝着这里的世界迈进，跟佛都没有两样，最理想。还有吗？还有。请德讲师详细讲解即心是否无心是道。即心是否无心是道？一心。即心。即心即佛，无心是道。那个呢是施公山呢本见禅师啊。有一个呢，阳光反，那个皇帝啊，命令他去采那个常春藤，然后他到那个司空山去啊，找到本净禅师，他就问他了要怎么修道啊？什么是佛这样？然后那个本净禅师跟他说，你那个那个皇帝的旁边啊，很多的禅师啊。你去问他们，三生在这个野外啊，都没有那一些心思啦，无讲呢，要按哪来这个修持啊，那个方面。然后呢，这个杨光版就说请禅师慈悲啦，这个很难得啊，遇到这个机缘，然后啊。能不能够告诉我，那个什么是道，然后什么是佛，然后本净禅师问他，你是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然后杨官反就问说，道跟佛有不同吗？他说你要问道，无心是道；你要问佛，即心即佛了。所以那个是从本净禅师说出来。他说无心是道，就是我们在凡尘啊，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心，那非常多的心这个心都是我们私心，都是我们的心意识，
所以啊，那个本净禅师说，你只要把这一些心都去掉，无心的，你无心的时候啊，就是道。你有心呢，那个都是已经离开道了，不是道了。所以我们只要无心，你什么心都没有，所以无心的就是道。然后你要问佛，就是已经都无心了。那无心的时候啊，出来就是真心啦。那真心的心啊，就是佛。所以即心啊，即佛。所以啊，问道啊，无心是道。问佛啊，即心即佛。就是从虚空三本净禅讲出来的。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无心是道。然后啊，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啊，就是真心呐，就是已经我们什么心都没有，那个真心，那个就是佛。还有吗？还有。那可不可以说成即心是道，无心是佛呢？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他问的本意啊，他没有说是不是把凡尘的妄心啊已经都去除了。那你假如说以妄心来说，即心即佛，那就完全都不对了。那个即心即佛啊，是已经全部都是真心啦，真心的心啊才叫佛啦。那假如说不是真心的心啊，不能称为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即心即佛啊，那个心啊，已经是什么心都没有了。那个才是，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们全部都无心才算了。你有心的心啊，那个都不是道，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活性功能作用啦。所以讲出来问的角度啦，看他的心态是不是已经到达了万念都放下。一个妄都没有，全部妄没有就对了。可是妄有那全部都不对。还有吗？还有一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和前面积灭、后面未起的当下是否一样？这个我们要了解到，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一定不能再有那个念头了。你假如说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然后再思索说是不是跟哪个一样，那这样的万念都没有放下了。那你已经离开了万念放下那个华，你要用那个华的时候啊，一定要住了。什么念都不能有，什么念都不能想，那个才叫万念放下。就是妄都已经没有了，你在还有这个比对，还有那个对照的时候啊，我们就了解，那已经有缘在了，那有缘在那个华做不成，不会成功，没有效果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万念放下，一定不能有念头在，所以不能用什么来做比对，用什么来对照？你用来对照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极灭了以后然后那个整个全部的我们佛性都呈现在眼前，那个已经我们要知道那个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生灭寂灭极灭现前。跟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完全都不同。那个生灭寂灭是凡尘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尽了，然后寂灭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呈现在眼前。那个是不同法不同所以不能把两个拿来相提并论。你两个拿来相提并论两个法都不成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做的时候一定要专一一个，一个就好。那一个我们做的就近都会有成就。
会有成就啊，我们就心里面会很高兴啊，就这样。还有问题吗？还没有，还有1分钟而已啊，不举手要下课喽。各位讲师、各位参学、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手上都有一本这个易经，这个或许呢又重新把它写一次了，因为之前那一次讲解的时候太匆忙，一边写一边讲，所以比较零散。他这一次把它整理比较能够都纲要都有把它阐释。那着重呢在我们修道方面，那我们一般在社会研究易经都是要算命那或许就是说算命的话那个功用不太大，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易经来了解这整个道理，整个完成的一切这个比较重要它里面包含的非常广泛有这个不易有变易有交易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引导我们人生要走的方向这个易经呢有交代。只是我们呢大部分一研究易经就直接想到算命很少说要研究这个不易就是理天理天方面就比较缺少去探讨研究。那或许有把它整个从理天这个气天象天不易变易跟交易都把它呢这个整个都阐述讲出来。那我们假如有时间的话可以深入其中。你要算命里面也有它因为有第6页有画一个整个28星宿然后有24个节气有那个12个月，有8卦有64卦全部呢都包含也都是在里面。所以也可以这个整个都研究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那我们这回来讲《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63页左边。63页左边，倒数第3行，中间以是果报这边这个呢63页左边倒数第3行这个菩萨呢施众生时则失其命以是果报成佛时常不变异这个呢菩萨呢假如说布施这个食物给众生呢来吃因为众生吃了食物以后才会活命，所以就施命布施呢他的生命。那这样的果报呢等到成佛的时候就常不变异就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接着呢就讲以施药故就是布施那个我们生病的时候吃的药。那成佛的时候则得安乐就可以得到安乐。因为我们众生在凡尘免不了都会有那个生病这个一大不调百医病生，大不调是百事病，所以生病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个布施药就可以得到安乐。
那么布施呢，这个佛特别讲说我们呢布施的时候，就是不求而得啊，令诸众生呢，不用要求，然后就可以啊，得到，所以啊，我们布施呢着重在那个心意啊，我们呢真的诚心的来布施，是故成佛，得自在我。成佛的时候啊，就可以得到自由自在的我。那么以施的因缘，布施的因缘，令他得利，令别人啊能够得到舒服，得到力量，是故成佛，获得实力，都可以啊，获得啊，这个实力。那么以布施的因缘，令他得，就是能够领悟，是故成佛得事无碍，就呢，这能够事无所碍。他知佛菩萨呢，修集啊是施，修集之一些布施呢，为涅盘因，我们修集布施啊，就能够进入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涅盘的因，那么我亦如是啊，修习布施呢，为涅盘因。佛也讲啊，说他本身也是这样，修习布施啊，为涅盘的因。那接着呢，这个允和念天，由四天王处，乃至啊飞翔处，这个。若有信心啊，得四天王处，我亦啊有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四天王啊，就是呢我们欲界的六欲天的最低的一层啊天，叫做四天王天，它有六欲天，然后这个飞翔处啊，这个是无色界，在无色界里面的第四个。若我多闻啊，布施智慧，得四天王处，我能够多闻，知道呢比较多的这个道理，能够有布施，能够有智慧，就得到呢四天王处，乃至得飞翔处，我亦有分，也一样的能够到呢飞翔。然非我欲啊，不是我希望。何以故？四天王处乃至飞翔处，这是呢无常，他们呢一样啊，也是在无常变化之中。那么以无常故啊，生老病死一样啊，有这个生老病死。那么以是异故啊，就是因为这样，非我所欲啊。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么，譬如幻化、狂语啊、语乎，好像呢，这个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幻化、变幻，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幻化，没有变有了，叫化；有了又变没有了，叫幻化。这样子来，狂骗啊，我们没有智慧的人，以乎？那么智慧之人呢，所不后着，有智慧了，不会被他迷惑，不会着这个相。如幻化者啊，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飞翔处，就是那个也是一般我们凡人啊，很喜欢到达的地方。可是啊，它不是就近啊，因为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中间的过程。那么愚者呢，其实一切凡夫，我则不同，凡夫与人，我跟呢这个凡夫与人呐，不一样。我曾闻有啊，第一天，曾经呢有听过这个第一那个天。为知佛菩萨呢，常不变异。第一天呢，就是知佛菩萨他们呢所住的地方。因为呢那个已经常
常住不迁，已经不变异了。那以常住故啊，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会呢有生老病死。那么我为众生啊，精勤求以啊第一天，就是努力追求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呀。何以故？第一天呐，能令众生除断烦恼，可以令呢这个众生啊除断烦恼。若我有信啊，乃至有慧，信念定慧，则能得是啊地狱天。当为啊众生广分别说，第一天，是名啊念天，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能够啊，到达这第一天呐，就是究竟的，就是理天，就是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三男子是名菩萨呢，非世间也，这个菩萨呢，已经呢，不贪念了这个凡尘，已经呢可以啊，脱离啊这个凡尘。那么是为世间呐，不知见觉。他呢就为了这个我们凡人，都不知不见不觉，然后啊，示现在凡尘来，引导众生。而是菩萨呢，所知见觉，这个菩萨他呢，所知所见呐，所觉，都不一样。若为12部经呐，以及大涅盘经等无差别者，是亦不然。这个呢，假如说这个12部经以及大涅盘经，他们都没有差别的话，这个义理呀，不是这样。这个义理，它内容呢不是这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大涅盘者啊，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密藏。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涅盘的话呢，就跟生死平等了。大涅盘的话，超越，超越凡尘两边相对待而。就是一切啊，诸佛世尊，深深秘密的宝藏。所以啊，密藏，以是诸佛，深深密藏，实则为圣，就是啊，非常的殊胜，我们凡尘啊，不容易啊，这个知道、听到，所以啊，这个鼓励啊，我们能够呢，这个研究。三男子以义故啊，大涅盘经甚奇啊，甚特。大涅盘经呢很奇特，不可思议呀，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索，不能用嘴巴呢来论议，就是超越呀，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范围。那么迦叶呢白佛言：世尊，我亦啊知是大涅盘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佛法众生呢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呀，大涅盘经义呀不可思议。世尊以何义故啊？复言菩萨不可思议。所以前面讲的啊，这一些啊，迦叶呢大概都了解。说大涅盘经不可思议，佛法众生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大涅盘经不可思议。那何以故？为什么讲菩萨呢不可思议？这个特地啊讲菩萨不可思议的部分啊，迦叶来问佛，那佛就回答：三男子，菩萨呢，无有教者，何能自发菩提之心？佛就跟呢迦叶回答说：菩萨呢，没有人教了，没有教，何能自发菩提之心？没有教呢，他就能够发心。能够发出那个觉悟的心，那么既发心呀，精勤呢精进呐，勤修精进，这个发心了以后，又呢很努力的精进，正使大佛焚烧身手，终不求救啊，舍念法心呐，所以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说，发心了以后啊，很努力的
勤修呢能够精进。那么正使大佛这个做有比喻啦，大佛来焚烧啊身手，身体啊也被烧了，然后头呢也被烧了，终呢不求救，这个舍念法的心呐，所以念法的心呐非常强烈，所以我们就了解啊，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啊，缺少啊对法的重视啊，我们都没有很重视法。那因为佛又讲，我们能够修正啊，就是有法。那没有法，我们就没办法修正，所以法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法，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追求，求到我们想要的想要修的法，我们要知道求法。然后我们佛老师也讲说，我们修道啊，重在心法。你心法不知啊，你修不成道。所以心法非常重要。那我们对心法的重视啊，程度都不够。我们没有那么重视那个法。所以我们了解说，佛鼓励啊，我们呢努力追求上乘佛法。然后我们已经求到法了以后，要实践，实际的去做，然后实际做了，法又正确知道了，这样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绝对没有问题呀。所以要对自己呀，有信心，所以我们大概都缺少了，因为现在法尘那个资讯啊太丰富了，那对求我们根源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没有那么的努力，被那个所有外界的一切啊，这个冲淡，我们求法的心。所以这边呢，就讲说那个菩萨呢，这个正使大佛焚烧身手，终不求救了，舍念法的心，何以故？为什么呢？菩萨常自思维，菩萨自己呀，常常正思维，这样的想，我于无量的阿僧底劫，就是非常久的时间，或在地狱呀，恶鬼畜生，或在人，或在这个天，这个等于这个五道了，阿修罗他没有讲出来。因为阿修罗呢，佛都不把它列为这个六个轮回里面，佛都讲这有五道，第二个畜生、人中天上，人天，然后三恶道五个，为知觉佛之所燃烧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无量的阿僧底劫啊，非常长的时间，在五道之中呢，被那个劫呢，就是我们自己造了很多的业，就是怕跳迄个甲白掉咧，唔知正业，然后业进来就受苦，被这个知觉佛之所燃烧，拢去互伊安尼修啦，修到拢唔知听。那吃不成德一决定法，就是在五道轮回的时候呢，都没有得到一个决定的法，决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在讲这个法，就是讲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把它翻成中文阿呢就是无啦，没有的无，耨多罗就是上下的上，三呢就是正，藐就是等。三正菩提觉，翻成中文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法，有时候呢，我们就讲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修的方法。在法里面最高的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各位知道吗？因为佛在用有时候会把它用在我们佛性本体，
有时候会把它用在呢我们修持的方法，就是最高的能够达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么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呢不复习身心一面，就是在无上的正等正觉已经呢得到了知道了，然后就不复习我们的身心里面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就不复习了不会很重视它，因为呢无上的正等正觉是最高的我们就近的，我们回到呢本位的地方那么这个身心里面都是短暂的现象很短的时间呈现在凡尘，很快呢就不见了。那么我为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实遂身呢犹如为尘，终不放舍，精勤尽呢所以这个就是很精进的那个程度很过就是为了无上的正等正觉正实遂身浑身碎骨了，那么犹如为尘，已经呢身都碎成为尘了，终不放舍精进勤精进也就是为无上的正等正觉全心努力。何以故勤精进心呢，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我们那个很精勤很这个精进的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因要有这个因果报一定会呈现。三男子如是菩萨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生命所以佛就跟那个迦叶讲说，这个菩萨他还没有看到无上的正等正觉，就能够呢这样子的不惜生命匡复见你那给他见到了以后呢那更是不舍。是故呢菩萨呢不可思议这个迦叶呢特别问的菩萨为什么不可思议，佛讲这样就是要有那一种追求的心。又复菩萨所见生死无量过，这个菩萨所见我们一样见过这个生死无量我们也都一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都一直这样经过已经呢非常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死，所以生死无量过患过错跟患难我们呢都一样都经过非是声闻眼觉所及菩萨见到的生死无量过患呢，不是呢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所能够到达的虽知呢生死无量的过患，为众生故疑中受苦，不生厌离所以这个菩萨呢虽然知道呢这个生死无量这个过患，但是为了众生，要度化众生在这六道轮回之中受苦不生厌离不会呢讨厌离开。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就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呢真的不可思议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索，不能用嘴巴来论议他已经超越了所能够想的，所能够讲的，他都超越。那么菩萨呢为众生故虽在地狱受之苦恼，如三产乐这个菩萨为了众生虽然已经下地狱在受苦都很苦恼，他呢心好像在三禅那样子的快乐我们只说初禅二禅就已经很不错了三禅呢更理想，进入四禅那个连呼吸吃饭也不要了那个更高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他呢受苦都没关系我们呢人稍微受一点苦哀叫。三男子譬如长者其家失火长者见矣
从舌而出啊，知止在后，未脱呢苦难，所以这个在讲那个我们最后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啊，就是在讲这个他长者啊，家里失火了，然后已经出来，可是啊，长者的那个祖孙都在里面，还在玩乐啦，都不肯出来，这个就讲《妙法莲华经》，然后长者尔时啊，定知火害，知道这个火啊很厉害，会把人都烧死啊，为知止故啊，咸烦护救，不顾啊其难，搁入去，厝火烧厝啊，迄子孙啊无出来，伊虽然已经走出来，搁入去救遐子孙啊，不顾其难啊，不会说进去啊会被火烧死，不怕。菩萨亦复啊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虽知生死啊，都知过患。虽然知道啊这个生死很多的一些啊过患，我们在生死之中啊，我们就了解到要受非常多的苦啦。所以今天母亲节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当母亲的啊，真的很伟大。假如说已经当母亲就了解。孩子啊，稍微啊，这个身体啊不舒服，这个母亲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个就是半夜啊，也抱着孩子赶快到这个到医院里面啊，求治。所以我们这个当人家子女的一定要孝顺因为以前或许开进车啊，这个半夜想要回去休息了。遇到那个母亲抱孩子出来招手，拜托了，给我载来医生馆啦，讲好，一定要开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啊所以你看那个心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都无怨无悔付出了，那个都没有讲代价的，都无怨无悔。所以我们最可贵的就是啊，这一点钱啊。那我们一定要回报长大了啊，不是家己大汉的啦，爸母无甲咱生出来，无甲咱抚养咱哪会大汉？所以啊，唔通假熬大家拢爸母饲大的，所以啊，一定要孝顺那个叫回报伊甲咱辛辛苦苦养大，咱得爱甲伊照顾，不要老了以后请个外好照顾就不管了。提钱咧使贵下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都失掉啊，那一种亲情一定要自己本身来照顾啦，这样才能够有那一种回报的心所以之前啊，各位不是有看到一个年岁蛮大的然后用矮巾啊被他背着他的母亲去就医，有没有？那个报纸都登出来，就很少有这种人大家都买请一个外啦，把人啊甲顾得无讲本心的就是能够自己本身啊去做。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的当长辈老啊，最喜欢的就是儿女在身边啦。你若有安尼囝儿坐伫边啊，滴滴答答安尼伊就足幸福的啦。虽然你讲安尼物质真富裕互伊用伊袂感觉好啦。你囝儿孙啊伫边啊，就真温暖真好。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啦，一定也要回报才不会说我们人在这个凡尘顶天立地啊这个没有做的话，怎么顶得起天啊，立得起地都有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当个孝顺的子女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长者啊，虽然知道啊那个火很厉害，会烧死人，可是他还是尽气啊为了要救那个子女所以啊，菩萨也是这样知道呢生死啊很多过患，可是啊为了众生处之不厌呐
就是处在那一种环境之下，不讨厌，事故不明的，不可思议，就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思索，嘴巴可以论议。三男子无量的众生啊，发菩提心，见生死中呢，都知过患，心啊即退没。这上老实啦，讲甲上实在。咱无量的众生呢，拢发菩提心啦，拢有，都有那个觉。可是啊，看到生死这么多的挫折患难，心啊就退没了，买啦，我家己本来生活就好，不用呢再去度化众生，所以心啊就退没了，后为声闻，后为缘觉，所以菩萨呢，不做了，我来做阿罗汉，来做必知佛，所以就退没，若有菩萨呢，闻是经者啊，终不退失菩提之心。假如说有菩萨听到了《阿涅盘经》，他呢终不退失啊，这个菩提之心，那个菩提心啊，一定不会退失掉。所以啊，这个菩提心永不退失啊，那个最起码都在八地菩萨了，第八地叫不动地。已经呢不会退转了，八地，然后在基地以下呢都还会啦，遇到挫折我卖众生啊，都低得好。何谓声闻缘觉也？他呢不会退失菩提心，变成阿罗汉呢，必知佛。如是菩萨呢，虽复未阶啊，持不动地，虽然他还没有到达第八地。菩萨第八地啊，不动地，而心坚固啊，无有退没，心啊非常坚固。各位贤姐，我们到第几地了？欢喜地到了没？初地啊，欢喜地。二地呢，离垢地。离垢地啊，就是第二地啦。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啊，宴会地。第五啊。第五是什么？我都要你讲才会使啦，当的无一样。我们就是要要了解说这个菩萨的实地啊，那个都是一个阶啦，一阶一阶，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啊，就是啊，你到一阶就是一阶啦，那个渐修的方式。或许提倡顿教，顿教从凡夫啊直接到佛地啦，这样呢就比较不会有中间挫折，也不会有中间的成就而停顿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第五地就是难胜地，就困要来胜过就困难的难胜啦，难胜地。然后第六呢，显贤地，对吧？第七现前地，第八就不动地啊，不动地就不会退转。你甲不动地就固定啊，搁较那歹环境搁拄着搁较慢，都绝对袂退啊。那个叫不动地第八。那第九啊，就善慧地。然后第10啊，法云地啦。搁去你就甲等觉，跟佛平等的觉悟啦，去你妙觉的佛啦。要教的真言。拢要教的，拢也未啊，还佫等咧努力啦对，还正在努力。三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湖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啊，可思议不？佛就做一个比喻啊，讲有人咧讲，我会当浮的渡过大海的水。这款话，是会对的，是会到的。然后啊，假设就讲世尊，如是之言啊，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何以故？若人度者，则不可思议；阿修罗度啊，则可思议。阿修罗有办法，渡过大海水。那我们人大概不可能但是我亦不说阿修罗也，正说人耳佛就讲，我唔是咧讲阿修罗啦，我咧讲人啦
然后假设说世尊，人中亦有啊，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世尊，人有两种，一则圣人，二则凡夫。凡夫之人呢，则不可思议。邪圣之人啊，则可思议。这个佛就讲，善男子，我说凡夫，不说圣人。我在讲凡夫啦。假设说世尊，若凡夫人啊，实不可思议。凡夫人有办法渡过海水。迄死去啦，部分拢也未甲海过就死翘翘。世尊，若凡夫人，实不可思议。善男子，凡夫之人啊，实不能渡大海水。凡夫没有办法渡过这个大海水，会被海水吞没，去海水降。如是菩萨呢，实能渡于生死大海。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这个菩萨呢，实在能够渡于生死大海。这个生死啊，那个菩萨都不看在眼里啦。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一个心呐。生死啊，是我们凡人在这个现象啊所呈现的。看到有生离生，不能呼吸的生死。可是这个生死啊是现象，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死，没有生死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当我们的身体不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请佛性本体当下这样的话又有这个现象呈现啦。所以这个现象呈现就能够使我们又有这个现象能够这个来度化众生。善男子，若有人能以我根师呢，衔西密山，可思议不？那个我根师啊，莲藕，各位贤贤，我们有吃过莲藕吗？有没有看过莲藕丝？我会叫我看戏莲藕的丝啊，莲藕，退心火啦。心火啦，大食一寡莲藕心火就退啊。所以我们修道就要把心头拢可以降落。这个易经教我们怎么样退心火。所以莲藕那根那个丝可以衔着西密山。一个山用迄莲藕丝安尼甲吊吊的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啦！一声山拢长，山都落落来莲藕丝长去。所以那个迦叶就回答说：不世尊，无法度啦。善男子，菩萨以一念起悉能称量一切生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在一念起，就是我们一念之间咱一个念头就有法度能够称量就是能够去了解到整个生死对它的这个影响能够称量所有的生死。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称量人讲称看卖咱几两啦各位先生捌称捌称家己几斤几两无？捌人捌咯几斤几两那个是身体的重量啦。我们在讲佛性佛性的重量讲几斤几两，那个说能力啦讲即马要请去甲迄个西的大桥留我至少甲搬叮当咧这个在回答所以佛呢就讲
善男子，菩萨以无量阿僧祇劫呀，常观生死无常，无我无乐无见。菩萨呢已经在非常长的时间呐，在观呢我们人的生死，我们人生死都无常，然后里面呢生死里面没有我，也没有快乐，也没有清净，无常无乐无我无见啊，这个叫四果，佛以后啊常乐我净啊，那个就呈现我们的这个常乐我净。所以啊，了解说这个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啊，就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是这样。然后进入佛菩萨呢，就是常乐我净。那么而为众生啊，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这个已经观了那个我们人生的无常无我无乐无净。然后而为众生呢，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虽如是说呢，然非邪见。是故啊，故名不可思议。虽然呢，这个菩萨还没有证悟啊，常乐我净，可是呢，他这样讲不是不对，是正确的啦。常乐我净。那所以或者就讲啊，只要我们已经呢这个体会进入啊常乐我净，所以或者都讲我说你来听或者的课，按照或者讲的去做。没有成佛呢，我一定再来给你们修，有没有？那个不能随便发愿，那个要呢，只要你出生，我要跟着来。所以那个都是很大的愿。为什么肯发这个愿？就是因为或者体会啊，最重要就是常，如不动。所以或者时常讲，我们的佛性啊，因为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唔免抵挡啦，唔免那里招来招去，都唔免，如不动。然后为了说不容易体会，我就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我说你看我们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你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放动，一放动你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那假如说我们的佛性是在玄关，那我们整个都在哪里？看起来一定都模糊不清啊。可是我们现在动得很快，看得很清晰呀，有没有？就是身体动了，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啊。所以啊，不管我们身体怎么动，佛性都不动，所以看得都很清晰这样来体会我们佛性啊如如不动。这个常住不迁，你体会了，知道了，然后从这一个角度再延伸，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见的如来。你看我们的心啊跑得快不快？有一个动作咱古个拢叫印，大家拢看那个动作。我讲哎呦，他大家那种灯一变过，什么现象？原来一个人在动。你看奥不奥没有？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不受主观意识左右，不受客观环境影响。我们修道人啊，就是要有这个定，容不容易？不容易呈现在生活之中就要体会了。这个跟我无关。干嘛我一定要受它影响？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那更从心法，这个就是法。你去有印题我咧讲啥你有听？有听声尔啦，唔知影内容，所以就没有用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法，你要听到都很不容易啊。你看你出去外口有在听无？你找到听的地方了，没人讲，没有人讲，你想听都没得听，所以要了解那个可贵了，那个不是普普通通，或许都一直在少传承人了。72岁了，毕竟都年岁大了，爱找一个进来定，找不到，有谁愿意点啊？
我们也要了解说，你体会到那个正悟了以后的常，只要你体会到常，那个乐我净啊就容易了，那个常呢最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或者都一直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若无所见，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能所都没有。能所说明就是已经回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已经回到佛性本体了，那个就常住不迁了，如如不动，就是那个。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平常一定呢都有我能看的，我所看，所以事相都很鲜明。那只要我们呢，进入到没有能守，没有能守就没有对待。那没有对待，就是决定起绝对的，是一个最究竟的，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体会到了，那个入不动，那个常，永远，都在，那个佛性本体，然后乐，就已经呢从常产生快乐，那个快乐没有福来相对待。是永远快乐。然后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充在整个虚空，那个都是我，都是如来，都是佛。然后净就是清净，只要你常乐我，清净自然呈现。所以常乐我净是修正以后的4个果位名称我们都有，我们都具备了。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没有启发。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启发，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你就可以超越凡尘的所有现象，凡尘的现象你都超越了。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我们自己呢，要努力去做。三男子如人呢入水，水不能溺，入大猛火，火不能烧，如是之事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呢这个人入水，水不能呢这个飘溺，入火，火不烧，这一种事不可思议。那菩萨呢亦复如是，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这个菩萨呢也是这样子，虽然处在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三男子，人有3品，谓呢上中下。下品之人呢，初入胎时作是念言：我今呢处厕。就是在这个厕所众会归处，所有的误会所归的地方所在，如史诗间呢，好像呢在停放呢，那个史诗的那个房子，众极气次中大黑暗处就很不理想的那个环境。那么初次开始故作思念：我今呢出厕，出众会处，乃至出于大黑暗处，已经呢出来了。中品之人呢，作是念言：我今入于众士林中，清净河中，房屋设宅，出死于耳。那上品之人呢，作是念言：我生殿堂，在花林间成马成象，这个登至高山，出死于耳。那菩萨呢，初入胎时，自己知道入胎，至时知道出，初时呢知道出，终不生疑贪嗔之心，不会呢
生吃贪嗔的心，而未得阶还没有得到呢这个阶级呀初次地也这个菩萨呢十地，第一个欢喜地第二个离垢地，第三个呢发光地，第四个宴会地，第五个难胜地呀第六个现前地，第七个眼行地，第八个不动地第九个善慧地，第十个法云地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就已经呢自在地中。30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不可以比喻为比就是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不能用的那个比喻来比。那心呢亦不可以这个方喻为比而皆可说。虽然不能够比但是可以讲这个菩萨呢无有师资就是没有老师来质问受学之主，而能得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地方去问，没有受学的地方所在，而能够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得是法语心无牵令常为众生而演周之是故复名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呢没有人教，然后他会会了以后呢，心还没有这个牵令圣法常为众生的演说，把他呢知道的都讲出来所以不可思议我们凡人大部分都留个3分，留着赚钱留着要胜别人。三男子菩萨不见一法身是业即以离主，而亦有理，是不复名不可思议佛亦如是这个讲身口意这个不见一法，菩萨呢不见一法一法都没有是身是业。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万法万法都归空万法都是虚幻所以我们万念都放下没有一法，没有一法的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法的法就是最高了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菩萨呢不见一法是身呢是业即以离主离开呢这个主人，而亦有理说没有理也有理有理也没有理所以这个很奥妙。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就不能用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议论。那口呢也是一样嘴巴。三男子从身离身，从口离口，从慧远离非身非口所以我们了解从我们的智慧然后远离我们的身我们的口。所以身口意就是3业啦。我们所造的业都是从身口意来身口意才会造业。然后我们身口意业不造恶，身口意都不造恶了这样呢就没有业不会有业所以身口意我们呢就是了解身呢要我们做坏事大概不容易可是那个口嘴巴讲我们都很喜欢讲话就要留一点口德啦卖乱讲，因为都会把我们的那个德用嘴巴用了用光光的。然后意念我们意念呢最难去修持所以我们要从意着手那个意身口意的意我们这个意都看不见的啦，心里面在骂人外面看不出来我们时常心里面在骂人，有没有？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博取好一点的印象，无我都唔捌老实讲心里面有骂过人没有？
因为我们在凡尘啊，所遇到的现象，最好解决呢，就是从从意念去解决这一些困难。比如说你遇到很不合理的现象，那你最好解决在意里面把它骂一骂你就消气了，那个生气就消失了，容不容易？真的，你用嘴巴讲出来要跟人家打架，那个要有武力啊，身体要很强壮。你假如说娇小的话，较点呢，较无代志。所以我了解说意念真的修意念就是最难。你修到全部能够低心下气真的给人家看起来，你真无路用。真无路用修真好啦，路用拢修真歹。所以我们了解到，在凡尘有时候角度啦，看的角度能够很柔软的那个最不简单。他一定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你才能够很柔软。那个就处事的最上策啦。最高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很不容易做到那样的那个状态。三男子菩萨呢有身远离非口，有口远离非身，有非身口而亦远离这个身。这个远离者谓呢离杀道也，口远离者谓离妄语、两舌、恶口、无异语。这个无异语就是绮语。非身非口亦远离者，所谓呢贪嗔邪见。贪欲嗔恚邪见。当指菩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即以离主。而意呢有理，是故复名不可思议。然后口呢亦如是。这个不见到一法能够离。我们又怎么讲上去的？我讲上去也不一样的三男子实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萨远离。何以故？三男子无有一法能坏能咒有为法性，亦生亦灭是故此慧不能远离那个智慧没办法远离。三男子慧不能破，佛不能烧，水不能烂，风不能动，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坏不能坏，贪也不能贪，嗔不能嗔，痴呢不能痴。以有为性亦生亦灭故。所以这个佛就讲这个慧没办法火也不能烧，水也不能烂，风也不能动，地也不能持，生也不能生，老也不能老，治也不能治，坏也不能坏，贪不能贪，嗔也不能吃，吃也不能吃。以有为性这个有为亦生亦灭这个生的时候不同的那个生的地方所在灭也是一样。那菩萨呢终不生灭，我以此慧破之烦恼我不是用这个智慧来破呢所有烦恼，而是说言我破烦恼虽作是说呢非是虚妄，是故复名不可思议。佛呢以那个每个角度来讲每个角度的那个一生一灭它有为性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可是以总的方面来说从佛性本体用佛性本体的智慧来破之烦恼就呢可以所有烦恼破除掉所以佛就讲，所以这样讲呢不是虚妄，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不可思议。那么假设呢复言是真
我今始知啊，菩萨不可思议，佛法众生大涅盘经啊，及受持者啊，菩提涅盘不可思议。世尊，无上佛法当久尽住啊，几时而灭？这个地方呢，迦叶问说，这个无上的佛法，当久尽住，有啊多大偌久？偌久会灭？多久啊会灭？善男子，若大涅盘经乃至啊有事五行，所谓的圣行、幻行、天行，并行、因而行。若我弟子啊有能受持，读诵思学，演说其义，为之众生之所恭敬、珍重赞叹，种种供养，当知尔时啊，佛法未灭。所以啊，这个迦叶问说，什么时候会灭？我就讲像这个样子啊，那个佛法未灭。三子，若大涅盘经具足流布啊，当尔之时，我之弟子多半境界，造作众恶，不能尽信啊，不是经典，以不信故啊，不能受持。读诵思学，解说其意，不为众人之所恭敬啊，乃至供养，当知佛法不久将灭。所以啊，那个没有人要信的话，佛法就灭了；他会信的话，佛法在。迦叶呢复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意。迦摄佛法自是啊7日，然后灭尽。世尊，迦叶如来有是经部，若其有者，因何言灭？这个迦叶问呢，说迦叶如来的时候有没有涅盘经？假如说有的话，这个假如说若其有，因何言灭？其无者啊，因何说言？大涅盘经呢，是知如来秘密之藏，就是秘密的背。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我先说言，唯有闻思乃解是义。说呢，之前啊就有讲，说文殊菩萨呢了解这个义理。那么经呢当重说，现在呢又讲，为了你呀，又重讲，自心呢谛听。善男子，知佛世尊啊，有2种法，一则是法，二则地狱法。是法可灭啊，地狱法则不坏灭。那个是法会灭啦，地狱啊没有灭时候。那么有2种，一则无常无我无乐无净，二则常乐我净。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呢，则有坏灭；常乐我净啊，则无坏灭。常乐我净不会坏啦。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啊，那个是世间的会坏。复有2种，一则外啊，二则内。外法则有坏灭，内法则无坏灭。内法就没有坏灭。复有2种，一则二圣啊所持，二者呢菩萨呢所持。二圣所持啊，则有坏灭；菩萨所持啊，则无坏灭。复有2种，一则有为，二则无为。有为之法，则有坏灭；无为之法，无有坏灭。有为会坏，无为就不会坏。复有2种，一则可得，二则不可得。可得之法，则有坏灭；不可得者啊，无有坏灭。复有2种，一则共法，二不共。共法坏灭，共之法无有坏灭。复有2种，一则人中，二则天中。人中坏灭，天无坏灭。复有2种，一则11部经，二则方等经。11部经呢，则有坏灭；方等经典啊，有坏灭。所以这个方等经就是大乘经的通论啊，大乘经都叫方等经。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思学解说方等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尔时啊，佛法不昧。这个善男子如将所问啊，迦摄如来有是经部。善男子，大涅槃经悉是一切知佛秘藏秘密的宝贝。何以故啊？知佛虽有11部经，不说佛性，不说如来常乐我净。诸佛世真，永必尽入于涅盘。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11部经所不说故名为藏。如人七宝不吃外用名之为藏。善男子，世人所以这个常积此物为未来事故。何等未来事？所谓福贵贼来侵国，失意恶亡，未用赎命道路极难，才难得时，乃当出用。善男子，知佛如来秘密之藏，亦复如是。为未来世知恶比丘续不见物，为示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盘，读诵四典不敬佛经，如是等恶，见于事实如来未遇昧是之恶令得远离邪命利。如来则为演说是经。若是经典秘密之藏，昧不现实，当知尔时佛法则昧就没有佛法。善男子，大涅槃经常不变异允和难言迦摄佛时有是经部。善男子，迦摄佛时所有众生贪欲为薄，智慧之多，知菩萨等调柔异化，有大威德，总持不忘，如大象网，世界清净一切众生悉出来，终不毕竟入于涅盘，常住不变。虽有四典不须演说虽然有，不需要讲。善男子，今世的众生多知烦恼，以痴许妄，无有智慧，多知以往信根不立，世界不净。一切众生咸为如来无常千变，毕竟入于大般涅盘。是故如来演说是典就是大涅盘经。善男子，迦摄佛时迦摄佛法实亦不昧。何以故常不变故。善男子，若有众生我见无我，无我见我昧见不昧，不昧见昧罪见非罪，道见非道实是菩提见非菩提，实是四谛见第一义谛以真佛语为魔语实是魔语以为佛语。如是之时知佛乃说大涅槃经所以讲大涅槃经的时候那个都不一样的外在的环境。善男子临说文嘴进大海底就是那个蚊子的嘴巴把大海水的水都吸干了。不可说言如来法昧临说口吹须弥散坏。我们把那个须弥山用嘴巴吹吹到须弥山坏掉。不可说言如来法昧嘴巴去吹须弥山你大概往那读个歹去那个蚊子的嘴巴吸干大海大海水那个读个歹灵言以所需佛猛风不可说言如来法昧可以我们讲说用绳索把那个猛风绑起来，让风不吹，可不可能？风太强啦，用绳给它绑起来，
卖吹了，这口才讲得出来哈，我们众生来想不到了。三男子若佛吃出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有弟子啊解甚深义，而佛世尊呢便涅盘者，当知是法自是不久。说佛出现在凡尘，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以后，然后呢没有弟子啊能够了解这个很深的义理，这个时候啊佛世尊就会涅盘，就不在凡尘了，当知是法，在凡尘自在世间的时间呢就不久，就很短。若佛出痴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之弟子啊解甚深义，当知是法久住于世。有弟子能够了解啊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很深的义理，那么要知道这个法就可以啊久住在了这个凡尘。若虽有弟子啊解甚深义，而无有笃信白衣檀越，这个白衣檀越就是我们呢凡尘的众生啦，檀越啊就是布施的主人，施主，因为布施了以后可以越过贫穷，所以叫檀越。檀就是布施，白衣呢就是我们众生，那个知衣啊就是修道人。那么敬重佛法，佛便涅盘，当知是法亦自是不久。所以啊没有那个笃信的这个众生的话，佛法也不会呢久在凡尘。若之弟子演说经法，贪为利养，不为涅盘，佛复灭度啊，当知是法亦自是不久。就贪呢众生供养，在讲没有把那个真的义理呀阐扬告诉众生，为了利养，为了大家供养你，那个佛呢就不会啊佛法就不会久自在凡尘。多起这个赠送，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啊都会多起赠送，互相呢智慧，这个讲你对我错，我错你对，续一切啊不净之物，所以啊我们了解佛呢，他只有允许啊三依一钵啦，剩下的东西都不允许我们拥有。而自赞言我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是法义啊自不久，这个自在凡尘的时间呢不会很久。那么各执啊所见，我这样见跟你那样见，大家呢就争执啊，种种异说而作是也。长老之佛所制的四重之法，就是一舍正法，二呢舍菩提心，三呢牵令圣法，四个恼害众生，乃至啊七昧真法，比丘之真呢，有四样式：言真、密真、幻真呢，跟四真。那昧子四真有7种毗尼，毗尼就是戒律啊，现前毗尼，意念毗尼，不痴毗尼，多余毗尼，自言毗尼，罪所处毗尼，草覆地啊，毗尼就是戒律，为众生故啊，或遮，或开，12部经呢，亦复如是。何以故？佛之国土时节各异，众生不同，利钝啊差别。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三人子譬如良医呀，为病啊无乳，为病呢遮乳。有的说你为了这个病啊，你要用牛奶；有的说你这个牛奶不能喝，热病啊，天服；热病呢可以服用牛奶，冷病啊，就不能喝牛奶，如来意耳。观之众生呢，烦恼病根，易开易遮啊，有的呢说可以，有的说不行。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意，
唯我之意啊，汝不知，唯我觉力呀，汝不能觉，我知道觉力呀，你不知道，我知之间，汝不能知，彼佛护昧啊，当知是法，自是不久，这样的话，大家在争不和啦，所以佛就不会再完成很久。若知弟子，不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呢阿罗汉，亦不说言，知佛是真呢，为众生故，或遮或开，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法，如是力，长老当依如来12部经，此亦若是啊，我当受持，如其非者呢，我当呢去舍。彼佛是真呢，虽复涅盘，当知是法，久住于世。这个佛虽然涅盘了，可是这个法它还会再传承啊，流传。三人子，我法昧时啊，正说者少，邪说者多；受正法者少，受邪法者多；受佛语者少，受魔语者多。所以那个就已经事先呢，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有声闻弟子，或说有神，或说神空，或说有中阴，或说无中阴，或说有三世，或说无三世，或说有三圣，或说无三圣，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无。或言众生有始有终，或言12因缘，是有为法；或言如来有病苦行；或言如来不听比丘十种，何等为十？人蛇象马鱼狗狮子猪虎蜜火，其以悉听；或言不听，入5种色。赌儿云女酒家王冠旃陀罗，旃陀罗就是那个杀生为业的人呐，叫旃陀罗。这个男为旃陀罗，女为旃陀利。以毒杀为业。于舍悉听。若有阿罗汉终不犯如来在世智也。坚持为说善法，不说不善，尔时破戒比丘如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魔王波旬，须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其中或有予以在者施婆罗门，即共偷取，次财蛇安置极点，以是义故知晓菩萨佛未出时虽共信受婆罗门语，知婆罗门虽作是说。我有斋戒，而知外道真是无也。知外道等，虽复说言，有乐，我净，而实不解我乐净意。立佛法一字两字，一句两句说言我典，有如是意。这个偷呢佛的经典装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尔时悉是那尘，娑罗双世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语语，悉共唱言：世间虚空，世间的虚空。迦摄呢告知大众，汝等切莫忧愁啼哭，世间不空，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法身于耳。尔时大众呢闻是语语。啼哭即止，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到这边呢就有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里面呢，都佛呢在交代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已经呢，毕竟要入昧之前的一日一夜所说的这个经典那么接着呢，这个《大涅盘经》第17卷，总共有36卷，阿梵行品第20即是共25品，36卷。
那么尔时王舍大臣王舍臣24王其性必恶，喜行杀戮祭祀忌口是恶贪畏愚痴，其心炽盛为见现在，不见未来。臣以恶人而为见熟，贪着现世不亦乐乎，不亡无辜横加逆害，因害物语心生毁乐，身出羸弱惧乐不欲，心毁乐故遍体生疮，其疮后会不可复尽，就是不能到他的那个附近一到附近没有办法呼吸。行之念言，我今此生已受花报，就是已经接受果报。地狱果报将近不远，地狱果报也就要来了。那么尔时其母委提西祸，以种种药而为涂之，其疮遂增，无有降损，愈国愈济啦，无讲好去。王及百母，如是昌者，从心而生非是大起，为心生出来，不是随有风土出来的。若言众生有能治者无有是处，无法度治啦，众生一定无法度治。那么有6外道大师之王首，这个谏言6道这个外道的大师有6个到这个24王这边跟他讲，这边有把那个6个外道的名字就写下来，要想去治疗那个国王病，若常愁苦遂愁遂增加，如人喜眠眠则滋长滋多，这个愁苦那个愁会增加啦，增长。我们喜欢睡觉那个越睡也会越长，贪饮嗜酒亦复如是，也都是这样。王言说：我之痴盲，无有慧目今之恶友而为亲善。说我没有智慧的眼睛看人拢看不清恶的看这好，这个谁提波达多这个恶人之言，王华之王恒家厉害，我真闻记若以父母佛及弟子生不善心，其恶业如是果报在阿鼻地狱。我父先王持策留念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被温反断其乐。他自己都知道错了，自己知道不对。那么尔时大医名字叫奇婆，往至王首来往，跟大王讲，说大王得安民不？王以既答，就回答：若有能永断一切之烦恼，不贪念这个3界，乃得安稳宁，安隐宁，睡眠。若得大涅盘演说甚深意明真婆罗门，乃得安隐宁，睡眠。身无之恶可离以事过，就是恶口妄言曲两舌，心无有以往，乃得安隐宁，身心无热恼，安置极静处，后至无上乐，乃得安隐眠，睡眠。心无有起着，远离之怨仇，常和无争讼，乃得安隐眠。若不造恶业心常怀惭愧，信恶有果报，乃得安隐眠。敬仰于父母，不害一生命不盗他财物，
乃得呢安隐眠，调伏于知根，清净善知识，破坏四魔众。这个四魔呢，烦恼魔、欲魔、死魔跟天魔，所以三个有内魔、天魔、外魔，外魔才一个，乃得呢安隐眠，不见急不急，以及苦乐等。为之呢众生故人转于生死，若能如是者呢，乃能安隐眠。谁得安隐眠？所谓知佛事下面人法度知佛才有办法。身观空三昧，身心安不动，谁得呢安隐眠？所谓慈悲者，慈悲就可以。常修不放逸视众如一子，众生呢无明明，众生呢都无明都明暗明不见光，不见烦恼果，常造之恶业，不得呢这个安隐眠。若为于自身呢，及于他人身，造作十恶业，身口意十恶业，不得呢安隐眠。若言为乐故害物无垢走，随是恶之事，不得安隐眠。若食过节度，这个吃太超过的，能淫而过差，这个吃的能的这个太超过了，如是则病苦就会生病，不得呢安隐眠。若以往有过，就是犯法，邪念呢他父母，即行旷路者不得安隐眠。这个呢都是讲那个不好的然后会遭受的一些现象。提婆，我今呢这个病重，一正华王心恶厉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巧，三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先王如法来治理国家，实无垢旧。我恒家利害，如蚁处入，当有何乐？好像蚁在水中嘛，它处在陆地就没有快乐了。如人自知命不中路，如往失国，逃并他土，逃到别的国家。如人稳病不可疗治，这个只有听没有办法治疗。如破戒者稳收罪垢。我昔曾闻智者说，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世人必堕地狱。我今如是秉何当得安隐眠也？今我幼吾无上大医，演说法要使我病苦。这个呢都蛮这个实在的。七婆他就回答说：善哉善哉，王呢虽作恶心生这个重悔，就是心里面已经呢深深的感到惭愧这个大王知佛是真呢，常说是言，有200法能救众生，一惭2愧，就是惭愧。惭则不自作罪，愧则不叫他做，所以惭愧不自己作罪，不叫他人做。惭则内自修持，愧则发怒向人。发怒呢就是讲出来，我做哪个地方不对都不掩盖，都讲出来给人家知道，叫发怒。这个惭则修人愧则修天，所以惭愧对人对天呢都很对不起，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所以我们人呢都是要有那个惭愧的心，没有惭愧变畜生的。有惭愧者呢
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者故说有父母兄弟姐妹，惭愧者呢才有。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诚闻佛说这个诚就是那个七婆，说呢有听佛说过，智者有二，一者呢不造呢知恶，二者呢咒语忏悔，那愚者也恶，一者作罪，二者护罪，护偿，把那个做的掩盖起来，虽先作恶或能发怒，悔以惭愧更不敢做，犹如浊水自知明知以知的威力水极为清，如烟云烛，夜则清明。作恶能悔，亦复如是。凡若忏悔怀惭愧者，罪呢则除灭，清净如本。就你只要是这个有忏悔怀惭愧那个罪就可以除灭。大王父有两种，一则象麻种种畜生，二则金银种种珍宝。象麻虽多呢，不敌一株。大王众生欲耳，一则恶护二则善护，多做知恶不善。曾闻佛说，修一善心破百种恶。只要修一个善心百种恶呢都破除掉。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那个金刚可以破坏须弥山，那么高大的山呢，那个很少金刚就可以做到。亦如少佛能烧一切，一点点火会当烧一大片。如少毒药能害众生，毒药一点就会当害死人。那么少善欲耳能破大恶，一点善呢也是这样，可以破除大的恶。虽名少善其实是大，何以故破大恶故。大王如佛所说，护常则漏，不护常则无有漏。发怒悔过是故不漏。做了以后呢，就不掩盖，都讲出来。若做呢这个重罪不护不常，以不护故呢，罪则为薄；若怀惭愧呢，罪则消灭。大王如水滴虽微，见盈大器。善心一耳，一的善心呢，能破大恶。若护罪者罪则增长；发怒惭愧罪则消灭。是过之佛说有智者不护常罪，不把那个不好的掩盖。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唯愿大王莫怀仇怖。若有众生造作之罪护常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业报，不能知取有志之人，不尽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医乃至三病所不能治。更较高医生就无法度。因何罪人为一忏提？一忏提者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知佛所说教戒，如是之人名一忏提。我世真所不能治，何以故？如是的死尸也不能治。世间的身体医生无法度治疗啦。一忏提者亦复如是。大王，今何非一忏提？允何而言不可救疗？乃讲无法度治疗。大王当知，迦毗罗城，这个净饭的王子，字悉达多，无师觉悟自然而得，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32相80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实力是无所谓。一切知见大慈大悲，怜悯一切如罗侯罗罗侯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啦。那怜悯一切就好像他的儿子一样随善这个众生如祖母好像那个小牛追逐母亲这个知时而说非时不语时以静语妙语，喻于华语，喻于能令众生永离烦恼，善度众生知根心性随以方便，无不通达。其次高大如须弥山深邃广远，犹如大海。是佛是真有金刚智，能破众生一切的罪恶今则弃持12有许，在居士那城婆罗双世间，而为无量阿僧祇等之菩萨身演种种法，若有肉大王若当于佛所闻无作无受有所重罪即当消灭。王今且听四体还音，命将狱中有5相现：一则衣裳垢腻，二则头上花微，三则身体臭秽，四则腋下汗出，五则不露本座。十天地事，或于净处若见沙门、若婆罗门，即至其手，生于佛想。尔时沙门及婆罗门见地势来深自庆幸，即说是于天王，我今皈依于汝是闻是语乃至非佛复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自我五吞没相时亦成名波奢斯与地势言是讲。有佛是真自释迦牟尼今则在王者大臣，若能往彼知彼未闻，衰末之相必得除灭若佛是真审能灭者便可回家，自其住处这个欲乘奉命即回车乘，到王舍城七突厥山，是以佛手头面礼足，却奏一面白佛言：是真天人中，谁为系福？这个佛就回答：恰是讲悭贪嫉妒那又问悭贪嫉妒因何而生佛就回答：因无明生然后又问无明复因何生佛回答：因妄意生那又问妄意因何而生就回答：因为颠倒生颠倒呢复因何生因为疑心生所以我们把这边把它这个转过来，怀疑就会产生颠倒，颠倒就会产生幻意，幻意就会产生无明，无明呢就会产生悭贪嫉妒所以都从疑由怀疑而来。那我们剩下20分钟了，给各位除以消除所有怀疑。各位想不想除各位学姐，来现场有问题的，还有首先发问。对呀首先发问，举手就可以问了。有疑必问。我前提有问题好。那是同修问我这个或者不知道，所以在请教学长知道。那老五大典看过那老五大典的意义是什么？那1年6节有春夏秋冬4次的大典。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是追视到我们的根本因为我们众生落入现象，很容易被现象迷惑，然后就迷失本来所以借着世纪大典，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本体回来
哦，所以啊，那个呢就是要返回啊，哦，我们的根本，哦，所以用呢这个四季，哦，来呢做这个大典，不像说哦我们那个生日啊或是成道日啊只有一天，哦，那用四季大典呢，哦，那个意义啊又不一样，哦，都是在哦那个月圆的时候啊。哦，夜哦最团圆的时候，就在我们人世上最圆满的时候，然后我们追到我们的根本，哦，回到我们的根本。谢谢刘老师。那这边有今天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若在做万年放下的时候找不到不痛的活性的解，就不能做耳根连通的，对吗？哦，这个因为哦。我们这边一直啊都重点放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那或许的意思就要先了解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轮廓，先要知道啊，因为我们这边环境啊很静，要教导各位做耳根圆通很不容易呀。所以就教各位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各位一定要做到很实际，不要你中间有听到什么，有见到什么，你就被拉走了。那个都是缘呐，那个要放下。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都不要管它，都要放下，全部放下。因为我们所遭遇的全部都是妄，都不真啊，因为它变化，因为它无常变化，都一直在这个呈现不同的现象，所以我们把所有不同的现象全部都去掉，然后我们全部都去掉了以后叫做忘记，忘所有生灭的忘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忘尽的时候真闲，那个一念不生啊，就是真啊，那个真啊叫见，所以各位要了解到，这个忘尽的时候那个一念不生啊，那个就是不痛的，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你袂使讲，这一念不生都会痛，一念不生会痛袂？会不会？不会一念不生不会痛所以你要了解万年放下，真的放到什么都没有，那个要一段时间呐，不是说我今天做，今天马上就真的到达万年的放下。1万呢，你若放个1000就足多啊，对不？何况佮放100年啊，你才100年放下而已啊，1000都还不够嘞，要到1万呢，万年都放下。全部真的都放下，你做一段时间看看，绝对给你感受同，你会有很大的震撼。我的佛性出来啊，你就真的会自己感受到，你体会到你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你做的都不够功夫啊，做个1、2、3下都要讲想讲佛性出来，无要紧啦。所以一定这个水到渠成，你水都还没到啊，水想要安尼形成一个水库，即马拢欠水嘛看有法度水库底水无？都拢无水，雨都拢唔落啊，哪有法度底水？了解意思吗？做的功夫都不够了，所以你一定要从万年放下再努力。你若有缘，不管是长时间、短时间，你都可以做，万年都放下。不能有一个念头万年都放下，万年都放下，一直放到你会恍然大悟我佛性找到，这样才正确啦。那个佛性找到就是一念不生。你若讲安尼唔对，你又住相了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一定得要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做，真做万年都放下。你放到真的都全部放下，一定有感受
那感受的时候啊，那个体会啊，你会把这么亲切的呈现就在我的眼前，真的就这样，那个才叫真的你已经认识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人口，然后你已经把佛性本体你摸到了以后，再做耳根圆通了。因为或者都讲因为我们这边不容易教啦，所以我或许有耳根圆通就很少在这边说。可是啊只要你在家里一定呢有住家一定有车声，有什么声冷气声也好那个多巴声也好，什么声都很多啦。你借着声音，然后来修耳根圆通，把我们那个体悟的佛性啊，把它延伸到整个空间因为我们第一个都听是耳朵的功能啊，那个没有作用。第二个闻，我们听到加入心意识啊，那个叫闻。我不要用你用闻就变进入妄那个咧妄咧放袂离啊，那个进入妄不可以，要用第三个闻性。那闻性啊就是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截断所以你听到什么能听到？那个听到那个就是闻性啦然后你在家里听声音听到声音的地方啊，你的佛性就在那个地方你就暂时把佛性拉到声音的地方，该大咧大在声音遐声会变化，伊的母语我无在挖课，但是你知影你已经甲伊扭去伫遐，伊袂随走啦，抑搁伫遐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不用耳根的偷根，不用声音的偷尘离偷根偷尘离身离境，或许就在讲那个啦，那个就是整个佛性本体呈现已经都在整个虚空真空妙有里面那个是我们吃布的功夫啦你从头安尼做你做习惯的时阵这个声音没有了，久了你又会没有依赖了，你可以再找新的声音，新的声音看看哪边有，你就往那个新的声音一样这样做习惯一阵子以后，全部没有声音，谁听到没有声音啊？佛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用你的闻性来闻静悄悄，不用借声音了啦，有声音没声音已经都没有关系，你可以用你的闻性来闻动，有声音闻静没有声音你都可以整个空间全部都是了所以整个都是你的佛性已经出来跟虚空融合了，然后我们生活就已经把佛性启发到跟虚空融合，那我们的身体还给天地可以了，已经跟我们佛性没关系了。所以要知道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身体它现在佛性是不生不灭，身体是生灭现在两个合在一起，然后佛性没有形象，现在变有，身体没有知觉，现在变有变成一半一半所以我们要借着现象的假来修佛性的真佛性的真你修出来了已经跟虚空可以融合，真空妙有，这个时候身体可以还给天地你已经跟虚空融合了，可以回归本位，所以或许一直鼓励我们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当你佛性的本体还没有呈现的时候，你不要做耳圆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是用妄心在做，不是用你的佛性在做了你知道不？用妄心做不可以那个妄心是生灭用妄心来做不生不灭的果位，佛那个果位是不生不灭，那不会成所以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来修不生不灭佛的果位，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一定要先看看我们对佛性的整个轮廓
已经领悟没？领悟你做跟圆通，你还没有的话，你就努力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定可以让你整个就是这样体会出来。很高兴的。记住，对吗？陈老师。听不清楚啊。是真人静坐。真人静坐，对啦。哎呀，因为身体是假人呐，我们佛性呐，不生不灭啊，就是真人。真人静坐啦，真人静坐一念都不生啦，就可以整个都呈现。还有吗？再来的问题是5867口音转中的妙观察术，是不是用根不用事，用本性观察世间的一切事物，这是起头对吗？这个问的人他的心意识太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5867口音转啊，那个5就是眼耳鼻舌身5，8呢就是阿赖耶识，然后6就是意识，7呢是末那识，也就是潜意识啦。所以那个58是果，6、7是因。果因转，我们呢转要从因才转得动从果转不动的。像我们要买车票啊，我们在家里是因地呀，然后到车站去买车票，那个是果地。你说在家里要买车票，你买不到，所以一定要从家里出发到车站去，然后才买得到车票。因出发到果。所以6、7就是因啦，58就是果，要从6、7下手，我们修呢从6、7下手，第6个呢就是意，第7个就是意根，末那识呢潜意识就是意根啦，我们从意识入手，那意识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6识都是叫识。那个都是我们的意识所以我们这个意识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跟意识它的差别很微细啦。你用意识加入你的自私，你用妙观察智加入你的智慧，加入佛性本身的智慧所以不同。我们了解说，我们用习惯我们根尘相对，就是进入我们自己内心的喜欢讨厌，已经进入意识，不进入我们的那个佛性不进入意识里面所以我们就喜欢讨厌，就取舍，有取舍我们就造业就受苦，这个变成固定的一个道理。我们习惯性都这样生活，所以就变得很习惯。然后我们呢就不要用第6的意识，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六祖就讲你用妙观察智见非功，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非功就是非有为功用。那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你只要是根尘相对，然后你用妙观察智，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佛性了。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那个第6意识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然后妙观察智的时候因为已经见到我们的根眼根跟外面的那个色尘已经根尘相对。那相对的时候根是佛性生，尘是佛性生，已经见到我们无为的佛性见到本性，不是见到我们自私自利一不一样？整个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把那个第6意识我们不要用，我们用
妙观察智，你就已经见到你的佛性。不管是你的眼根，不管是色尘，都是我们的佛性所生发。佛性所生发的东西你看到所以那个时候的角度都不是站在我们的我们的情绪里面，而是站在真理里面。你从真理的角度来看，那个呢叫妙观察智，已经呢看到佛性了。这样知道吗？然后我们这个意做了以后换第7个那个第7的莫那识。莫那识呢叫做潜意识，我们潜在的就是意根咱哪呢做眉头咧想迄拢咧用第7啦莫那识。我想看卖，迄较深嘛啦，无像第6意识遐浅。你用第7意识的话，把它变成平等性质，因为我们很容易一看以后迄高高低低迄有钱，迄无钱，迄有社会地位，迄拢无人要插伊，我们那个阶级就出来了。你要了解佛就讲，我们呈现在凡尘都是果报，你富有显现的果报。你都什么没有显现的果报不一样果报不一样佛性都一样所以我们把那个第7莫那识变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心无病，心就没有病了啦。不管有钱没钱，大家佛性都一样，有钱他福报，没有钱他恶报。报完了都回到佛性本体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做平等性质这样呢，我们那个强烈的分别心就淡薄了，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所以我们要了解，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然后我们把第6、第7转了以后，我们用第6的妙观察智，第7的平等性质转过来指挥我们眼耳鼻舌身5个，成手作智，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成手做成手作智同缘境你跟佛性一样的那第8的阿赖耶识缘境智一样所以我命令你妙观察智平等性质来指挥成手作智然后最后一个那个第8个阿赖耶识我们就把它转成大圆净智性清净，就已经回到性净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8识转成4智就是我们修道要努力的方向不能用心意识那个心意识我们要了解它都是无常变化这个是六祖讲的它有根据根据怎么样来做它都有他说我们意识我们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可以看到佛性本体，然后用平等性质可以恢复到所有人的根本平等然后用这个成手作智可以完成我们不造业的过程。然后最后一个那个阿赖耶识就可以到达我们大圆净智性清净，已经恢复到我们本来佛性本体了。下课，各位德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贤贤给佛学求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68。左边中间以产生颠倒，颠倒产生翻译，翻译产生无明，
无明产生慳贪嫉妒，所以我们在凡尘啊，这个有疑啊必问，要把疑消失啊，不要疑，一疑了我们就想法呢乱想，颠倒了，颠倒以后啊就放逸，就把全部精神都往外放，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已经产生无明，无明了以后啊，慳贪嫉妒，所以六道人和就免不了。这个是真颠倒之法，因疑生则，实如佛教，实在呢就像佛所教导的一样，因为疑啊，然后产生颠倒，所以故我有疑心啊，疑心故啊，则生颠倒。我们有怀疑的话呢，就已经呢跟现实不一样了。那么疑非是真呢，生是真想。这个不是这个是现在凡尘的已经觉悟者。那么我今见佛，以往即除，看到佛啊，怀疑啊，就消失了。以往此故啊，颠倒亦尽，颠倒尽故啊，无有艰辛，乃至妒心，那个嫉妒的心啊，都没有了。那么佛就讲，如言无有，迁妒心者，汝今已得阿罗汉阿那含也。阿那汉者无有贪心。若无贪心允何为命？来自我手，如阿那含，是不求命。那是真。有颠倒者，则有求命；无颠倒者呢，则不求命。然我今者实不求命。所欲求者为佛的法身，即佛的智慧。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来求。就是呢，我们命在凡尘不过100年而已，可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永远都在，不会灭，所以我们要求佛的法身，然后以及佛的智慧，就是般若妙智慧。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呢就是法身，每一个都有。只是我们有的没有去启发，没有发现而已。那么乔是讲求佛法身呢，即佛智慧，将来之事必当得之。只要我们恳求，有这个法身及佛智慧，那么将来一定会得到。那么尔时第四闻佛说语。五衰末相即时消灭，便起作礼绕佛3掌，这个呢就是一种礼貌礼节，然后恭敬合掌而拜佛言：师真，我今呢即时即生失命得命，就已经呢死过一次了，然后又重新新的生命又产生，失命呢又得命，又闻呢佛记就佛给受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更生，更为得命。师真，一切人天，人道天道允何争议？不以何言而自神解？然后佛就讲，乔是讲斗争的因缘人天呢神解，所以我们在凡尘不要争呢，不要跟斗争，一斗争呢，人天都整个损减，人道天道整个那个德都减少了。那么善修和敬则得增益，我们能够和跟敬，所以了解说在凡尘这个
无常变化呢，哦，不要呢跟人家争执，所以啊要和哦，还要尊敬哦，尊敬别人啊，就是供养佛，所以我们要呢，哦，这个普遍的哦都能够这个尊敬所有众生。哦，这样呢就可以啊增益哦，得到啊那个德性哦增加。是真若以斗争呢而损减者，哦，我从今日啊哦更不与阿修罗呢战，这个阿修罗呢都要争哦这个乔斯甲的位置哦，乔斯甲呢就是哦第四这个哦。33天的天主啊，就是乔斯甲，阿修罗一直想要得到这个位置，所以啊都跟他战斗。那么佛哦就讲善哉善哉哦，乔斯甲哦，知佛世尊呢说忍辱华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所以我们只要忍辱哦，你忍入这个法里面啊，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的因，就是成佛的因，佛因呢就是忍入法，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就要呢这个有这个认识，凡尘的那个五路到来了，我们要忍入，能够忍入的话，我们就可以啊。有成佛的那个种子已经种了。那么尔时四体还因，四体还因呢，就是乔斯甲，也就是第四33天天主，即前礼佛仪式啊还去，就已经呢回到他的地方去了。大王如来宜能啊持之二相，是故啊称佛。不可思议！王若亡者啊，所有重罪啊，必当得处。所以啊，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是奇婆呢，跟那个阿世王在讲，说假如说能够到佛的地方呢，一定呢可以除罪。那么大王且听，有婆罗门子，自曰不害，以杀无量呢，知众生故，名啊，这个殃绝某，故欲害某，恶心其实啊，身亦随动，身心动者啊，即忤逆因，忤逆因故啊，必堕呢，这个地狱。一定呢到地狱去。世人得遇啊，如来大师，这个即时得灭啊，地狱因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无上的正等正觉心，是故啊称佛为无上一，非六师也。那个六师就是印度的外道。那么大王。有须毗罗王子，其父啊称之，截其手足，推之呢贞洁，其母啊这个精明啊，使人牵出，将至佛手，即见佛时啊，手足还具，看到佛啊，他的手足被他的父王已经截断了。竟然还能够呢，又具备了，又手足都完好。那么即发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见佛故啊，得现果报，是故称佛为无上一，非六师也。那么大王，如恒河边啊，有之恶鬼，其数500。这个在恒河的旁边呐，有这个恶鬼，然后呢，那个树木呢，有500也很多，以无量岁啊，长时间，吃不见水，在恒河边竟然见不到水了，虽至河上，蠢见流火，那个水啊都变成火，
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那个果报啊很厉害哦，本来是水，我们人看的都是水，可是啊那个恶鬼看啊就变成佛哦，那饥渴啊所逼呀发生劳苦。那么尔时如来在其河侧啊这个一坛波林啊作一事相。那么使之恶鬼啊来自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饥渴啊命将不远。那么佛就说：恒河流水如何不饮？水就遐济，你足嘴干那无啉？知鬼答言：如来见水啊，我则见佛。那佛就说：恒河清流啊，实非佛也。不是佛啦，是水。因为你的恶业啊，你造的恶业故啊，心呢自己啊颠倒，看成啊，把水看成是佛，我当呢为汝啊，慈媚颠倒，我把你的颠倒啊，把它消除灭掉，令汝啊见水，让你能够看到水。那么尔时生呢，广为知鬼啊，说悭贪过，就是因为以前都很悭贪，所以现在变恶鬼。那么知鬼即言：我今呢虽闻法言啊，都不入心。我足喙呆啦，虽然你咧讲的都法真好，我拢听袂入去啦，真喙呆。那佛就说：汝若可华，可先如何啊？知意啊，饮之。你若喙干，先入去恒河内底啊，去啉遐河水，看你要啉偌济，做你啉。佛已经允许他们去喝水。那么是知鬼以佛力故啊，即得饮水。安尼有法度啉啊啦，喙干拢会当止啊，积饮水矣啊。如来复为啊种种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听就听得进去啊，如来为他们又说法。那么既闻法语啊，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听得发，得发迄个上无上的正等正觉心。那么舍恶鬼形而得天身，那个恶鬼的形象啊，就舍掉了，然后得到啊，那个天身，天就是我们六道的那个最高的天呐，天道，天道之身，天身。那么大王提婆舍婆提果擒贼500，波斯诺王啊，挑出其目，茫无前导，不能呢得往至于佛所。佛灵敏故啊，即到其前，这个未遇啊之言：善男子，善护身口，勿更呢造恶。知嘴耳时啊，闻如来音，微妙清澈啊，循环得眼。那个循就是很短时间啊，马上呢又得到眼睛了。即于佛前啊，合掌礼佛而拜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啊普护。我知道佛呢，那个慈悲的心啊，普遍的覆盖众生，非独人天，而是如来即为说法，又为这一些呢，这个擒贼啊说法。大王信说恶人啊，提婆达多放大罪相啊，欲令这个见佛，放那个把那个相啊，给他喝酒，变成罪相，然后要呢，那个相来，这个把那个佛踩死。那么相呢，既见佛，尔时啊醒悟，佛呢便伸手摩其顶上，不为说法。悉令得发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各位就可以看，连那个相啊，都可以发无上的正等正觉心，那个酒都退了，都不会醉了。大王次生见佛，犹得破坏了出生业果，况复人也。就是啊，出生看到佛，都可以破坏啊，那个春的业。他变畜生啊，就是因为在凡尘啊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了解说，以往老一辈在骂人啊，都会讲你这精神，现在比较少听到了。以前老一辈时常都会骂你这精神，那个真的要了解迄骂真重迄名骂人精神搁再出事就变精神他做精神好啊，唔好啦现在虽然宠物拢袂歹，唔过咱若去做宠物，咱嘛不爱还是要受人控制啊。我们要了解说，当人十方之佛，人道修成，当人最好，有办法呢修成佛。大王当知，若见佛者啊，所有重罪啊，必当得灭。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摩以无量无边的见属啊，至菩萨所。菩萨尔时啊，以忍辱力，幻魔恶心，令魔受华，寻发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呢，大的功德力。大王若能信成愚者，唯愿是往。说你若有法度相信这个下行讲的话，安尼就较紧来去。至如来所，到如来的地方。若不见信啊，愿呢善思之。那无爱听我的话，你呢想看卖。大王知佛世尊大悲普护啊，不限一人。那个大慈大悲啊，普遍的覆盖所有众生。不局限在一个人。正华宏广，无所不包，冤亲平等。所以我们了解啊，冤亲平等的最不容易啦。冤就是仇人，亲呢就是家属，都平等，他呢都不会分别，所以我们了解说众生呢，全部啊都是平等，都可以当佛。那么心呢无啊真爱，终不偏违，心啊没有喜欢讨厌，不会偏。一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人不得，不会说只有让一个人得，剩下人不得。大王当知，如来不但呢独为豪贵之人，发剃迦王而演说法，亦为下贱啊优婆离人。因为优婆离啊，就是呢一个理发师啊，在讲剃头的。然后以往我们有讲，剃头的时候下九流的职业啦，所以以往都不能求道，现在已经比较开放，没有说那样，比较有那个阶级的观念。那么不独偏受呢，悉达多时啊，这个悉达那个就是几孤独长者啦，几孤独长者啊。他很好布施，他一直啊都给那一些贫穷的人依靠，所以啊他后来啊非常的富有，赚钱啊很多，佛呢要他找一个场地啊，能够给佛讲经说法，然后啊他就找到那个齐头太子的花园，要求齐头太子啊把花园卖给他。齐头太子说：“你用金砖铺满我的花园，我就把它卖给你。”悉达真的回去把那个金砖铺满整个花园，所以那个几孤独园啊就这样来的。他买的用金砖铺满因为其树那树木那个金砖铺不上去了，
所以啊，那个祇树那个就祇种太子他所布施的树木，所以祇树几孤独园典故是这样哦。假如说有看那个《大藏经》呢，它就有记载，那个不是用杜撰的，是确实有那个事，这个几孤那个几孤独长者啊，那个这个布施啊，因为他释迦牟尼佛要试探他的那个布施的那个心啊坚不坚定，每一餐吃饭啊吃熟的时候啊，他就要他弟子去托钵，他都把自己要吃的也给那个那个释迦牟尼佛弟子，搁在煮好的时候佛又叫弟子去托钵，搁布施搁煮去要托钵，就没有间断，所以他宁愿2级啊，那个来托钵一定布施，这个大概我们很难做，一定来我存了我要讲，一定会留一些啊自己要吃啦。可是他呢全部都布施，就是悉达，几孤独长者。那么艺术呢贫人啊，悉达多呢所奉的饭食，不但独为舍利佛等利根说法，亦为呢顿坤的周礼盘陀伽。这个顿坤的周礼盘陀伽啊，我们就有讲过，各位还记得吗？因为他那个茄头啊，那个我们比丘的茄头就是4句句啊，生于欲业啊不作恶，莫扰世间呢知有情，正念观之意净空，不义之苦当远离。这个周礼盘陀伽啊，前2句啊背会了，后2句忘了，后2句背会了，前2句又忘了。所以后来他师兄弟啊有500个看到他来一定向后左右转，不敢面对他了，因为又被他缠上了以后啊，又没完没了。甲伊讲一个句话条，我爱操我爱操，大家拢不爱操。然后他就很怨叹啦，说我这久来要修道，那拢无人要教我，就要到那个那个树林底下想要上吊了。那佛就化身来跟他讲，说你在前一世的时候啊，你知道的法门很多，可是你都不讲给你的那些师兄弟听，牵令圣法，你拢不爱讲，暗道啦，拢不爱讲。所以现在人家不给你讲，那个是果报，之前唔敢讲，人现在唔甲你讲，安尼都好果报。你也免安尼他遐尼啊烦恼要掉头唔免啦，我教你修的方法，即马摕一支迄个迄个扫帚互伊啦，讲这叫做扫帚。伊讲有物件我会记的啦，佮摕一家本机啦，讲这倒垃圾，讲安尼我会晓。你即马唔免入去听课啦，即马会场的内底外口我拢负责你清扫，你去负责清扫就好。讲安尼我会晓，伊就足久来扫，内底外口拢扫啊足清气的啦，扫啊规工拢咧扫，无垃圾通扫啦。伊即马说咧为迄有形的垃圾扫甲无形的啦，伊即马念头来这嘛垃圾紧甲扫掉，搁一个念头来讲这嘛垃圾甲扫掉。500三兄弟伊上早领悟啦，所以各位真诶唔免惊讲咱戆才好修啦。后日啦咱就干那清垃圾就好。念头来，这垃圾扫掉；搁念头来，搁垃圾扫掉。有爱放下吧？放下对吧？万念全部都放下，忘记真显，真就显现啦。所以咱万念都放下，都没有了。到那个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一念不生就是生不灭佛性本体啦。所以咱就要了解咱只要拢把迄妄拢放乱，迄精就出来。精出来就是心佛心德，就是伊。所以我们只要肯做
咱更较戆就袂像祖里盘头切啦，对无？若像祖里盘头切嘛无要紧，扫垃圾就好。会记你讲念头就是垃圾啦，扫掉，搁念头来，搁垃圾扫掉，安尼你是大灵很快的。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周礼盘头切佛也为他讲。那不但呢独听呢大家是等这个无贪之性出家求道，亦听呢大贪难陀出家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难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啦。伊上该贪那个女色他最贪啦女色所以那个佛也一直教导啦，家己的小弟爱教，不过家己的小弟上歹教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大迦叶他是修那个苦恨苦行啦，伊修苦行所以伊对法足重视难陀呢伊都无咧重视修道啦重视咧凡世间男女之间的情爱。那么不但呢独听呢烦恼薄者优柔贫柔迦叶等出家求道这个烦恼呢很少，他们的烦恼很少一听烦恼生祸造重罪者波斯诺王帝优陀也出家求道不以呢收藏恭敬供养那个根称香父子会当互咱做油拔起这个嗔根这个殃绝摩罗恶心欲害舍而不救所以我们了解说佛的心慈悲无量不但独为呢有志的男子而演说法，亦为给予判合或者女人说法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呢他不会分别心啦你地位高地位低呢伊拢要甲你度互你成佛。不但呢独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那个四道呢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四道国，亦令在家呢得三道国只有那个在家只有那个阿罗汉呢那个第四个没有。不但呢独为入禅定者离波多等亦为上子乱心婆罗门女不是杂说所以他呢都是平等不管高的低的智慧的语痴的全部都说。不但独为举之弟子自己的弟子，亦为外道尼前子说。不但独为呢盛壮之年25者亦为衰老80者说那个壮盛年25岁上用若80岁就老啦无力拢为因讲拢为因功德。不但独为根熟之人，亦为善根为熟者说那个善根成熟该讲善根还没成熟也说一样讲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善根我们一定要培养行善，然后不记在呢我们心里面然后让那个善能够生根，善生根了以后善根会成熟，那善根成熟就有善知识引导，那善知识引导我们就有路可以走，有法可以修。那我们要了解修道没有法修道以心法最重要了你没有心法你就没有办法修，没有办法修呢当然就没有办法成要成道成佛就不可能了所以一定要先自己种善让善能够生根，让善根成熟，善根成熟我们就可以进入了。那么假使断金呢为人车马载宝其事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呢
花心向佛，所以啊，很多的那一种这个金银财宝来布施，还不如有人呢，花心呢要向佛，比那个财宝布施啊，要来得好，所以啊，花心向佛，几足一步，就是要几足一步向佛了，要向呢佛道，假使复以啊，这个相居百胜，在大秦国种种珍宝及其女人，身佩璎珞，素衣满白，只用布施，犹故不如花心向佛，几足一步。所以我们花心向佛，只要实际的那个实践，几足一步，这样就胜过于啊。那个财宝无量，那么复制事，把这些事啊都放下来，落使大王供养恭敬啊，恒河沙等无量众生，不如一往波罗双世啊，到如来所诚心听法。说呢，我们恭敬供养这非常多的众生，众生呢都受我们供养。那不如呢，我们到呢，那个娑罗双世，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涅槃的地方，叫波罗双世，到呢那个如来所诚心来听法。那么尔时，大王答七婆言，如来是真呢，性啊已调柔，故得调柔以为见属，说如来是真的性啊。已经调很柔和，所以呢，得到啊，调得很柔和的人啊，以为见属，如旃檀林，吹旃檀而为围绕，那个旃檀就是呢，我们的檀香啦，这边的那个旃檀啊，它是特殊啦，它呢一株这个可以香，点燃一株啊，可以香40里。那40里的人闻到檀香病都好了，没有病。那20树枝1两，24株呢1两，所以1两的24分1啦，就会当点呢40里拢闻得香。所以那个香北去泸州才有啦，咱南赡部洲无。南赡部洲的善不够，所以种不出那么香的旃檀，那么纯以旃檀而为围绕，那么如来清净啊，所有的见属亦复清净，犹如大龙，纯以诸龙呢而为见属，那个龙都是呢诸龙当见属，如来极净呢，所有见属啊亦复极净，如来无贪，所有见属啊亦复无贪。佛无烦恼，所有见属啊亦无烦恼，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呢就是佛啦，所以也是佛的见属，所有的这一些呢，我们都有，我们也都无贪，也都没有烦恼，也都极净，也都清净，我们都有。那么五经记事啊，那个波斯诺王一共。极恶之人呐，恶业啊，残果，其身呢臭秽，细属地狱啊，云何当至呢？至如来所，这样啊，规身躯这样臭，拢伫个地狱啊，已经拢白个地狱，为什么可以到呢如来所住的地方呢？五色王者啊，恐不顾念，我若要去一看都不爱给他看啦，接续言说啊，卿虽怯辱，令往佛所，然吾今日啊，身世啊，悲悼，多无气心，自己啊很自卑。尔时虚空寻思呢，生言：无上佛法，将欲呢衰田，就是要耗尽了。这个将欲衰田甚深，华河呢，遗迹呢，这个愈合啊，就是干
这个干绝了。大法明灯啊，将灭不久，就是不久将灭啦，因为有时候都把它这个倒装，比较在文言来说比较好听，将灭不久啊，就是呢，不久将灭。那么华山呢，易颓，这个呢最坏，法船呢，易沉，法桥易坏，法殿啊，易崩。法船易倒，法事呢易折，善友易去呀。我们的最善良的朋友，他要去了，大怖啊，很大的恐怖啊，即将到来，法恶众生啊，将至不久，所以不久将至啊，法恶众生，烦恼疫病啊，将欲流血。这个大家众生都会烦恼，佛不在了，大案将至啊，可法实道，魔王呢，心切啊，解释假作，佛入将没啊，大涅盘山，那个魔王他很高兴啊，伊唔免去战斗啊，安尼以后拢无惊无孙啦，大家所有众生呢，都当呢魔王的部下。大王佛若去世啊，王之众恶啊，更无智者。大王如今已造啊，阿鼻地狱，极重之业，以是业言，必受不疑。大王阿则言无啊，鼻则名奸无间，奸无战乐啊，就是无间地狱啊。那个中间啊，一点点快乐都没有，故言无间。大王假设一人独斗啊失意，斗乐呢那个无间地狱啊，其身长大8万由旬，这个1由旬有30里，遍满其中啊，间无空处，其身周匝呢。受种种苦，设有多人呢，身意遍满，不相妨碍。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无间地狱啊，就是啊非常苦。大王寒地狱中呢，赞誉乐风，以之为乐；乐地狱中呢，赞誉啊寒风，亦以为乐。有地狱中色命中矣啊。肉闻佛身，即便呢还活，阿鼻地狱啊都无此事。阿鼻地狱啊都一直在受苦啦，没有这些间断。大王阿鼻地狱啊，四方有门，一门外啊各有蒙佛，东西南北交过通彻，就是啊那个蒙佛透过了东西南北。8万由旬，周匝铁墙，铁网密护啊，其地一铁，上佛侧下，下佛呢侧上，大王肉鱼在熬啊，枝高交蓝，敢若是啊，伫迄个鼎的内底咧煎啦，拢无法度离开啦。失踪的罪人亦复如是，作一逆罪啊。则变呢巨兽，2逆2倍，肉造5逆啊，对义5倍。大王，我今定知啊，王之恶业啊，必不得免。唯愿大王是往佛陀，持佛是真呢，亦无能救。除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外，剩下都没有人可以救你。我今名汝啊，故乡呢劝导。因为啊可怜这个大王，所以才劝你到佛的地方去。尔时大王闻是语啊，心怀不惧，己身呢站立，五体呢调动，如芭蕉似啊。仰而问曰：天为是谁？不见色相，但有声。这个上天呢对他讲话了。没有看到形象，只有声音。这个上天就回答：大王无是理护啊！频婆娑罗，
我是你的老爸啦，哦，今当哦，如今当随啊，七婆所说，哦，莫随邪见，哦，六尘之也。那么十王闻已呀，哦，闷觉，哦，闭地，哦，闭啊，就是两脚前会了，哦，已经不能行走，哦，这个身昌气呢，臭秽不前，哦，所以能药啊，突而治之呢，哦，昌增独乐啊，但增哦无损，哦，愈严重无较好，哦。那么尔时世尊哦，在双世间哦，见24呢哦，闷觉闭地，即告大众：我今当为世王自述，自无量劫不涅盘。哦，迄佛就讲我即马为着哦，这个24呢哦，要带入世间，一直到哦无量劫哦，拢无爱进入去涅盘。那么迦叶白佛言：世尊，如来当为无量的众生不涅盘，何故呢？独为24王？哦，那佛就讲：善男子，是大众中无有一人哦，未有必定啊，入于涅盘。24王呢？哦，定为我当呢？哦，毕竟有昧哦，是故啊，闷觉自投于地哦。就是讲在现场大众内底啊，无一个讲哦，我必定呢哦入涅盘，哦就是没有一个啊说我呢必定啊哦进入啊哦这个涅盘，哦就是已经呢哦这个已经圆融，哦已经呢哦这个人都不在了，哦大家都知道呢那个纸上。哦，这个已经回归到它的本位，要再出现呢，随时都可以。哦，大家都知道这个状态。只有呢24呢，哦，他说佛位进入啊，哦，涅盘永远都不见了。善男子，如我所言，为24啊，不如哦涅盘，如是密语啊，如未能解。哦，这一种秘密的义理呀。哦，你无法度了解，所以大部分啊，佛在讲的时候，哦，最能够了解佛的意思啊，就是啊，文思，哦，文思智慧第一啦，哦，都知道佛的意思。何以故？哦，我言为者啊，一切凡夫，24者啊，哦，普及一切啊，造五逆者，哦，所以呢，为24呢。哦，普及一切的哦，那个造重罪的人，哦，又复为者啊，即是一切啊有为众生，我终不为啊无为众生而住于世，哦，那个无为啊，就是佛性的，那佛就不用呢为这个无为众生呢自在凡尘，哦，这个何以故？无为者啊，非众生也。哦，这个无为就不是众生，无为就是佛性本体。哦，24者啊，即是具足哦烦恼等者，跟烦恼平等啦。哦，烦恼就是24就是烦恼。又复为者啊，哦，即是不见呢佛性的众生。哦，那个为啊，就是他呢没有看到佛性，哦，不见佛性的众生。若见佛性呢？我终不为久住于世，哦，这个已经看到佛性呢，佛就不用了，哦，就再自在凡尘，哦，何以故？见佛性者啊，非众生呢。所以啊，我们看到佛性呢，就不是众生啦，就是佛了，已经是哦知佛。各位看到佛性没？哦，所以见佛性就不是众生的。哦，24者啊。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哦，所以啊，发菩提心者啊，就已经啊，哦，有成佛的资格。又复为者啊，即是哦阿难迦叶哦二众，24者啊，哦，即是24王公哦后妃后哦及王舍城一切的妇女。又复为者啊，哦，名为佛性，
言阿舍者啊，名为不生；是者啊，名怨。以不生佛性啊，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呢，故啊不见佛性；以不生烦恼故啊，则见佛性；以见佛性故啊，则得安住大阿涅盘。是名不生。是故名为为阿舍世。善男子，阿舍世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盘。是名是法。为者名不污，以是八法所不污故，无量无边阿僧体劫不入涅盘。是故我言为阿舍世呢，无量亿劫不入涅盘。这个是啊，我们这个凡尘八法，各位知道凡尘八法吗？生老病死。然后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为自胜，八法，知道吗？因为想过头久啦，想过头老才拢袂记了，小复习的。善男子，如来密语啊，不可思议；佛法众生呢，不可思议；菩萨呢，亦不可思议。大涅盘经啊，亦不可思议。所谓如来密语，秘密的语言，所以我们了解啊，佛法众生，佛法身，我们本身呢，都具备。佛就是我们佛性，法就是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行为，所以佛法生在我们身上。那么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舍世啊，入业爱三昧，入三昧已啊，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昌呢即欲啊，欲增除灭，有够好用啦，好不好用？很好用咱若咧破病哎呦，拜托的佛你嘛少少的。夜光三昧就好啦，小照啊就好啊，病就好啊，那么王觉昌裕啊，身体清凉，以七婆言，沉稳人说，觉将欲尽啊，三业并现。当尔之时啊，一切众生呢，患苦须辞，时既未至啊，此光何来？照触五身。苍苦慈欲啊，生得安乐。那个业爱三昧啦，业爱那个三昧就是正定。七婆答言，此非洁净啊，三业并照，亦非火炉星宿啊，药草宝之天光。王又问言，此光若非三业并照，宝之明者啊，谁为？谁是为是水光？大王当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无根呢，无有边际，非热啊，非冷，非常非昧，非色呢，非无色，非相啊，非无相，非青非黄，非赤非白，欲度众生，故时可见。有相可说，有根有边，有热有冷，青黄赤白。大王，是光虽尔，实不可说，不可睹见，乃至无有青黄赤白。那么王言七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缘放施光明？七婆答言：今是瑞相啊，将为大王。以王先言啊，是无良医疗治身心，故放此光呢，先治王身，然后啊即心。王言七婆，如来世尊亦见念也。就是咧问讲，安尼迄个如来世尊伊敢有哪甲我看念，我哪有咧念我？那七婆就答言。说譬如一人啊，而有妻子，
是妻子中呢，一直异病啊，父母之心啊，非不平等，男女病子啊，心则偏多。讲咧一个人生7个囝，7个囝内底一个破病啦。即马父母的心伊毋是讲无平等啦，但是对迄个破病囝特别照顾较济啦。这正常的啊。你好好就好啊，破病就爱顾。大王如来语耳：愚之众生呢，非不平等，男女罪者啊，心则偏重。一放逸者啊，则生慈念；不放逸者呢，心则放神。讲迄安尼拢规个心拢放出去外口佚佗的，迄就较注意啦。伊若拢会晓的心拢顾条条的，伊就拢唔免看心啊。何等名为不放逸者？谓六住菩萨。就已经呢这个在菩萨的境地啊，已经六住。那么大王知佛是真，愚之众生啊，不关种姓，老少中年，贫富时节，日夜兴修，工巧下贱啊，同仆卑死，为观众生呢，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呢，则便慈念。大王当知，如是瑞相啊，即是如来入业爱三昧啊所放的光明。就是进入业爱的正殿啊，所放出来的光明。那么王即问言：何等名为业爱三昧？耆婆就回答：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波罗花开phủ鲜明。业爱三昧呢，又如是，能令众生呢善心开phủ。是故名为业爱三昧。那个优波罗花，那个呢3000年才会开花，很难开花。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呢行路之人呢心生欢喜。业爱三昧呢，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盘道者心生欢喜。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11路至15路，形色光明，渐渐增长。业爱三昧呢，亦复如是。令出花心呢，知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般涅盘。是故复名业爱三昧。大王，譬如月光，从16路呢至30路，形色光明渐渐神简。业爱三昧呢，亦复如是。光手照处所有烦恼能令渐减。大王，譬如盛夏，炎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欲热即除。业爱三昧呢，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呢除恼，除贪恼热。我们贪呢，就会热恼，就会让我们难过。大王，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所爱乐。业爱三昧呢，亦复如是，知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乐。王与耆婆，佛闻如来不与二人，同指奏其言论，语言谈论，犹如大海不是呢死尸。这个大海很奇怪我们人死了那个尸体大海不让你住都会把你一去海去一直给你撒到位的海边去不让你住在海中，除非你被大鱼吃掉了，不然你那个尸体大海绝对不让你住。海无你大，迄尸体迄大海无爱有尸体大。如鸳鸯鸟不至清澈，鸳鸯鸟呢不至在厕所。尸体还阴不易鬼住。
这个鸠赤裸鸟不栖孤室，室已经不活了，那个鸠赤裸鸟不栖停在上面。如来语我当允何而得往见摄其见者我身将不陷入地也。我若去见，我身躯就走去地下去我观如来临近对象狮子虎狼蒙佛觉验终不近矣众恶之人。是故我今复成是矣当有何心往见如来。他还是一直不敢去见这个如来。奇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私欲清廉饥则求食，不则求救病求良医热求阴凉，寒则求火。王今求佛亦应如是。我们嘴大的人较紧有的清泉随啉随止水大巴肚枵紧的找物件食若恐怖的紧的有人讲挖去破病的紧的找良医中医若热真热这阴凉的所在寒的赶紧的看有火堆无那王今求佛亦应如是得爱安尼。大王如来尚未一忏提等演说法要，何况大王非忏提，何当不蒙慈悲救济？这个奇婆一直甲鼓励啦，讲去我绝对袂拒绝。那么王言奇婆，我习曾闻一忏提者，不信不闻，不能观察，不得义理，何故如来而为说法？奇婆他就回答说：必有人身欲重病，那么世人夜梦生一殿自殿服这个酥油汁以及这个涂身这个恶灰石灰攀上枯室，或以密佛游行坐卧这个沉水莫泥这个堕坠楼殿，高山四下，象马牛羊身着金黄赤耶色衣，喜笑歌舞后见鸟兽狐狸之食此法堕落肉形整国恶愤恚中，不以王者行住这个起咒，悉手食弹，毒蛇满路而从中过或复梦里披华女人，共相抱持多罗事业以为衣服成坏驴驹，正南而有。世人梦里心生愁恼就是梦已经醒过来了心中很忧愁，很懊恼，以愁恼故生病欲增，以病增故这个诸家亲属前时请医，所可前时形体这个切短根不具足，头蒙尘土，着必坏衣再故坏居于彼医言四级上居较紧上车，耳时良医极致思维，今见事实相貌不及，当知病者难可疗治。复咒是念，虽死不及复当战日，可为治部。若4路、6路、8路、12路、14路如是路者病亦难治。复咒是念，路虽不及复当战心，唯可治部。若是火星、癸星、卯星、阎罗王星失心满心，如是星时病亦难治。这要去人看病都要知影真济。复咒是念星虽不及
复当官时。若是秋时、冬时啊，即入时、夜半时啊，夜入时，当知是病啊，亦难可治。夫咒是念，如是众相，殊不及，或定不定，当观病人。若有福德啊，皆可疗治；若无福德呢，虽几何益啊？思维是以啊，循理计时啊，再入啊护念。若彼病者啊，有长寿相，则可疗治；短寿相者啊，则不可治。举以前路啊，见二小儿，相牵斗争，周头拔华，瓦石刀子，共相摇打，见人持火，自然舔媚，或见有人走法四目。或复见人呢，手一皮革，随路而行；或见道路啊有遗漏物；或见有人呢持空气；或见沙门独行无履；或见虎狼、鸟、鸠、野狐，见之是以啊，复咒是念。手遣使人啊，乃至道路所见之相啊，悉皆不详。当知病者啊，定难疗治。所以啊，你看这个过程还蛮多的。复咒是念，我若不亡，则非良医啊。如其亡者啊，不可救疗。故更念言，如是众相啊，虽不详，且当呢舍治。把这拢坑的啦。往之病熟，思维是以啊，复以前日。闻呢这个如是生。所谓啊，亡师史上奔坏，奔破呢，坏则剥脱，坠落焚烧，不来，不可疗治，不能拔济。复南方有飞鸟身，所谓鸟鸠，舍利鸟身，若狗若死啊，野狐，吃兔，闻是生矣啊，复咒是念，当知病者啊，难可疗治。那么尔时即日啊，病人得舍宅，见彼啊病人素寒素热，连眉寒、怕寒、怕热，骨节疼痛，目赤流泪啊，这个耳声呢吻外，耳聋结痛，舌上破裂啊，其色正黑，头不自胜，体孤啊无汗，大小便利啊永隔不通，身主肥大，喉齿异常，这个语声不均，或粗或细啊，集体斑驳，异色呢青黄，其腹呢胀满，语言不了，这破病了有够重啊！意见啊是以问占病者，病者走来，意志允和。大言大师，其人本来净信三宝，即以知天。今则变异啊，净信啊，这个情习，拢无去啦。这个本喜会师啊，今则谦令。本性呢少食，今则过多。本来拢食一点嘛，今嘛食足济啦。本性和善，今则呢避恶。本性的孝慈啊，恭敬父母，今于父母啊无恭敬心，拢变款啊，这死啊！依闻是以啊，极前秀之，这个优波罗香啊，沉水杂香，必加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巴香，郁金香、旃檀香、修肉臭，这个扁桃酒臭、烧筋骨臭、遗臭灰臭，之香臭矣啊！极前畜生，绝生细卵，犹如生命，这个绝背啊，说花，或坚如石，或冷如冰，或热如火，或涩如沙，耳时凉意啊，见如是等种种相矣啊！
定病者啊，必死无疑；然不定言，世人当死。与瞻病者，五金的祭物啊，应当来。我即马足无闲的啦，明仔载再过来。那么随其所需呀，知以物遮，伊若爱食啥就创啥好食，唔免甲伊动啦，要死啊！即便还家，明入食道呢，复以食者，我是胃气呀，兼为何药？我代志也未办好咧啦，嘛也未夹药啊，你先等去。那么治则当知啊，如是病者啊，必死不已。一定会死。大王是真义耳，于一颤敌背啊，善知根性而为说法。何以故？若不为说啊，一切凡夫呢，当言如来，无大慈悲。有慈悲者啊，明一切智；若无慈悲呢，因何说言啊？一切自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事无所谓啊，这个佛啊，就是一切事无所谓。各位先生，这个讲不得的，一切事无所谓啊，就是不管你问什么，不管你讲什么，他都有办法回答，他都知道答案，才可以说啊，我是一切事者。你若甲伊问讲我伫咧9万年前出世伫倒位啊？活几岁，生几个囡仔，几岁死，伊拢甲你讲。你甲问讲，我伫咧8万年后我出世伫倒位啊？然后活几岁，他也一样跟你说，厉不厉害？所以你要跟人讲我是一切智者，你就要想办法伊背事情伫倒位啊？你也会知影伊活到几岁？生几个囡仔？你要全部知道才可以。所以我是一切智者，或者一看哇不得了，无所不知啦，无所不知才可以讲我是一切智者。你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这一句话就不要讲，讲不得啦。莫讲迄个9万年前，9出世前都唔知莫讲9世前啦，咱前世就好啦，莫讲前世啦，这世就好啦。这世时阵啊，咱这世是啥款，咱嘛唔知。许多人嘛袂记啊，对吧？你问过了，我甲你讲，你看厉不厉害？真的就是厉害。那个无所不知啦。真的无所不知，然后我们要到无所不知啊，你就要先万念放下，放下放下再放下，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进入一念不生。那个一念不生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就是成佛就是他，成道成佛啊就是他，所以一定要认识，认识了以后啊，我们就不白来这一生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切智者啊，不得了是故如来为一忏敌啊而演说法。大王，如来是真呢，见之病者啊，常施法药，病者不服啊，非如来救。所以啊，这个如来是真呢，看到我们众生的病。我们众生都是心病，心上有病，然后啊就常施法药，跟我们说法，说了以后啊，病者不服，那个患病的人啊，你不吃药，那个病怎么会好？大王一忏敌背啊，忽为有二，一者呢得现在善根，二者呢得后世的善根。如来善知呢，一忏敌背。能以现在呢得善根者，则为说法；后世得者呢，亦为说法。今虽无益呀，作后世因。是故如来为一忏敌呀，演说法药。所以呢，现在虽然讲了没有用，可是啊，以后啊有用。
那么一忏提者故有两种，一则利根，二则中根。利根之人呢，于现在世啊，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呢，后世呢则得。不空说法，就是呢说了以后啊，不会说全部没用，一定有用。大王譬如净人啊，这个最多啊，这个清澈，保留啥啦？我们现在比较那个我们现在那个现代的那个卫浴设备无办法保咧洗下啦，较早拢嘛有一个板坎的你跍喺顶头啊，你若抱落去，规下骹拢湿，洗下啦年轻一辈的没看到了，年长的一辈可能还看到洗下啦，迄去了嘛，今日平样地咧，放马紧走出来。无咧用水抢的啦，没有，赶快跑。有善之事啊，见而敏之啊，循其周华，那个循就是很短时间啦，就赶快啊，为头甲扭咧，而拔出之啊，那知佛如来亦如是，见诸众生呢，堕三恶道，方便啊救济，令得出离。是故如来为一忏提呀。而演说法，也跟了一忏提呢讲，虽然他们现在没办法这个成就，可是往后一定会。那么往以其婆，若是如来审如是者，明当选择啊，良入吉星，然后呢来往，其婆呢白往，大王如来法中呢，无有选择良入吉星。所以各位浅显，咱伫咧修道内底唔免选迄个良入吉星啦，每一天都是好天，每一时辰都是好时辰，什么时阵拢对啦，什么时阵拢吉祥，大吉大利。大王如重病人啊，不择良入，时节吉凶，唯求良医啊。王今呢病重，求佛良医啊，不应选择良时好路，如旃檀佛及依然佛二句啊，烧香无有欲也。这个旃檀佛就是讲迄个檀香啦，拄到火伫咧烧，然后依然佛依然依然的草就是敢若尸体的草的啦。旃檀木甲依然木咧烧，两个拢共款咧烧啦。烧的一个正芳，一个正臭，多综合。极入凶入啊，亦复如是。若到佛所，具得灭罪啊，唯愿大王今入是往。那么尔时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当知，我今欲往佛世尊所，事办所需啊，供养之具。臣言大王所需供具啊，一切稀有。阿舍世王以其夫人呢，言驾呢车乘12000，姿状大象，其事5万。一相王各在3人，斋持欢盖，花香雉乐。种种供具啊，无不记住。导虫马骑呀，有18万。摩羯陀国所有人民，寻从王者啊，其事满足58万。尔时，即大臣所有大众满12由旬，须皆遥见啊，阿舍世王以其眷属呢，行路而来。尔时佛告呢，知大众也。一切众生呢，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力言者，无限善有。何以故？阿舍世王若不随顺呢，七婆愚者，来夜7日啊，必定命终，堕阿鼻狱。是故尽因啊，莫若善有。所以咱上接近呢，得爱接近善友。
所以善友啊，我们都一定要接近啊，他牵我们到良善的地方，所以佛就讲说这个24王啊，假如现在没有来我这里的话，来月就是下个月的7日啊，他一定命中呢就堕入阿鼻地狱啦。因为有那个奇婆，有那个善友遇到好的人，把他拉到佛的地方来。24王复以前路问呢舍婆这个提毗琉璃王乘船入海，遇佛而死。就是那个舍婆提毗呢琉璃王。就是跟他一样，也是拢占王位的啦。他乘船入海，讲伊有灾难，伊讲去海去躲避灾难。这个遇佛而死啊！这个七迦里比丘生入呢地呀，至阿鼻地狱。这个悉那差多呢，做种种恶到于佛所，重罪得灭。那么闻是与七婆言。吾今虽闻如是恶语犹未审定。这个汝来这个七婆无欲与汝同在一相，设我当入呢阿鼻地狱这个欲汝周持不令我堕。我若要落，你就甲我诱下，唔通互我落去。紧找一个好友，我若要落，紧甲我诱下，唔通我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啦。紧甲七婆叫我身边，我若要到了阿鼻，你紧甲我诱，唔通互我落去。何以故？五习成闻得道之人不入地狱。得道之人他不会进入地狱。那么尔时呢，佛告知大众言：24王呢，有疑心，我今当为呢做决定心。那么尔时会中呢，有一菩萨，名持一切佛言：世尊，如佛先说呢，一切之法皆无定相。所谓的色无定相，乃至涅槃亦无定相。如来今则允何而言？为24呢做决定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为24王做决定心。慧故，若疑心呢可破坏者，当知之法无有定相。说24王的那个疑心可破坏的话，那么当知之法都没有定相。是故我为呢24王做决定心，当知之心为无决定。做决定心的心那个心呢没有决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决定者，王之逆罪允何可坏？这个王他呢的心是决定一定。那么王他杀害他的父王，他的罪呢怎么可以破坏？以无定相其罪可坏。是故呢，我为24王做呢决定心。尔时大王即到呢娑罗双世间，至于佛所，瞻仰如来32相80种好，犹如微妙的真金之山。尔时世尊呢施8种声，告言大王，时24呢左右故事，此大众中谁为大王？我既罪逆，又无福德，如来不应呢称为大王。这个佛出8种音声呢，就咧讲大王，还讲我唔知咧叫啥。尔时如来即复唤言：24大王。那么十王闻已，心呢大欢喜，即奏誓言：如来今日故命语言，真知如来。伊家叫名，安尼无唔对一知众生呢，大悲怜悯等无差别。即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无余语，定知如来真是众生无上大师。
他的那个疑心啊，已经呢都消失了，所以佛为呢24王做决定心，就对了。那么尔时迦叶以持一切菩萨言，如来以为24王做决定心，把那心啊已经决定了。尔时24王复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以幻王四体还因，作其饮食啊，犹不逊悦，得以如来一言故命啊，生以心见。说呢，他跟幻王那个33天的天地事这做其饮食啊，犹不逊悦，都无欢喜。但是今嘛去如来安尼我叫一声这个24王这个伊安尼生以心庆啊。尔时24王即以所持的盖花具业供养，前礼佛子，右绕三匝，敬礼毕啊，切奏一面。那尔时佛告24王言：大王，今当为汝啊说正法要，汝当一心呢谛听。这个这一段的真理啊，超越凡俗啊太多。说没有程度者呢，千万不要看；而有程度者呢，一看的时候啊，需要彻底的领悟。此段和楞严经之五逆，这个五无间业啊，同深义啊。佛法对师圣究竟了义之阐扬，需要静思呢，静虑深思静虑，就是这段跟咱凡世间咧讲的，完全拢无共啦。所以先呢，写一段让我们警惕。那么凡夫呢，常当呢细心观身，有24。说我们众生呢，我们呢维系自己的心啊，来观察身体，有20种那个事，一为啊，我此身中呢，空无无漏，二无知善根本，无这个知善的根本。第三，我此生时啊未得调顺，第四呢，这个堕罪啊深坑，无次不畏，无以何方便啊，得见佛性。六允何修定呢，得见佛性。七生死常苦啊，无乐我净。八呢，八难之难啊，难得远离。这个八难啊，三恶道，北俱泸州，长寿天，盲聋喑哑，四智变聪，佛前佛后了。所以这个八难，就是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3个，北俱泸州4个，长寿天5个，盲聋喑哑6个，四智变聪7个，佛前佛后8个，八难。那么恒为愿家之所追逐。第10，无有一法能遮之有。就是我们25有，没有一法可以把这个25有，把它遮住改良依三恶趣未得解脱，就是三恶道我们都有可能进去。第12，记住种种之恶邪见，我们在这个凡尘种种呢之恶邪见都有。第13，意为造力度五逆经，就是五逆罪。第14，生死无记未得其边。第15，不作呢枝叶不得果报。第16，无有我作，他人受果。所以自作自受了，不是讲我咧做，别人咧受。不作乐因终无乐果。第18，若有造业终果终不失。第19，因无明生亦因而死。所以无明生也因为无明而死。20个，既来现在呢，常行放逸。我们呢都是这个样子。大凡夫之人呢，当以此身常作如是20种观，
做事观理呀，不乐生死，不乐生死啊，则得止观，我们就不会呢，深入凡尘。那尔时次第观心，生相、住相、昧相，定慧啊，境界亦不如是。观生住矣，观生住昧矣，知心相乃至戒相，终不作恶，无有死位啊，三恶道位。假如说我们知道啊，那个心相，以及知道啊，我们要守戒，那终呢不会再作恶，那不作恶啊，就不会怕死，然后也不会进入三恶道，若不细心呢观察如是啊，24则心则放逸啊，无恶不造。24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我从昔来呢，吃未曾观是24，故造呢众恶，则有死位，三恶道位。是真，自我遭殃，造之众恶。父王无辜呢，横加逆害，是24啊，色观不观啊，必定当堕阿鼻地狱。佛告大王，一切之法，性相啊无常，无有决定。王云何言？必定呢当堕阿鼻地狱。所以啊，佛就讲，一切之法性相，无常，都有决定。那么24呢，就向佛讲：是真，若一切法无定相者，我之杀罪，意应不定；若杀定者啊，一切之法则非不定。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诸佛是真，说一切法，悉无定相，一切法都没有固定的形象。王复能知啊，杀亦不定。是故当知杀无定相。大王，不如所言，父王无辜，横加逆害者，何则是乎？但以假名，众生无是因应非。若是是乎？色亦啊应非。若色非，色受想行识啊，何为复则？无有是处。何以故？色与非色啊，性啊无何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佛在讲道理，咱的心拖去那个不好的方向。那修道者深明此理，就能完全脱俗啊，超然物外，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但千万不能以凡情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法要，以事实而言，这种言论诸果不如研究者慎重。讲了有迄个无？佛因为讲那个会引导我们安尼开老白嘛要紧，所以或者就讲说那个是在理方面啦。佛是说真理，那我们听呢，要跟凡情先，这个两个兼顾啦，你也要顾啊，情也要顾，所以在我们凡情来讲，我们就不能按照佛那样说的去做。大王，这个凡夫众生一是色因，妄生互想。如是色因呢，亦不可爱，何以故？色啊有10种，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个色啊，有10项，这个色声香味触，男女生住昧，所以色有10种，然后色有10项。那么是10种中唯色1种，可见可持，可称可量，可牵可唬，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见，不可周持不可称量，不可牵唬色相如是，因何可杀？
肉色啊之乎，可杀可害，或罪报者，以酒应灰，肉酒灰者啊，则应无罪。所以啊，因为佛在讲详细的内容啦，我们先把纲要抓住。大王色有三种，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呢，则不可害。何以故？过去故，现在念念昧故啊，遮未来故，名之为杀。如是一色呢，或有可杀，或不可杀。有杀不杀呢，色则不定；肉色不定呢，杀呢亦不定。杀不定故啊，报亦不定。因何收言啊，定入地狱。大王，一切众生所做的罪业啊，还有两种。一则轻啊，二则重。肉心口重啊，则名为轻；身口心重呢，则名为重。大王，心念口说，身不作则啊，所得轻，报轻，所得那个报啊叫轻。大王，息怒呢，口不乐杀，但言月子，就是改业的卡骨粘条，业主。大王若这个事成，立王首，作时乃斩，犹不得罪，况王不乐，因何得罪？我得罪呢？知佛是真啊，亦应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这个频婆娑罗，曾以佛，种善根，是故呢，得居王位。知佛若不受其供养，则不为王；若不为王，汝则不得呢，为国生害。若汝杀父，当有罪责，我等知佛亦应呢有罪。若知佛是真，这个无得罪责，汝独因何而得罪也？大王，频婆娑罗，这个王有恶心，以披覆楼山，游行列路啊，周遍旷野，悉无所得，唯见一仙，五通具足，见你即生呢，嗔恚恶心，我今呢由内，所以不得，正作处人，驱逐令去呀，即次左右，而令杀之。那么其人临终呢，生呢嗔恶心，退失神通，而作是言：我实无辜啊！如以心口横加入害，我于来世啊，亦当如是呢，还以心口而害于汝。时王闻已啊，即生悔心，供养死尸啊，是王如是啊，上得亲受，不堕地狱，况王不尔，当地狱受果报也。先王自作，还自受之，允何今王而得杀罪？如王所言，父王无辜者，大王因何言吾？夫有罪者，则有罪报；无恶业者，则无罪报。汝父先王呢？若无辜罪，因何有报？频婆娑罗于现世中呢，亦得善果，即以恶果。是故先王亦复不定，以不定故啊，杀亦不定，杀不定故啊，允何而言？定入这个地狱。大王，众生狂惑，还有四种：一则贪狂，二则药狂，三则咒狂，四则本月言狂。大王，弟子中有四狂，虽都作恶啊，我终不记。世人犯戒啊，世人所作不至三句。若还得心呢，言亦亦不言犯。王本贪国，逆害父王，贪狂心作呢，因何得罪？大王，如人乃这个酒醉，逆害其母，既醒悟矣啊，心生悔恨，当知是业啊，
亦不得报。黄金贪罪啊，非本心作，若非本心啊，因何得罪？大王，譬如幻师，视取道头，幻作种种，男女相马，应肉衣服，以痴之人呢，谓为真实；有志之人啊，知非真有。杀亦如是啊，凡夫未识，知佛是真呢，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间响声，以痴之人谓之实声；有志之人呢，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这个诈来亲附，以痴之人呢，谓为真实，智者了达，乃至呢息诈。大王，如人直见啊，自见面相，以痴之人谓为寂目。智者了达，知其非真。大王，如乐时宴啊，以痴之人，谓之是水。智者了达，知其非水。所以啊，我们那个自见面相啊，我们呢看到啊镜子里面的面相，讲那就是我，都把它认为是真的我。其实啊，那个是已经镜子，是外物啦。外物里面的，不是真是我了。所以啊，佛就讲说，我们眼睛能够看万象，就是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眼睛啦。那我们到新宗教，都提起来就都看到啊。佛说那个外面啊，你得行是不是外面？是不是家己目睭看家己目睭？有办法吗？没办法啦。所以就是要了解说咱摕件来看，外物啦，外口的物件，外口的物件显出来咱的形象，那个相也是假的啦，不真。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真啦，都真实的啊，所以那个智者了达，假的，非真。如浅波不成，就是化成啦。以痴之人呢，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就是修啊，我们修到一半，比如说那个阿罗汉，辟支佛，他看到哇，我已经修到究竟了，那个叫化成啊，浅大不成，就是变化的层次给你看，不真，你要追到真那个是要到理天呐，理天那个才真，那个半路的变化出来的它还会消失，会消失呢就不真，所以是假，我们要了解那个不真。如人梦中呢，受于无欲乐，以痴之人呢，谓为真实。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我们做梦啊，真的还是假的？一定要醒过来才知道假的啦，对不对？你若咧困，等咧做梦梦拢嘛真呢。人若甲你骂，你嘛该骂；人甲你拍，你嘛该拍，对不？假的都唔免啊。你若知影讲假不然你骂啦，假你拍啦。唔是啊，拢甲当作真呢。骂就该骂，拍就该拍，对不？若拍袂赢，再来走。你困较困啊，翘佫走袂去。大王，譬如有人煮汁呢点酒，如其不饮啊，则亦不醉，虽复如火，亦不燃烧。所以咱知影讲酒。酒卖你袂醉啊，只要你不喝就可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讲到行棋啦，你若甲人行棋，一定有赢就输嘛，对无？有一个讲有一种免输的方法，各位知影无？卖行，你卖行袂输啦。有知众生于路痴时，做种种罪，也
于夜出时呢，复行绝道。入夜不吃啊，则不作罪；虽因日夜啊，令其作罪，然其日夜啊，实不得罪。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迄日头出来伊就拢做足侪迄个为非作歹啦，去做足侪唔好诶。啊，即摆夜若出来就去做迄个小偷强盗。啊，即摆夜拢无出来，又拢袂做啦，歹事拢袂做。啊，伊拢甲即个罪拢推给入夜。入夜敢有去做这个罪？无啦，你家己咧袂清醒诶自己啊不清醒。大王如王宫中呢，常是赌阳，心出无忌啊，允而一户独生其心，敢若王宫内底啊，有时拢命令讲台底倒样啊你咧画台底倒样拢无惊，啊那会为父王就会有那个害怕的心，虽护人序啊，这个尊卑差别，保命未死啊。恶忌无欲，说那个畜生呢，他也是要他的命呐，我们人也是一样，心惊无惧啊，一护先王呢，生呢众忧苦。大王世间之人呐，是爱呢同仆，不得自在，为爱呢所使，而行杀害，设有果报呢，乃是爱罪，王不自在呢，当有何救？大王，譬如涅盘，非有非无，而亦是有；杀亦如是啊，虽非有无，而亦是有。惭愧之人，则为非有；无惭愧者呢，则为非无。受果报者啊，名之为有；空见之人呢，则为非有；有见之，则为非无。有见之人，有见者啊，亦名为有。何以故？有见者得果报故。无有见者啊，则无果报。常见之人，则为非有；常无见者呢，则为非无。常常见者呢，不得为无。何以故？常常见者啊，有恶业果，故。是故常常见者啊，不得为无。是亦故啊，虽非有无，而亦是有。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佛说，我们努力研究，会被佛搞混了。大王，无众生者啊，名出入息；断出入息啊，故名为杀。知佛随属啊，亦说为杀。大王，色是无常，色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生色啊，允而常，乃至事啊，是无常，事之因缘亦是无常。从无常因啊，生事允而常，以无常故苦，以苦啊故空，以空故啊无我。若是无常，故空无我，为何所杀？杀无常者，得常涅盘。杀苦得乐，杀空得实，杀于无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杀无常、苦空无我者，则于我统。所以啊，就跟二十四说，你若把无常杀掉，把苦空杀掉。就变跟我同款啦。我亦杀你，杀于无常、无空、无我。不入地狱啊，因何？因何入？所以啊，佛就讲，这个都跟我们凡尘呢，所知道的不一样。而十四王，如我所说，观色乃是事，观事，就是观矣呀。即白佛言。是真，我今始知啊，色是无常，乃至啊事啊是无常。我本若能如是知则不作罪。是真，我习成闻啊，知佛是真，常为众生呢而作父母。虽闻是矣啊，
犹未审定，今则定之啊！哦，是真，我亦曾闻。哦，须弥山王四宝啊所成，所谓金银琉璃玻璃。哦，这个玻璃跟我现在玻璃不一样。哦，若有众鸟随手击触啊，哦，则同其色。虽闻是语啊，亦不审定。哦，我今来至啊，哦，佛须弥山，则以同色。以同色者啊，则之华无常、苦空、无我。哦，是真。我见世间呢，从依兰子生依兰树。哦，这个依兰呢，就是臭味啊，好像死尸啦，那么臭。哦，不见依兰生旃檀树，旃檀呢其香优美。我今始见啊，从依兰子生旃檀树。依然子呢，我身是，旃檀树者啊，即是我心，无根性呢，这个无根呢，不知不生，不昧真心佛性啊，无根，这个性呢，无根者我知不知，恭敬如来，不信法身，是名无根。是真，我若不遇如来是真。当以无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狱啊，受无量苦。我今有幸得见如来，以是见佛，所得功德，悉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这个好的这一段，就是当以无量这个阿僧祇在大地狱受无量苦。那么我今啊有幸得见如来，以是见佛，所得的功德啊，悉坏众生所有一切烦恼恶心，都把这个众生的烦恼恶心啊，都破坏。佛言道啊，善哉善哉，我今呢知汝必能破坏众生的恶心，众生的恶心啊可以破坏。我们大概众生呢。这个恶心啊没有破坏，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当众生。是真若我审能破坏众生之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之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这个发心很大已经嘛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为之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尔时呢。摩羯陀无量人民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无量人民发大心故啊，阿舍世王所有重罪啊，积德为薄，王及夫人、后宫才女，皆悉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尔时阿舍世王以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舍以短命而得长命，舍无常身而得长身，令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长命、长身，即是一切呢知佛弟子。得此法者，胜过众几十亿的彩券永嘉大师正道歌言。一计了然，超百亿万两黄金亦消得，粉身碎骨为子丑。真的就是这样。这个比咧有迄个几十亿拢较好。那么说是语语给予种种宝船幡盖，这个香花璎珞微妙伎乐而供养佛。故以寄颂而赞叹言：实以甚微妙，善巧于具喻，甚深秘密藏，为众呢故显示，所有广博也。这个佛讲的就是实语，非常的微妙，很善巧，在每一句的意里面都能够呢。使我们去了解那个真理，又很深，密这个宝贝，秘密这个如来藏，为众
然后显示出来所有的广博这一些语言，让你众生开眼界啊，心胸跟着宽广，为众啊不类收，为了众生呢简略的来讲，记住啊如是语，善能啊了众生，众生的病啊都能够疗治，若有知众生呢得闻是语者，听到呢这一些话，若信啊即不信，定知呢是佛说，知佛常软语，为众呢故出，说诸啊初说及软言，皆归第一义，是故呢我今则归依于世真，如来语啊一位，犹如大海水，不管河流啊，大流小流，都流到大海，流进大海都同一个味，拢咸咸，是名啊第一义，故呢无欲语，那个没有欲语的话不讲。如来今所说啊，种种无量法，男女大小闻啊，同获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无因啊亦无果，无生呢亦无灭，就是啊大涅盘，是名大涅盘。闻者呢破知觉，如来为一切呢常作慈父母，当知呢知众生皆是呢如来慈，是真大慈悲，为众呢修苦恨，修苦行，如人找鬼魅，狂乱呢多所作。我今得见佛，所得呢三业善，那个三业就是身口意呀，我们的身体、嘴巴，跟意念三业啊，都善，愿以此功德啊，回向无上道。我今所供养佛法及众生，愿以此功德，三宝常在世。我今所应获种种之功德，愿以此破坏众生呢四种魔，烦恼魔、欲魔、死魔跟呢那个天魔，四种魔。我欲啊恶之事造作呢30罪，今以佛前悔啊，就能够忏悔，愿后呢更莫造，不能再造这个罪业。愿知众生等啊，悉发菩提心，细心呢常思念，十方一切佛，所有天地之间的佛，复愿啊知众生永破呢知烦恼，了了啊见佛性，犹如呢闻思等，这个回向，把所修的功德作为觉悟的业因，叫菩提回向，把所修的功德，施向众生，众生回向，把所修的功德，转向平等之理，实际回向，认识的一切善行，皆真如法相，显现，所有的善行呢，全部都是真如法，真如法相呢，这个显现。那么尔时啊，世真，赞阿世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发菩提心，当知世人则为庄严，知佛大众，大王汝昔，以毗婆尸佛，这个庄严解的第98位佛，毗婆尸佛。我们现在是贤觉啦，到弥勒子时啊，第5位，那往前就是庄严觉，那庄严觉呢，一样有这个1000位佛，这个或许可能写998位佛啦，不是第98，是998，所以庄严觉的那个第3，
出发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事以来，自我出世。那么其中经历，庄严解第999位，名施气佛，第1000位啊，毗舍夫佛，经贤解啊，第1位，居留生佛。第2位呢，基那含牟尼佛；第3位啊，迦摄佛；第4位呢，释迦牟尼佛；第5位啊，我们弥勒祖师，以及中间啊，未曾斗已啊，地狱受苦。大王当知啊，菩提之心呢，哪有如是啊无量的果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菩提之心呐，有这么好，无量的果报。大王从今以往，常当呢勤修菩提之心，所以啊，没有成佛没关系啦，都能够呢，在这个善的那个果报当中，何以故？从是因缘，当得消灭啊，无量的恶故。那么尔时，阿舍世王，及摩羯陀国一切人民，从肉而起，老活三杂。辞退完工，又回去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讲是阿舍世王，很难得呢。我们也知道一些这个道理，虽然里面讲的我们都还没办法全盘去接受。不过我们知道，是从真理的角度啊，出发来讲。我们呢还有这个2分钟的时间呐。各位前有问题吗？2分钟而已，有把握。有没有要问的啊？没有。上次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只有2分钟。你好。好，请说。像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呢，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在家里面呢，我们看到的那个众生啊，小众生很多嘛。那小众生很多呢，或许在学心理心法之后呢，或许对他们的那一种应对啊，那种应对的态度是，因为或许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那个病毒的业报来自于杀生。然后可是这个杀生呢，是在我们的心去下做一种定义。像或许现在看到那种小动物，或许都是祝福他们赶快了脱生命，就是这个业报，这样子的心可以吗？不要故意啊，随缘可以啊，不要故意啊。你故意去杀的话，你已经有杀心了，那个对我们本身来讲不好。假如说我们居家环境啊，要吃掉一些蟑螂啊，那一些蚊子啊，那个都可以的，那没关系啦。或者是我看他拼命的想跑，或者是我以为说你在讲那个小生命是那个无形的，那个鬼魂，原来是说那个小动物，随缘啦，我们随缘，因为要了解到居家环境啊要有卫生啦，你若规间拢蟑螂对不？人若来看到讲啊，你这拢无卫生，尤其吃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谨慎，都说得好好的啦。伊即马甲你爬过，你才食，我换你生病，你唔去甲伊处理呀，这样对我们生活来讲不好，所以在卫生方面啊，我们就要把那一些能够除掉。所以啊，你看我手不杀，你用那个喷的就，这个喷的规大堆拢死啊，不是一样杀嘛？所以啊，居家环境啊，我们要维护，让它清楚。讲师的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慧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慧学机会学讲。这个刚才下大雨啊，慧学就想说借着那个大雨的雨声啊，
然后来讲那个耳根圆通。我搁点你啊，搁无声。所以这耳根圆通啊，没有声音啊，就不好去讲述，歹讲。啊，有声就照着咱的那个声，就会很好讲。所以或者说各位回去以后啊，那个居家环境一定会有声音的。那有声音的时候啊，你就把你的稳性，听稳性第三个那个稳性，然后啊把它拉到声音的地方。因为平常我们都把它局限，我们都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没有把它拉出去。那我们做耳根圆通啊，是要把佛性啊，就是融会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那融成一体啊，我们要借的方法，那个方法呢，就是耳根圆通，借耳根圆通，我们用稳性。来听声音，因为听到声音啊，声音发生的地方，你已经听到了，表示你的佛性啊，就在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呈现，就已经有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要认识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以前或者说，它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眼独立，无所依赖。因为我们在没有那个状况之下，不好去体会这个状态。那假如说我们居家环境有声音，那就容易了。我们把我们的那个稳性，然后这个拉到声音发生的地方。声音发生的地方啊，你的佛性就已经在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因为声音会变化，它会消失。那消失的时候啊，我们了解说，生有，即非生啦，生无啊，亦无昧。我们的佛性它没有昧啊，只是我们没有去体会而已。那现在啊，我们把声音拉出去了，拉出去，它声音消失的时候啊，我们又把佛性啊，就是把它在声音那个时候在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时候啊，耳根就不用了啦，因为声音没有了，耳根不用，所以也不用稳性，佛性已经在。发生声音的地方，然后声音也消失了，那个离境已经我们耳根不用脱根，然后尘这个声音的尘也不用了脱尘，脱根脱尘，然后离开我们身体，已经在身体外面，离身，然后没有声音又离境，所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也独立，离开所有的言，它独立存在。这个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方法，了解说，我们可以把佛性呢拉到身体外面。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当你熟悉的时候啊，不用声音一样啊，全部呢。我们的佛性都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整个虚空都有我们佛性在了。那个熟悉了以后啊，就已经可以体会不用再借着声音了。可是我们刚开始要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这个习惯性，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都习惯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所以它离开身体不容易。我们借着我们耳根，然后来修。因为所有修正者都一直推崇耳根圆通了。那个文殊菩萨也说他也是从耳根圆通修正的。不只有观世音菩萨。所以了解说
很多修正者都借着耳根圆通，那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还没有佛性还没有跟虚空融汇成一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借这个方法，借着我们耳根，把佛性呢延伸到身外，跟呢整个虚空呢融合。当你做得很熟悉呢，往后啊静悄悄也一样，有声音啊，我们可以啊。让我们佛性在声音发生的地方，没有声音呢，我们一样啊，把我们的佛性啊，都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有，所以整个都充满我们呢法身，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法身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了，研究了以后啊。就会了解说，原来佛性有这么宽广，有这么奥妙，所以啊，这个在讲课之前啊，或者特别讲，就是我们啊可以体会啊，脱根脱尘，离身离界，离言独立，无所依赖，那个就是佛性本体，这样体会了以后啊，我们就确实可以掌握。那我们做万年放下量不生呢，一样，当你万年都放下，时间久了，因为我们啊，最不容易啊，就是啊现前的一些景象，不容易放下。那我们在万年放下，大概着重都在我们遇到的事，所以那一些事啊，你能够放得下了，然后慢慢，我们又把我们心中里面啊，有一些比较微细的那个念啊，也放下，一直放的这个已经全部啊，我们的妄念啊都放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的真就呈现。所以啊，当你万念都放下，你会体会到啊，原来我的佛性就是这样，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已经可以掌握到佛性，所以啊，我们修道呢，最差呢，就是啊，对佛性没有很把握，就是能够掌握了，因为我们刚开头啊，那个出发心的时候啊，那个发心是很大，可是啊，我们就缺少深入，没有深入啊，去了解，到底我们这个佛性啊，是怎么样的这个状态？那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以后啊，才有讲解说我们佛性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要成道成佛啊，是要以什么来成？就要佛性本体呀。那我们在凡尘的全部都是功能作用。我们佛性所表现出来都是功能作用的，而我们错误的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这样的话不管你修多久都不会成道，一定要找到本体呀，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这样才会成。所以一定呢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呢开始就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哪边了？74页那个婴儿行，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婴儿行，这个我就讲了善男子因而名为婴儿行，不能起住来去语言是名婴儿。这个生出来了，婴儿呢生出来那个婴儿行不能起住
无法度背起来，没有办法来去语言。那么如来呢，也是这样，不能起者如来中呢不起之法相。这个还没讲就没声音。所以我们了解说，如来终不起之法相，这个最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不管是这个行之中，所有的一切都称为法，那不起法不起之法那个是很困难一定呢要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才不起。所以我们在凡尘那个所有一切都称为法，那么如来呢终不起之法相。这个不起之法相等于说不落入有为啦。不落入有为呢，就是不起之法相。那不能住责就是不住在相不住在呢这个事情里面不能住责。那么如来不着一切之法如来全部都不着一切之法，就好像那个婴儿一样婴儿什么都不会啦都要呢这个大人来照顾。那么不能来者如来身形无有动摇不能去者如来已至大般涅槃所以没有来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婴儿行是要我们效法像那个婴儿一样，什么都不真的我们在凡尘假如说什么都不会的话不会受欢迎你拢大人袂晓袂使，拢爱大人向才会用的。可是佛在讲这个婴儿行它是效法那个婴儿的不起心动念，婴儿的无所作为婴儿的所有那个不会分别。婴儿他不会看说你有钱你无钱你较水你较歹，伊拢袂啦婴儿全部不会所以佛是告诉我们要学婴儿的那种没有分别心分别心呢全部都没有所以不来如来呢身形无有动摇。那不去呢如来已经到大般涅槃所以不来不去。那么不能言不能语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之法实无所说了。那这个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有能说有所说有能说有所说就是事相佛没有能说没有所说所以这个是最高的这个法。因为我们都会这个标榜说能力很强，那能力很强就有能说了，那能说就偶相所说就是法相所以有能说就有事相，有事相就是众生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到达没有能说没有事相那个很不容易啦。可是我们可以到，可以做到，只是比较困难可以做到。那我们人都在凡尘，难免会比较这个骄傲，比较有能力的他就要拜，所以就会有能说了。所以我们要聊到
那个虽然说他的能力表现出来会让人就是比较服，可是啊，那究竟呢不到那个目的地啦，没有到佛的境界。那要到佛的境界就是一定没有能守没有事相，没有分别，没有对待。所以对众生呢演说之法，然后实无所说这个何以故就讲原因。有所说的名有为法有所说呢就是有能说那个有为法。那么如来是真呢非是有为，是故无说。又呢无疑者犹如婴儿语言未了这个呢婴儿他不会讲话他呢没有话。那么虽复有语实亦无语。那么如来欲尔也是这样以未了者即是知佛秘密之言那个语言没有讲到呢这个透彻，就是语言还没有透彻知佛秘密的语言。那么虽有所说众生不解故名无语。虽然呢有说，可是我们众生呢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佛的秘密语言那个秘密的语言好像个医院的幼院的伊安尼讲一大堆咱拢听无啦伊咧讲啥咱拢听无。那么又婴儿的名物不一名跟物它不一样。未知正语他呢还没有知道这个正语。虽名物不一，未知正语非因此而得呢事物不因为这样呢他会认识这个东西。那么如来意耳一切众生方类各欲所言不同，如来方便随而说之亦令呢这一切因而得解都是讲出来不同的语言呢会了解说佛在讲什么。又呢婴儿者能说大智那么如来也说以大智所谓的呵者有为陀者无为是名婴儿。那么何者名为无常，陀者名为有常。那么如来说常，众生闻已为常法故断于无常是名婴儿醒。所以我们呢这个如来呢在讲这个常道那个常住不迁那众生听到了以后为常法就断于无常。为了常住不迁的我们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常法就断于无常。这个呢就叫婴儿醒。又呢这个婴儿者不知苦乐，作业父母。那菩萨呢亦复如是这个婴儿不知道苦，也不知道乐也不知道白天黑夜也不知道呢这个父母。那菩萨也是这样，为众生故不见苦乐，无作业相，于诸众生呢其心平等故无父母亲师等相没有那个父母那一种亲跟叔那一种相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菩萨的心大慈大悲
就没有分别心。那我们众生的分别心啊，很强烈。又因而则不能造作大小之事，所有大事小事啊，这个因而都没办法去做。那菩萨呢，亦复如是，不造呢，生死作业，所以我们在凡尘所做的事啊，大部分都是生死，生死的事，因而呢，他不做，不做生死的事。是名不做大事。那么大事者即忤逆也。那菩萨呢，终不造作忤逆重罪。那么小事者即恶圣心。菩萨呢，终不退菩提心，而作呢声闻必之佛圣。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菩萨呢，不退菩提心，也不退修道，也不做呢那个恶圣，声闻缘觉，不退到小圣的佛法。又婴儿学者如比婴儿，啼哭之时父母给予杨树黄叶而以之也。莫提莫提，卖考卖考，我以汝今我今给你。婴儿见你生呢真金祥，改树讲我都金我也唔知影，讲这就是金变质不提，蓝石杨这个杨树黄叶石灰金咧，木牛木马木男木女，婴儿见你亦复生理男女等想，所以迄假款迄个马骑伊就欢喜甲讲是咧骑马。我们大人肯嘛，叫人去摇的没有？唔嘛对哦，迄假啦，迄唔是真的。囡仔拢看做真的，安尼摇欢喜点啊理由。那么即子不提，可以圣的为考那么石灰男女，以作如是男女相顾名曰婴儿，未响囡仔未响。如来欲尔，若有众生呢，欲造众恶如来为收33天。常乐我净端正自知，一妙宫殿授以五欲，6根所对无非是乐。那么众生闻有如是乐故心生贪乐，止不为恶，勤做33天善业。是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唯度众生呢。方便说言，常乐我净。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33天就是桃李天。桃李天桃李天就是33天因为第一个我们6欲天我们欲界的6欲天。第一个就是4天王天，那是我们最低的6欲天最低，就是靠近我们那个最高的山的底下山的半腰4天王天。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忉利天，也是我们讲的33天。因为它东西南北各8天，4、8、32，然后中间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释，就是四体梵音也叫做乔斯甲，乔斯甲呢，那个就是第33天。那我们了解都是在欲界欲界有6欲天，那我们了解这个
虽然说呢是欲界的，可是在我们凡人来讲，它已经呢算是天道了。这个四天王天呢，我们这个了解说四天王天一天呐，一天一夜，我们凡尘要50年呐，50年，因为刚才或许看这个有问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学生到在这边讲，那它是倍数啦，忉利天呐，我们凡尘100年，忉利天呢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叫做夜摩天，那夜摩天就是依空而住，忉利天还是我们须弥山的最顶端呐，四天王天在须弥山半腰，四天王，东西南北四方的四天王，它我们分成50年，它一天一夜，那忉利天呐，100年。我们完成100年它一天一夜了，然后再上去夜摩天，我们完成200年，它一天一夜，再上去多帅天400年，我们完成400年，它一天一夜，再上去热变化天我们完成800年，它呢一天一夜，再上去呢它自在天。我们凡尘要1600年，它一天一夜，所以我们那个6欲天的最高他化自在天，那摩西所罗那个也住在他化自在天管辖啦，摩西所罗天它也属于他化自在天，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很容易着魔啦，只要你热衷什么那个都叫着魔。像说我们现在很热衷在玩那个智慧型手机那个都变成那个摩西所罗那个魔王的魔子魔孙啦，咱拢真甘愿做伊的魔子魔孙，所以我们不要被他迷惑，我们就不当那个魔子魔孙啦，所以我们要自己有主张。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所做的都是善，然后呢要到天道去转世。那我们知道去个不要说2天1天就好。我们去个1天，我们到呢他化自在天1天。然后我们回来告诉我们这个亲属朋友，讲我已经去伫个他化自在天。你回来的时候没人捌你啦，因为已经经过1600年了没人遐长迄时。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刚好有讲到33天，33天我们完成要100年。它一天一夜啦，因为倍数，夜摩天200年，多帅天400年，然后呢热变化天就800年，然后他化自在天1600年，就倍数，那我们完成1600年，你去他化自在天才一天一夜。我来看卖，我来熟悉环境，看一个才转来甲人讲，甲亲戚朋友讲，我哪拢无了一寡亲戚朋友哪拢无去已经拢做过，有做过，已经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天道他有问到了，讲既然他化自在天我们完成1600年，它才一天一夜啦。那地狱呢？地狱要怎么算呢？因为我了解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它也有提到，说我们在完成1天的话，那地狱就要1年啦。一天咱过1天，伊过1年。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是新的问题啦。我们像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们没事过个1分钟或是5分钟，很快，对不对？啊，你现在开始等车，你在站牌等车，你等个5分钟你会觉得很久，其实才站一下下。不过那个心一直在车，那个阿们棍寸等等的赶下来的，因为那个心都一直在在那边啊，所以就觉得那等这久啊，车拢还没来，就觉得很久了。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在凡尘生活还不错啦，拢计讲虽然无讲真快乐，不过嘛袂真艰苦啦。要地狱就艰苦啊，艰苦日子歹过啊，所以过一时啊尔，过几年啊，无啦，才一天尔，安尼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地狱啊，那个怎么样的生活？咱莫讲去地狱啦，咱讲咱里边左骹手拢无灵活，来迄个。一般这个复健科开始里面生活一天，各位姐妹，咱里面复健科生活一天的啊，迄拢互别台啊咧叮当，好啊，足歹过的无？过个5分钟尔，讲我过几年啊，就这样啊。所以你要了解，咱好卡好像5分钟就一时啊！你入去遐呢？你看那动作，迄5分钟足久的，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间就在我们的认知啦。你若呢过去真好那个啊就会时间就过得很快。尤其你若讲男女之中都等咧谈恋爱迄时间才是紧。一时久也讲你们这换好啊，紧我送你回来，过一时过一时，你看那个时间就过得非常快了。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了时间快慢，在我们心的感受，你感受的这个过得很愉快愉悦的话，时间它过得很快，一转眼。尤其我们现在修心理心法，只要你走入一个专一，你专一的时候有时候才5分钟已经经过大概有4个小时。你感觉5分钟了，其实已经4点钟啊，是啊啦，因为你专一了，你专一伫一个境内底，一转固定，已经定心在一个境，然后都不动，都不动在你自己的感觉已经5分钟了，可是你一出来，你看时间4点钟啊，4个小时过去了，你看我们在专一的时候在你专一的时候那个时间就不是你在完成这个1秒1秒1分1分的时间了。所以只要我们真的进入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当你万念都放下，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你要了解到，你假如是能够久一点的话，那个可以经过很长时间，甚至于经过1天2天我都才困我这样呢是sehr久的时间，你还什么经过1、2天就会这样所以要了解，当我进入到我们的佛性本体的时候，那种没有对待，那一种绝对的状态之下，那个时间不是我们完成1秒1分1分，不是的，那个是一下子，真的那个一刹那就是永恒的，刹那就足久的足久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已经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真的你进入了以后你休息才出来已经出来一寡熟悉拢无去倒位
拍过，哎啦，去拍过。哎呀，所以我们了解说当我们已经回归到那个佛性本体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可想象了，是足紧的。所以我们假如说要想体验这一种状态，我们就赶快把信念专一。专一的时间你能够集中到专一的时候那个时间就不是你可以想象的，都已经超越我们的那个头脑的思维，那个都已经超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就可以去遇到，也可以做到，而且又不很困难，叫你很专一，你训练自己专一，学着专一就可以达到那个状态。是啊，我们从那个33天那个如来讲的那个常乐我净。引诱众生修到那个33天去，到天道去，那个是鼓励凡人的众生阿佛鼓励修道人，他不鼓励到天道，因为天道也是在无常生灭之中，虽然说有几百岁、几千岁，甚至于几万岁，可是都会再来轮回，所以都不鼓励了。鼓励我们修正。能够成道成佛，那就不用了。要大波涅盘，不用再来轮回。天道还要轮回要天道就已经很好了。像我们说，那个王爷妈祖山神土地那个都天道嘞，伊拢天道。有那时拢几百年啦。你若讲做土地公拢嘛几6百年有的拢几千年虽然讲真久啦，不过伫咱不生不灭佛性来讲，迄拢无久。咱的佛性千千万万年，永远的永远的那个才真的是我们要追求。这个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迄免啦，咱莫追求迄尤其咱要追求到天道嘛，要做认真对吧？你没有很努力也不能到要到达天道的时候，所以佛呢就鼓励我们众生呢能够到33天去有常乐我净有妙宫殿可以受这个五欲，这个五欲就是眼耳鼻舌身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吃东西身体的那个触摸感到快乐都叫五欲五欲乐。这个要我们修耳根圆通。我靠那落雨有无？都听到声音那个下雨的地方你看现在雨这整个都在下。那整个地方我们有听到声音听到那个雨声就是我们的佛性已经在下雨的地方全部都有佛性这样就较好讲有声呢就好讲等一下那风停去咱现在有出去中间同款那个咱的佛性原来伫遐啦。迄上天坐落呢，真是雨要无去落一个，互咱听到尔搁无去，互咱讲会当脱根脱尘，离身呢离境，这个给我们实验。或者就说在这边要讲耳根圆通那我就很难讲因为都没有声音不能去这个引用，那不能引用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知道的话就容易了啦。所以或者刚开始修耳根圆通的时候也最喜欢下雨。为什么？因为雨声最普遍的啦搁拢直直落拢算讲开始给它扭出来即嘛无声不知要去挖倒啦，才无地挖去若有雨声会当挖去雨声，刚开始啦
刚开始都需要，有一个依赖，有依赖，有声，等一下就可以啊，睡着了，那个都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啊，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睡着就让他睡，没关系，那个恢复很快，我们那个整个啊，疲劳恢复很快，要给咱无去啊，正讲名无去啊。你看咱拄则用耳根咧听着无？即马无啊，唔免吐根了，个吐尘了，吐根吐尘，离身离境。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声音来帮助我们啊，就很容易了。这个是帮助，要给咱扭出来啊。咱即马来已经扭甲习惯啦，都唔免个再叫声啦。你无声静悄悄，一样可以。同款嘛，咱咧听，静悄悄嘛是咱咧听啦。唔是讲干那咧听声尔，静悄悄咱嘛是咧听。咱无咧听，哪会知影静悄悄？就是一样，也是在听。现在换一个声音啦，咕咕咕，咕咕咕。让我们了解说，耳根圆通就这样做的。所以佛就讲方便收敛常乐我净。又呢，因而者若有众生业生死时，如来则为收以二乘。然实无有二乘之时，以二乘故知生死过，见涅盘乐。以是见故则能自知有断不断，有增不增，有修不修，有得不得。所以这个因而有众生呢这个已经很讨厌生死的时候，如来呢则为收以二乘，就是四谛呢跟圆觉，就是阿罗汉呢跟辟支佛。然呢实无有二乘之时，以二乘故知生死过，以这个二乘呢这个小乘佛法知道呢生死的那个过患，然后看到生涅盘的快乐，见涅盘乐，知道生死过。那么以是见故已经见到涅盘，则能自知自己知道有断不断，有增不增，有修不修，有得不得。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要不要呢进入生死，我们就可以有断。我们断生死，然后见到涅盘乐有真的不真，真的有涅盘，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修，就有得，能够呢了解到整个呢的状态。三男子如彼婴儿，于非经中呢而生经想，如来欲儿，于不净中呢而收为净，这个呢就是方便法门啦，不净中呢，然后收净。那么如来以得呢第一义故则无虚妄，如来呢得到第一义他呢不会骗人，如彼婴儿，于非呢牛马，做呢牛马降。那么若有众生呢，于非道中做呢真道降，如来亦收呢非道为道。这个时候如来为了方便引导众生，也把非道呢收成道。那么非道之中呢，实无有道。非道里面实在没有道。以能生道为因缘故，能够生出来，让众生走入修道的道路，那个呢很微细的因缘。那么说非道呢为道，如彼婴儿
以木啊男女啊生男祥，那个木科的男女那个婴儿生真正的男女祥。那么如来语儿知非众生呢，说众生相，知道我们众生呢都是佛，都是菩萨，然后说呢这个众生相，而实无有众生相实在呢是没有，没有众生相，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有，也一样的用那种方便法门，引导众生。若佛如来说无众生呢，一切众生即堕邪见。如来说没有众生的话，那我们众生呢就堕入邪见。我们众生都说有众生，是故如来说有众生，以众生中呢做众生相相者则不能破众生相也。所以我们在众生中呢，做众生相的人，他呢都不能破呢这个众生相，没有啦，我们要知道说众生是众缘积聚而显现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这个很多因缘。你看要有水有风土，要有父母，然后要有累世的因果，然后形成了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啦。众缘积聚而生啦，实在本不生，实在的佛性呢本不生也不灭啦，有生是众缘而生，那个众缘而生我们就了解说，很多的因缘，我们要跟父母亲有结缘，然后要有自己有缘，然后要呢借着水有风土的缘，众缘聚会我们才有这个生相，众缘积聚而显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没有啦，众生没有相，众生都是佛啦，了解吗？我们都是佛，这个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这个不是我，这个是天地的东西，水有风土嘛，不是我，我会动，会讲话，会视力联动，那个就是菩萨，就是佛，就是如来，这样知道吗？咱拢分呢，咱拢唔知道，咱家己本身就是分。所以一定要知道，本身就是佛，所以众缘积聚呢，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所以佛呢，他说没有众生了，怎么会有？那因为怕我们众生呢堕入邪见，所以说有众生，所以我们众生自己不能落入众生相，落入以后就不能破了，不能破众生相，咱就脱袂开众生啦，拢伫六道轮回内底。若以众生呢破众生相者是则能得大般涅槃。咱伫个众生可以破众生相，得法度地得大般涅槃。就走入不生不灭。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就是大般涅槃。那么以得如是大般涅大涅槃故子不啼哭。是名婴儿行，听到讲有法度行入去大般涅槃，哇，你都袂哭啦，婴幼婴拢袂哭是名婴儿行，这个呢婴儿行最，这个我们听起来最不可思议啦，幼婴非讲叫咱学幼婴学幼婴就幸福啦。还不容易学嘞，我们要学那个婴儿不分别最困难幼婴拢袂晓分别，咱大人拢会有钱无钱囡仔就看知婴仔袂晓你有钱无钱伊拢唔知都袂晓拢甲你真亲啦。那接着呢，我们就讲那个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
哦，这个呢有非常的长，哦，22之一啦，你看22啊之一啊加22哦之22哦，较长诶。24真呢哦，告光明哦，遍照高贵德王菩萨也。善男子，若有菩萨哦，修行如是呢，大涅盘经得14功德呢，不以声闻啊，必知佛供。就是哦，菩萨修行这个大涅盘经哦，得到呢这个14功德，不跟呢那个阿罗汉呢，跟必知佛呢，他们一起哦，共同哦，不可思议啊！哦，闻者呢精怪哦，非内啊，非外，非难，非易，非相，非相，非是事法，无有相貌。世间呢所无，何等为实？一则有无啊！哦，何等为无？一则所不闻者而能得闻，二则闻已啊，能为利益，三则能断啊疑惑之心，四则啊慧心正直哦无取，五则能知如来秘藏哦，是为五事哦。那么一之一，何等不闻而能得闻？所谓甚深啊，微密之意。哦，一切众生呢，悉有佛性，佛法众生呢，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啊，常乐我净。一切知佛哦，无有毕竟呢，入啊涅盘者哦，常自不变哦，如来涅盘，非有非无，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非色啊，非不色，非明啊，非不明。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啊哦，非不物，非因非果哦，非待非不待，非明非暗，非出非不出，非长非不长哦，非断非不断，非始非终，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非因非不因，非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哦，非12因缘，非不12因缘，如是等法，甚深微密啊，习所未闻而能得闻。哦，所以啊，这个呢啊，何等不闻而能得闻？哦，这个所谓啊，甚深微密之意啊，真深啊，真微哦，微细啊个秘密哦，那一种义理。那么哦，底下讲啊，就是啊，甚深微密之意啦，就是一切众生呢，悉有佛性哦，所有众生啊都有佛性，然后所有众生都是佛法众生呐，哦，无有差别哦，佛法身呐，那个佛法身是一体的哦啊，三宝性相哦，那个三宝佛法身三宝哦，性相常乐我净，每个众生都具备。哦，那一切之佛呢，无有毕竟入涅盘者。哦，所有的佛啊，他不会哦进入涅盘的魔去啦。哦，不会这样。哦，他没有毕竟入涅盘，他还会呢哦这个现象。那么常住啊不变。哦，所有呢啊，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呀、常住不变。哦，如来涅盘，我们呢都是如来涅盘。哦。那么这个如来涅盘，它不是有，它不是没有，哦，可以浅浅就可以想象了，哦，不是有，不是没有，是有啊无，不可思议啦，就实语哦都不可思议，哦，它不是有，不是没有，哦不是有为，不是无为，哦到底有为无为？都是哦，底下的哦都不可思议啦，拢哦，你要讲安尼哦唔对，讲安尼唔对，莫讲就对啦，你讲就唔对啦，哦，所以底下这一些呢，哦，都是啊，你讲出来都不对。那么如是等法，甚深微密呀，哦，就是啊很深，
很微，微细啊，又秘密。那么习所未闻，往昔都没有听过啦，而能得闻。现在呢，可以听到。那么复有不闻，各有唔捌听到。所谓一切呢，外道的经书，迄拢嘛唔捌听到。释毗陀论，毗迦罗论，魏氏师论，迦毗罗论，一切咒术，医方记忆，日夜薄时，星宿呢，这个运变，图师忏记啊，如是等经啊，出未成文啊，秘密之意啊，今以此经呢而得知之啊，现在呢在大涅盘经呢，都能够知道，复有11部经呢，持毗婆累，毗婆呢就是方广，亦无如是啊，深密之意。那么今以此经呢而得知之啊，善男子是名不闻而能得闻，就是呢不闻现在能得闻，就是啊，我们了解这个比较呢深的那个义理。那么一之二，我们刚才呢那边就所不闻而能得闻，那二呢闻已呀，这个能为利益，闻已利益者啊，若能听受呢，是大涅盘经，悉能记之啊，一切方等大圣经典，甚深的意味，譬如男女以明镜，明镜净啊，见其色相，了了分明。大涅盘经啊，亦复如是。现在佛把那个大涅盘经呢，就比喻成大涅盘镜，好像呢一个镜子一样，也是这样，能够呢了了分明。那么菩萨呢，执之啊，悉得明见，大圣经典甚深之意。说呢，菩萨呢，只要你执这个大涅盘经，就可以啊，得见，悉得明见啊，所有大圣的经典，甚深之意。例如有人在暗室中执大炬火，悉见呢之物，大涅盘炬啊，现在大涅盘经呢，变成大涅盘的火炬啊，亦复如是。菩萨执之啊，得见大圣呢深奥之意，可以知道呢，这大圣的那个深奥的义理。亦如呢，路痴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芝山的幽暗，令一切人啊，眼见之物是大涅盘，清净慧路啊，亦复如是。照了大圣呢深邃之处，真深的所在，令二圣人眼见佛道，就是呢那个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二圣人，所以则以能听受呢是大人，所以则何以能听受呢是大涅盘微妙坚固，所以能够听呢这个大涅盘经。善男子，若有菩萨，听受如是大涅盘经，得知一切啊知法明旨，若能书写，读诵通历，为他人广说思维其意，则知一切啊知法义理。要说呢，这个菩萨呢，能够听受这个大涅盘经，得知一切的知法明旨。假如说能够书写，又能够读诵，通历，为他人广说，又呢思维其意，则知一切的知法义理，所有一切的义理啊，都能够知道。善男子，其听受者啊，为之明旨，不知其意呀。若能书写、受持、读诵，为他广说，思维其意呢，则能知义。听受光听受呢，就知道名词，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知道义理。
假如说能够学受持读诵呢，还为别人广说，能够思维啊其意，就能够呢了解啊义理。复次善男子，听是经者啊，闻有佛性，未能得见。这个听到呢，这个大涅盘经，听到有佛性呢，没有办法看见，然后思学读诵，为别人广说呢，思维其意啊，则得见之啊，就能够看到佛性。那么听是经者啊，闻有谈名，那个谈就是布施，未能得见呢，谈波罗蜜。思学读诵，为他广说，思维其意，则能得见啊，谈波罗蜜，乃至啊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这个般若呢特别不一样。善男子，菩萨若能听是大涅盘经，则知法知义啊，具二无碍。宜知沙门、婆罗门等，若天魔幻，一切事中呢，得无所谓。开示分别12部经，演说其义啊，无有差违。不从他文而能自知，尽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要从别人的地方听到，能够自己知道。已经呢接近于无上的正等正觉。善男子，是名闻已呀，能为利益。那么13断疑心者，疑呢有2种，一则疑名，二则疑义。那么听是经者断疑名心；思为义者断疑义心。复次善男子，疑有5种。一则疑佛定涅盘部，二则疑佛是常住部，三则疑佛是真乐部，四则疑佛是真净部，五则疑佛是真我部。所以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常情怀疑这个佛是不是一定涅盘？佛是不是常住？佛是不是真的快乐？佛是不是真的清净？佛是不是真的我？那听是经者只要我们研究涅盘经，疑是疑佛涅盘则永断，疑那个佛涅盘就可以永断了。思学读诵呢，广为他说。思为其意是疑又永断。这个4个疑佛是不是常住？佛是不是真乐？佛是不是真净？佛是不是真我？就可以肯定了。佛就是常住不迁。佛就是真的乐，没有苦相对待。佛真的清净没有不净。佛真的我就是真的如来，真的佛没有那个相对的我们了解没有两边佛那个真我就是如来，所以4疑全部都断了。复次善男子，疑有3种。一则一疑声闻为有为无；二疑远觉为有为无；三疑佛圣为有为无。那么听是经者如是3疑永灭无疑。假如说我们研究南经就了解这个3疑都会消失。声闻缘觉然后佛圣确实都是存在。复次善男子，若有众生不闻如是大涅盘经，疑心甚多。不研究大涅盘经的话，那个怀疑的心非常的多。所谓若常无常，若乐不乐，若净不净，若我无我，若命非命，若众生非众生，若他事若过失，若有若无
若苦若非苦，若急若非急，若道呢若非道，若昧啊若非昧，若华若非华，若善呢若非善，若空若非空。听是经者啊，如是之理啊，悉得永断。我们呢听涅盘经以后啊，这个所有的疑啊，都断了，就不怀疑了，因为我们呢这个常乐我净啊，确实啊成就了就有，然后这个若命若众生若他事若过事若有若无若苦苦集灭道那个法善法这个呢我们了解都存在于凡尘。故此呢三人子若有不闻如是经者，复有种种众多的疑心。所谓呢色是我也，受想行识是我也，眼能见也，我能见也，乃至事能知也，我能知也。色受报也，我受报也，乃至事受报也，我受报也。色自他事也，我自他事也，乃至事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终也，无始无终也。听是经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断。所以我们了解说，没有研究涅盘经，那么这种疑心呢，都确实存在。这个色是我吗？不对。受想行识是我吗？不对。眼能见吗？不对。我能见吗？不对。乃至事能知吗？不对。我能知吗？不对。了解意思吗？因为分析了以后我们了解说色色就是水有风土啦。色是我吗？不是啦所以不对。受想行识是我吗？不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我们蕴居的五蕴才会在凡尘出生我们有五蕴就会在凡尘出生，然后我们没有五蕴我们就不会在凡尘。所以这个五蕴不是我我不是五蕴我们在凡尘生活不要蕴居五蕴所以这个不是我不要把它认为是我，认为是我就糟糕了啦我们就六道轮回绵延不绝，都一直在六道轮回。那眼能见吗？眼能不能够见？各位了解，我们佛性不在的话，眼能见吗？不能见啦，所以眼能见不对我能见吗？没有佛性的我不可以啦那个我才可以那个事也是一样落入那个已经呢六根里面的一根作用那个不是不是我不是我呢就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色受报也，我受报也我们了解色不会受报，我不会受报，我们受报呢就是心所造的，心所造的业会受报心的境业会接受果报啦剩下的都不会受也不会色也不会，都不会，知道吗？无伊只讲这怀疑拢断咱拢无断要安那就不实际了，对不对？所以一定得要甲这个各位报告说这一些他讲的已经落入那个偏一边的那个事也一样不受报，都是我们的心业心造的受报那色自他事也，咱的形象敢有行到后世人？咱这世人的形象有法度行到后世人无？无啦，无法度啦。所以色呢自他事也无啦，
我自他事也嘛无，哦，乃至事亦如是，哦啊，生死之法，哦，有始有终也，哦，生死有始有终，无始无终，生死有始有终还是无始无终？这个导师哦，问题很大了。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假如说哦自己都没有了掉啊哈，我们所有的一切啊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的生死啊无始无终了。那么哦了又来了，来个了来啊得等啊，哦拢无始无终了。哦，那听呢哦是经者啊，如是等于啊，哦亦得永断，哦都断掉了。那么复有人疑啊，哦一忏提人。犯四重禁啊，作五逆罪，谤呢方等经，如是等辈啊，有佛性也，无佛性也。听是经者啊，哦，如是等疑啊，哦，悉得永断。所以啊，那个我们了解啊，为了一忏提有没有佛性啊？哦，以前有一个那个石头和尚有没有？他因为跟师兄弟在谈论啊，说一忏提有没有佛性？师兄弟都说没有。他说有啦，师兄弟拢不爱听，不爱甲伊讲话啦。伊无法度啊，就尾啊去甲石头讲话，跟石头讲话啦。讲经给石头听，迄讲啊激动的时阵，你说说看，一忏提有没有佛性？石头竟然点头啦，有佛性。这个公案很有名啊，就是那个石头和尚，讲一忏提有没有佛性？师兄弟拢讲无，因为他的善根断了，没有佛性。有啦，怎么会没有？尾仔去讲个石头听，讲啊激动，甲石头讲到底有没有？你跟我说，石头点头，有佛性。那么复有人疑，世间有边也，世间无边也。我们世间有没有边？世间无边哦，没有边际哦。咱来了解讲因为他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间，世间没有边呐。我们这个无量无边，足快，看甲全拢无外口，非常宽广，有十方世界也，无十方世界也。有没有十方世界？有啦，有十方世界。那么听是经者呢，如是等疑呀，亦得永断，是名呢能断疑惑之心，一之是。慧心正直啊，无邪疑者，心若有疑啊，则所见不正。一切凡夫啊，若不得闻是大涅盘经微妙经典所见学取，乃至声闻必之佛所见欲取，云何名为一切凡夫啊所见学取？以有漏中呢，见常乐我净。以如来所见呢，无常苦，不见无我，见有众生寿命之见，即非有想，非无想处，以为涅盘；见自在天有八正道，有见断见，如是等见名为学取。所以这边呢，我们导师要了解到，说慧心正直无学起。我们大概那个慧心正直都不够了，所以学起都会在我们心中滋长，所以心若有疑我们呢所见就不正。那一切的凡夫若不得闻是大涅盘微妙经典，那所见学取就会弯曲不正，乃至声闻必之佛呢所见也一样欲取就是弯曲这个正那云何名为一切凡夫所见学取？那么以有漏中就是有烦恼
我们有烦恼的我们众生的身中呢，看到常乐我净，这个有漏之中呢，常乐我净没有啦，这个有烦恼就没有常乐我净。那么以如来所见呐，无常苦不净无我，这个如来呢，他所见呐，就是无常，就是苦，就是不净，就是无我，就是我们众生的状态。那么见有众生寿命之见，我们呢看到有众生有寿命之见，这个都不正确。那么即非有想非无想，就是那个速空天呐，非有想非无想以为涅槃，这个也不对。那个呢是是无这个无色界啦，无色界那个四空天。他还没有到涅槃。那么见自在天呢，有八圣道，也不对，有见呢断见，如是等呢都是学起，都不正确。菩萨呢，若得闻是大涅槃经，修行性行，则得断除如是学取。菩萨呢闻到呢大涅槃经，已经呢修这个圣行，就可以断除这一些不正确的见解。那么因何名为声闻缘觉学起见也。见于菩萨呢，从多帅呢下化这个成白象降神母胎，父呢名净幻，母名摩耶，迦毗罗城，处胎满足10月而生。第四呢这个棒阶，那个第四就是乔氏甲，33天的天主。南陀龙王及呢婆兰陀吐水而喻摩尼巴陀大鬼神王，持宝盖，随后势力，地神化花以成其主，四方各行满足七部，至于天庙，令知天象悉皆悉起成形。阿斯陀是人的名字啦，有2个人，一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生于净幻王宫时候看相之者，言若在家29岁呢，也转人圣王；若出家呢，成一切种子广济天人。那么2呢，为世尊呢，说法华经在提婆达多品提及于过去世为世尊呢说法华经，就是阿斯陀这个人有2个人，那先呢抱持赞相，既赞相矣生大悲苦，自伤呢当以不睹佛心讲我无法度等甲以后有法度安尼伫凡世间拢伫咧大兴佛法，意思写书算计设意图忏呢之意，此在身供呢6万才女，欲乐受乐出城游观，至迦毗罗园，道见呢老人乃至沙门，法服而行。凡至宫中呢，见之才女，形体状貌犹如枯骨所有宫殿走目无异，厌犯呢这个犯恶很讨厌怨恶出家，夜半于晨呢，至一头甲阿罗拉等大仙人手，这个都是外道去外道的地方修道。那么闻说是处，即非有想非无想处，即闻是矣闭关是处，是非常苦不净无我，舍之事下呢，既修苦恨苦行满足6年，知是苦行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就讲修苦行修未成道啦，
啊，对家己无帮助，对别人嘛无帮助，所以他就反对。所以讲那个那个比丘的句呀，就是无义之苦啊，当远离，就是针对啊，那个苦行咧讲啊，讲遐苦拢对你无路用，对别人嘛无帮助，所以你不要去受那个苦行。无义之苦啊，当远离。各位还记得吗？说说看四句啊。生以欲业不作恶，莫恼世间之有情。正念观之亦见苦。无义之苦当远离。会记哩未？敢若袂记得了。伤久啊，拢害我啦。6年呢6年了，很快一转眼，敢若昨年讲已经6年啊。所以啊，我们了解啊，这个苦行啊，修苦行迄是咧激励自己啦，迄伫咧激发自己的修道的那个动力啦，伫咧激发。可是你以那个为目标的话就错了，一定呢要了解说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在呢苦行，是苦行伫咧行家己放逸，家己迄心拢去互世间扭，去互世间怪去啊，无爱互伊怪去所以受苦行爱知影。所以啊，你若受苦行，知影真理，敢若像恶土成金，你掠个土拢变金的啦。啊，你若拢唔知影，敢若唯物苦行啦，拢苦行做无益的。哇，迄无彩咧修啦，修甲艰苦啊，拢无效。那么尔时复至呢，伊罗跋陀河中呢洗浴啊，受牧牛女啊所奉的奴米，受也转世啊菩提事相，破魔呢破寻，得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婆乃为无比丘痴转法人，乃至于此啊，即是那尘入般涅盘。如是等见啊，是名声闻远觉取见。这拢经过拢实在啊，是因看到的是现象啊，见到的是现象。那佛说的是真理，所以真理跟现象就不同。善男子，菩萨修行如是呢，大涅盘经，地之菩萨呢，无量劫来。不从多帅呢，降神母胎，乃至呢，即是那尘啊，入般涅盘，是名菩萨呢正直啊之见，能知如来生命义者啊，所谓即是啊大般涅盘。一切众生呢，悉有佛性，忏呢师从尽，谤呢持谤法心，尽啊忤逆罪，昧啊一忏提。然后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呢甚深啊秘密之意。所以这个呢才是佛真正呢要讲的那个内容。所以呢菩萨呢修行啊，如是大涅盘经，然后地之菩萨呢无量劫来，这个讲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啦。说无量劫来呢，不从呢这个多帅。不从多帅天，然后降神母胎，乃至呢即是那尘啊，入般涅盘，不是啦，是名菩萨呢正直之见，就是啊正确的能知如来呀，生密啊，这个义者，这个深深的秘密的义理，所谓即是呢大般涅盘，就是啊，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绝对体。那个呢大般涅盘，那么一切的众生呢都有佛性，然后我们呢就忏四重尽，四重尽都还记得吗？还记得没？四重尽忘了
因为这个啊，我们呢平常啊会觉得说不很严重啊，可是佛把它列为就是4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啊失掉菩提心呐，一个呢就是啊失掉正法，一个牵引圣法，一个恼害众生，这个4重尽呐。我们都觉得这跟他无讲遐严重嘞，可是啊佛都把它列为就是很重要的4个啊，就是不要去犯到所以就忏啦4重尽那个除谤呢，谤法心，我们的毁谤佛法的心呢要除掉，然后尽忤逆罪那个呢事情的忤逆，形象的忤逆啊那个不能去犯，然后一忏体没有善根的我们也不那么做然后才得成呢无上的正等正觉是名呢甚深的秘密啊之意来真深的这样的秘密的义。复次善男子，因何复名啊甚深之意下面这呢真深的义理，虽知众生呢实无有我，而于未来呢不思业果虽知五因呢以此昧尽善恶之业呢终不败亡虽有之业呢不得奏折虽有自处无有去责虽有系福无受福责，虽有涅盘亦无昧责，是名甚深秘密之意所以这边呢就比较不容易了解。他说呢，虽然知道众生实在呢没有一个我这个形象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这个不是我，但是呢而以未来不思业果虽然你这个身体所造的一切都存在，所以未来呢不思业果，那所有的业果都在。那么虽知五因以此昧尽，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可以我们人死掉就灭了。可是善恶之业呢终不败亡咱所做遐业拢伫咧。那么虽有志业不得奏折，虽然足多业暗故要找什么人做的找无虽有自处无有去责虽然有一个很理想到达的地方，不过无人去；虽有系福无受福责，虽然会拔也未甲咱拔的，不过无人去互会拔掉。那么虽有涅盘亦无昧责，虽然有迄个不生不灭，不过无人要行入去迄个不生不灭是名呢甚深秘密之意所以这个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需要自己追求啦，他不会自己这个跑出来。那么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我解所说，稳不稳意是亦不然已经把那个唱对调了讲不是安呢？何以故？若华有者便应定有；若华无者便应定无。无不应生有不应灭无不应生有不应灭。如其闻者是则为闻；若不闻者则为不闻。因何而言闻所未闻所以他呢抓到这个语病闻所未闻你即马听之前拢唔捌听过。世尊，若不可闻是为不闻；若以闻者则更不闻。何以故？以得闻故听到就已经听到唔免搁听。因何而言闻所不闻譬如去者到则不去去则不到亦如生生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闻已不闻不闻不闻，亦复如是这个叫做世间凡人的见解迄就是讲咱世间人看到拢安尼啦世尊，若不闻者，一切众生未有菩提即应有之未得涅盘亦应得之未见佛性亦应见佛性。因何复言十智菩萨虽见佛性未得明了？
世尊若不闻，若不闻则如来往昔从谁得闻？若也得闻，何故如来于阿含中呢？复言无师。这个无师自己得到。若不闻，如来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众生呢，不闻，一得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想得美啦。如来当不闻如是大涅盘经，见佛性者，一切众生不闻是经呢，亦应得见。唔免听嘛，拢会当看到。安尼世间人拢幸福啦，唔免修嘛，拢幸福。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见啊，或不可见；声亦如是啊，或是可闻，或不可闻。是大涅盘，非色非声，于何而言？可得见闻。世尊，过去已灭啊，则不可闻；未来未住，亦不可闻。现在听时，则不明闻；闻已生灭，更不可闻。是大涅盘，亦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善事，则不可说；若不可说，则不可闻。允何而言？菩萨修是大涅盘经，闻所不闻。这个得往菩萨是发难，佛是回载，在在都是真理，深深之意啊，不得知得啊，不修之修。所以因为稍微把它呢讲解一下他的那个心理状态，我们看的人比较会了解。那么尔时呢，佛赞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也：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呢，一切知法如幻如焰如浅大破尘。那个浅大破就是化尘啦，迄变化的，你若去遐大，伊会无去啦。化水之机呀，咱看到迄个化就是化水伊流落来的成机啦。亦如泡沫，芭蕉之势啊！迄芭蕉外口安真坚，内底空，空无有实啊，空内底拢无实在。非命的非我，无有苦乐，如十字菩萨之手之见。已经呢这个十字菩萨。那么十大众中啊，忽然之情有大光明，灰青灰青见青，灰黄见黄。灰赤呢见赤，赤就是红的啦；灰白见白，灰明见明，灰见而见。尔时大众一丝光明，身心快乐啊！譬如比丘入狮子王定。那么尔时文殊师利呢白佛也：世尊，今此光明，谁之所放？尔时如来默然不说。迦叶复问文殊师利：何因缘故有此光明照以大众？文殊师利呢默然不答。哇，一个一个拢咧。尔时无边身菩萨复问迦叶：今此光明谁之所有？迦叶默然不说。净智王子菩萨复问无边身：何因缘故啊？是大众中有此光明。无边身默然不说。如是500菩萨皆亦如是啊！虽相之问呢，然无答者，无人回答啦，你唔知影。尔时呢，世尊问文殊师利言：文殊师利，何因缘故啊？是大众中有此光明。文殊师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无有因缘。因何佛问呢？何因缘故啊？有是光明。因为今天佛学道的时候啊，这个操持讲师或者说今天问题比较多了，要或者留半个小时。哇，看一看已经剩下20几分钟而已啦。各位有现场要问的吗？也可以马上举手发问。
问刘讲师上次留下的问题啊，请问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是不是不用跟尘世念佛，直接用主性念佛？这跟刘讲师的万年放下是不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哦，好，这个问得很好。因为大势至菩萨那个念佛圆通啊，他是说多摄六根啊，把六根全部收摄回来，然后念，收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收摄回来，然后念佛，就是念自性佛啦。所以跟我们凡尘的念佛念那个名号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或许有一个课就专门讲念佛圆通啊，结果没有人听懂。那个时候啊，可能这个记忆还没到，我心太急了就讲了，我听无猜我呢讲啊叫认真呢。念佛啊，收摄六根啊，我们在念都只有从我们的身嘴巴在念它都是名号，佛的名号。可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啊，它是收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全部收回来念佛。全部收回来念佛，就是念自性佛，念自己本身的佛。念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那个念佛，所以啊，跟凡尘都不一样了。所以那个念佛，哇，我看讲，凡尘很少人推广，可能我们机缘也不成熟了，推广不开，听无。然后啊，我们这边资深的讲师回答说，一手玄关，我听到啊，无猜我在讲，甲一手玄关，眼耳鼻舌身意。那只有一啊，人家多摄六根，你只有一根，那怎么要跟他比啊？无差。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全部的六根都收回来，全部六根收回来念佛，是不是念自性佛？你没有外面的佛号，没有，那个就念自己本身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所以那个很高的一个法门，我们也可以这个回去的时候看一看，就在楞严经呐25门修持法门一个那个耳根圆通的前面那一个，耳根圆通的前面就是念佛圆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那一个法门，各位也可以找那个楞严经的 DVD 看一看，或许不知道第几篇就是有那一篇，还很专心讲，可是这个还是要等到机缘成熟才有办法，不成熟没办法。所以啊，跟或许在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有一点相类似啦，因为我们万念放下一定也把六根都收摄回来放下了，你不能用六根收摄六根回来，回来以后你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不要，都去掉，都放下因为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它都是用了就没了，用了就没了，不像本体永远在所以我们万念都放下了，妄都放了，身才显，所以你只要说有心做，有空就做了，你有空了就做，然后你只要都放，你一定会有一个时间会让你原来我的佛性就这样，你领悟了，你会真的领悟，你就体会那个下面那一句一念不生，
那个万年都放下，那一念不生啊，那个已经是体会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才会知道一念不生，一个念头都没有了，都没有。所以你只要肯做，一定可以到达。有这个状态呈现啊，给本身啊，去实证，那个叫证悟实相。你一定会证悟，你知道以后，你就摸到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摸到根了。你摸到根了，成仙做佛；你没有摸到根呢，瞎修行都不真了。所以我们那个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啊，跟或许讲的那个观念放下一念不生啊，有一点相类似啦，只是他讲出来的文字不同。他呢全部收摄六根回来念佛，或者说万念放下，万念放下那个一念不生，就是我们佛性本体。还有吗？我有一点问题楞严经中的七处根须，第三水无根离，这个根离又跟有不同。因为那个时候阿难是被逼了。第一个在我们身内那个是阿难的主要的意见。说佛性在我们身内，我们中也都这样，佛性在我们身内了。他被佛破斥了以后，他另外想吃另外有6个地方，那6个地方都是我们众生可以想到的啦。说在身外然后潜伏在根内底啊。那你潜伏在根内底我们要了解到，佛就问他说你讲在潜伏的眼根啊，他讲这个开眼见明啊，闭眼见暗啊。佛问他说你开眼见明呢那个明是对内还是对外？闭眼见暗啊，那个暗是在内还是在外？所以阿难他就回答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七次真心真心只有2个地方了，那个七真处地方所在不是真心，是真地方所在。讲你的心在哪位？各位姐妹，咱的心在哪位？对了，我们的心无所不在了，无所不在，这是标准答案啦。所以他说在身内在身外前眼根，然后分明暗，然后那个一切无着，所有都不对了。我们要了解到你心在哪位都已经大，你大在哪位大唔对啊。你心拢无大。拢无所不在，你无所整个你不住就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就是整个都不在。所以真心只有2个地方，乳目可见以何为心？第一次真心讲你的目睭有法度看到，你用什么做你的心啦？所以我们了解说真心只有2个地方，不是7个。7个是处，就是地方所在那个潜伏眼根就是我们眼睛啦。他是说你目睭开起来甲目睭跟背金以那个来作为问那个佛的问答，那个都是临时去想咱凡世间有法度想的，而咱拢替咱想出来了，就这样。好，再来就是陆地言一样七处真心，心在室内，这个心在室内很难解释讲给人家明白，因为心有凝聚的作用，不即不离，虽然不在室内，也不离开室内，但却无法分清五脏六腑，身体又有痛及冷热的感觉，是佛性的灵知所能到达身体基本的程度。好，这个在我们要了解到
他比较早以相在问啊，所以啊说佛都讲说我们的心啊，对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啊，一切均能分明了知啦，拢会当知啦。啊，伊讲心啊，伫咱的身躯内底，啊，咱的抓生法藏啊，就是指甲甲头毛，伊伫咧动啦，啊，咱啊拢无看到，啊，伫咧迄心内都唔对啊，啊，搁咱有五脏六腑啦，啊，迄个五脏六腑咱嘛拢无法度去了解伊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啊这样呢，讲我们的心啊，在身内就不对了，咱有影咱的规个迄个经脉伊伫咧运转切切实实啊，但是咱都唔知，都不晓得啊，啊，所以伫咧讲像这样问的话，他比较着重身体的觉知啊。可是我们身体的那个觉知那个比较属于无常生灭的部分啊。咱无常生灭的部分你假如说太注重，那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一种那个状态啊，都无法度去追求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重要就是他要离开身体。刚才像暗时咱困了，我们睡觉了，已经睡着了，然后家人叫，说有朋友来找你，那家人没有碰到我们的身体伊无甲咱贴无起来，无甲咱叫，敢若甲咱讲咧，讲有朋友来找你啊。啊，你看咱咧困咧困的人一定是讲好，我要困啊，拢放掉啊，对无？你无咧讲好，我要听后等下有人要来找我，敢有咧困安尼？你都免困，你等下有人要来找你免困，所以你困的时阵就是困啊，唔知啊嘛。啊，你看厝啊，你叫有朋友来找你紧起来，你看那个声音啊，可以通到你的佛性。你会醒过来，你会起床。你看迄什么，就是奥妙啊！伊唔要来你录，你若讲迄年轻差不多安尼，超10几岁、20几岁爱甲录啦，伊咧困的敢若死去啊甲抱迄水的还搁咧困，那个一困的拢唔知啊。可是只要你有年岁了都不用，只要你叫了一定都会醒过来。你看那个一叫的时候没有碰到我们身体只有声音通到我们佛性佛性就醒过来。你看那个不可思议啦，就是用佛性它可以离开身体啦。佛性局限在身体啦。当然在身体也有，不即不离嘛。身体也都是有。无那有奥妙就是能够离开身体又有所以起码就要互咱听较久的啦，遐大声你看拢有啊啦，有迄个吼声真大声啦，告诉我们啦，只要你把它拉出去，有声音的地方就是有佛性的地方等到这个声音雨都不下了，声音消失了，我们佛性也在那个下雨的地方。也都一样在，只要我们修久了，你自然而然，在平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佛性都，这个整个，都呢可以在整个空间佛性都在，所以或者都一直鼓励啦，咱即马在生已经拢有法度有成伫咧主张啦，即马啦一口气无来咱的身躯还有天地无紧因为我们的佛性已经可以跟虚空融合就免行无路通行啦。你若无求道无安尼修，一口气无来，哇，要行迄道，所以前有修过无？咱若一口气无来，咱要行迄道，咱若目睭八金
有法度看路行，啊，你若一口气无来，无法度吼，爬金来看路行，你要行会到？无路通行呢。所以你看吼，为什么家属官就爱请上经团来上经？迄经就是径，路径就是路啦，经就是路，要叫伊安怎行？咱即马在世吼，都已经该启发啦。启发讲我的父性拢甲虚空做伙，即马一口气无来，我自然父性甲虚空做伙，身躯还有天地做风土，拢无看路啊。若无，咱若讲在生无安尼做，你还阁在生，还阁拢用生活力，力紧伫咧，做主啊。到时阵有影无路通行，要去倒无法度行，所以咱就爱在生较骨力的，一定就爱请父性出来做主，互父性的主张，然后咱父性甲虚空拢做伙。安尼才有圆满，安尼就唔免惊讲一口气无来，无路通行。这样了解吗？还有吗？好，请说。请问刘老师，圣意跟无尘根是由佛性本体是8个功能说的吗？对啊，圣意跟浮尘根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样啊，这是我们的6根啦用圣意的话就是你把它善用，你见佛像好，能够想效法，要像佛的那一种形象出来，那个就是圣意根啦，然后能够呢闻佛声教，能够听到佛的一些那个教导，就是经典里面的，然后闻法。能够呢，理解、领悟、了解，然后能够呢，界外取证，这个叫圣意根啦。一样是我的6根，可是我们用在圣意，就是好的方面啦。这个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那个浮尘根呢，就是浮现在凡尘，我们就是浮现在凡尘我们6根要做什么？就是原来要建设就是6根对6尘这个叫浮尘根浮在凡尘的根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凡尘众生的作用所以圣意根就是要我们能够走路我们的根里面有引导我们走向好方向的那个路我们呢这个眼根见佛像好，耳根可以闻佛声教。然后可以闻法，领悟了解，然后我们可以界外取证，可以到达那个就是受想灭，这个整个那个受想灭的那一种那个状态，那个就是圣意根那因为现在凡尘世变化快速，要如何取舍？凡尘事，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以不变来应万变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如如不动，不会变的。那凡事再怎么变我们都不要去管它，因为我们怎么去应对都觉得会很来不及而且又会非常的让我们很忙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以不变来应应就完成了万变。还有吗？刘讲师，您在《金刚经》讲解中提到佛智并戒律，如果世间话也不一样，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处理。譬如说，有人不是用毛笔写的书面手稿讲义，毛笔是写的很整齐、很端正，可是大家研究刘讲师讲解的心理心法，我们都不敢去看里面的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息上。那么浅显说，他很忏悔，不知道要如何处理。
这个叫因业会时，了解意思吗？你咧考啊，你唔通搁食，我们呢那个时候讲那个佛制定业力啊，就是因为有实际的那个状况啊，很多呢就跟佛讲，说他们拿出来布施很多都有鱼有肉了，那我们要不要吃？因为他们布施了这个他们就是要给他们种谷啊。那佛就讲，重点是在于那一些鱼肉的那个味道你拿到那个河边去把那一些鱼腥味还有那个肉那个味把它洗一洗，你就可以吃了。那个是养生只要你能够生活的下来就可以了。所以那个重点就不在于你吃什么，而是在于你的心就是清净那我们要了解说，以毛笔来写字你难道知道那个毛一定是生的动物起出来的毛吗？当然是那写出来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字你是为了那一些文字来改变你的心态，不是为了那一些来源。刚才像那个剑与经且慢拔剑，我要研究这个剑是谁射过来的？且慢拔剑，我要研究这个剑是什么做的？你还没有研究清楚，你就死掉了啦。所以那个这样就太过分，那个超过。因为我们呢要了解到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心我们心没有杀生的心所以你吃所以或者都讲我们道亲吃素吃素表文升天吃素是足健康的啦，一时错都袂使啦，毋过讲倒下是好吧？安吃才有用无？对所以要了解到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有慈悲心你慈悲心没有建立你拢枝末安尼脱掉掉啦，根本拢无咧顾所以我们要照顾根本所以要了解到像那个老千那个时候刚开往美国到美国去巡视道场，然后那个李建仁就一直跟老千坐在一起，要看你那个时候没有素食便当飞机上面也没有了，李建仁说一直要看老千怎么吃，老千便当拿来了，把那一些菜把它堆到一边，然后就吃饭。吃完了以后就盖起来，就回收了，活不活泼？要拿咱道亲那目掉那目掉袂使吃，是不是这样？大概我们都这样可是要了解六祖怎么出的？肉边菜对不？那人对有无？拢当伫咧。打拢煮好无？伊拢夹迄个煮的路边菜有无迄菜伊夹伊咧肉煮安食没有？活不活泼？活泼的啦。你若出去外口讲那拢找无素食馆，你去厝的内底讲我食菜啦，你炒一个我食，伊一定甲你洗清气清气透扫你食。你免烦恼。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的心都是很善良的啦。下个各位点问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我是彰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佛学机会写讲。我们这个讲到哪边了？70几页？77。这个讲
光明哈，光明。这个是光明者啊，名大涅盘。大涅盘者呢，则名常住啊。常住之法不从因缘，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常住就是永远都在，而不是从因缘啊，才生的，它呢都永远都在。那允何佛问啊？何因缘故啊？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啊，即是如来。那么如来者啊，即是常住，如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呢，每一位呢都是如来，每一位呢都是佛，每一位啊都有光明，所以啊都是常住，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那么常住之法呢，不从因缘。那么允何如来呢？问以啊因缘。那么光明者啊，名大慈大悲。所以啊，光明，我们佛性呢发挥的光明，大慈大悲，那么慈啊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苦啊都拔掉。大慈大悲者啊，名为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永远都在。那么允何如来问以因缘？那么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啊，是名常住。这个念佛，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假如说都无念，无念的时候啊，就是念佛。念佛的时候啊，是光明，就是佛性本体啊，都光明。都是念佛。那么念佛者是名常住，永远呢都在。常住之法呢，不从因缘。这个文殊菩萨呢，都一直讲。这个常住之法呢，不是从因缘而有，它是永远都在。那允何如来呢？问以因缘。光明者，即是声闻缘觉，不共之法。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光明呢，声闻缘觉啊，它没有到达，是一种光明的状态。所以啊，不同声闻缘觉，他们呢共同，所以叫不共。那么声闻缘觉啊，不共之道啊，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从因缘，以何如来呢问以因缘？这个呢是文殊菩萨呢回答释迦牟尼佛的问，这个光明啊是何因缘？那么佛就讲说：闻师利，汝今末入啊，知法甚深第一义谛。前面呢所讲的啊，就是啊甚深很深的第一义谛。那么应以是谛啊而解说之啊。所以你讲的那一些都太深了，很多都会听不懂，所以啊，或者就用小华语说知音啊，很难得啊，很难呢得到这个知音。那么文殊师利言，就讲这个光明是哪个地方所放？世尊以此洞方，构12恒河沙等世界啊，有佛世界名曰洞。这个不动世界，其佛呢，自处众广，正等直满12000由许。那么其地啊，七宝，无有土石啊，地全部都是七宝，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捡呐，我们捡大概叫土石啊。那么平正啊，柔软，无知呢，沟坑。那么其枝四木啊，四宝所成，即琉璃以及玻璃，那个玻璃啊也是七宝之一啦，不像我们在窗户里。那么花果茂盛，无时不有，花果什么时候都有。若有众生呢，闻其花香，身心安乐。譬如比丘呢，进入第三禅，那个快乐的状态，好像比丘呢已经进入第三禅。那么周匝复有3000河，那么其水微妙8位具足，叫做8功德水。第一个澄净，第二个清冷，
第三个甘美，第四个亲软，第五个润泽，第六个安和，第七个饮食持饥渴等无量过患。第八个呢，引以定能长养之根，四大呢增益，所以八位记除。那么若有众生呢，在中欲者所得的取乐譬如比丘进入第二禅，那一种快乐像的比丘进入第二禅。那么其何都有呢种种之花，优波罗花、波托摩花、基乌陀花、昏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妙香花、常花，一切众生呢，无遮护花，其河两岸亦有众生，河的两岸呢也有种花，河两岸有种花，很多花。那么都有众鸟，很多的鸟，有几其上，在这个地方，复有无量的虎狼之子，知恶鸟兽其心相貌犹如狮子，那个恶兽呢，那个其心的相貌好像狮子就是那么善良。那么彼世界中一切无有患呢众尽者，都没有患呢这个戒律的，也没有毁谤正法及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无逆罪无逆等罪。那么其土调适，无有寒热饥渴苦恼，无贪欲恚，没有贪欲没有嗔，这个妄意嫉妒都没有，没有妄意，没有嫉妒，无有日夜昼夜时节，犹如呢第二忉利天上，就是33天。那么其土人民能有光明个个无有骄慢之心，每一个呢都没有骄傲的心。一切悉是菩萨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呢须皆尊重正法，圣于大圣爱念大圣，贪乐呢大圣，爱取大圣，大慧成就，得大种持。心呢常怜悯一切众生，其佛号曰满业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止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是真。所以那个佛的号一定都有10个这个称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止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是真，每一个佛呢都有这个10个尊号，都有这个称号。那么随所住处呢，所有讲宣其土众生无不得闻。这个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佛有讲经说法，众生呢都能够听到。唯琉璃光菩萨呢，讲宣如是呢大涅盘经，在那个佛世界呢有琉璃光菩萨呢来讲大涅盘经。那么佛言，善男子，菩萨若能修行大涅盘经，所不闻者悉皆得闻。彼琉璃光菩萨问满业光明佛，亦如此间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所问等无有异，一样。那个琉璃光菩萨呢问满这满明业业光明佛也好像的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所问都一样。彼满业光明佛即告呢琉璃光菩萨言：善男子，西方此气20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其土都有山林堆覆，沙砾这石荆棘2刺周遍充满，常有饥渴寒热苦恼，
其土的人民不能恭敬啊沙门婆罗门，就是对修道者啊不恭敬。那么父母师长贪着辉华，欲于辉华，习行学华，不信呢正华，寿命短促，有行奸诈，王则自知啊。王虽有国，不知满足，依他所有，生贪利心，心思相华。王实则众，王则修习啊，如是不华。四天善神啊，心无欢喜，故降呢，灾害，谷米不登，人民啊多病，苦恼无量。彼中有佛号呢，释迦牟尼。大悲存后，引众生故啊，以毗湿那城，娑罗双世间，为痴大众啊，敷衍如是啊，大涅盘经。彼有菩萨名，光明遍照，高贵德王，以问之事，如啊，这个所问啊无益，今佛经呢答之，如可是往，自当得，跟呢这个。那一个很离我们很远的那个琉璃光菩萨呢，要呢到呢娑婆世界来听。世尊彼琉璃光菩萨闻是事矣啊，以84000菩萨亦来至此啊，故先啊现瑞，要来了，所以啊先显现啊瑞相，就是光明。那么以是因缘，由此光明，是名因缘亦非因缘，就是促成呢要来听呢大涅盘经。那么尔时琉璃光菩萨以84000之菩萨济持之幡盖、香花璎珞种种事业，被圣于前，俱来至此。毗湿那城，娑罗双世间。以己所持供养之具，供养于佛，头面礼直合掌恭敬，右绕呢三匝，袖净臂皆奏一面。尔时世尊呢，问彼菩萨：善男子，汝未到来，为不到来？所以这个问你是有来无来？大家拢来拢坐掉的琉璃菩萨言：世尊，到亦不来，不到亦不来，我观是义都无有来。世尊知行若常，亦复不来；若是无常，亦无有来。若人见有众生性则有来不来？我今不见众生定境，因何当言有来不来？有骄慢者呢，见有去来；无骄慢者呢，则无去来。有取行者呢，见有去来；无取行者呢，则无去来。所以这个一问我们一听呢，大概都不知道他在讲啥。所以都讲那个在呢真理里面的那一种状态。那么若见如来毕竟涅盘，则有去来。看到如来，他已经毕竟进入涅盘了。这样呢就有去来。那么不见如来毕竟涅盘，则无去来。没有去也没有来。永远如来都在这个凡尘世间。那么不闻佛性呢，则有去来；闻佛性者则无去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佛相，我们了解我们有佛性就没有去没有来。那没有闻到佛性呢，就有这个去来。若见声闻，必知佛人有涅盘者，则有去来。叫声闻就是阿罗汉。必知佛就是圆觉。有涅盘就是进入已经呢圆寂的时候就有去来。若不见者则无去来。不见涅盘的时候就没有去来。不见声闻，必知佛人有涅盘者呢，则无去来。所以了解说，在真理世界里面没有去也没有来，都呢常住不迁。
若见声闻必知佛人，常乐我净啊，则有去来。所以啊，声闻必知佛啊，他的常乐我净啊，还没有到达究竟，所以啊，有去来。若不见得啊，则无去来。不见呢这个声闻，以及啊必知佛。若见如来，无常乐净啊，则有去来。这个呢跟上面颠倒。所以我们了解，如来啊，真的就是常乐我净究竟了。假如说看到如来无常乐我净啊，这样就有去来。若见如来常乐我净啊，则无去来。所以我们了解啊，在如来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之中啊，那一种常乐我净啊，就没有去来。是真且自啊失事，感这代志拢肯会卖讲。意有所问，我要问问代志啦，唯垂哀悯啦，少见听许，讲这有来有去，无来无去，这拢卖讲。我即摆有代志要问，希望讲佢会当哀悯，会当慈悲，会当听我请问。那佛言，佛就回答：善男子，随意所问，讲随你的意思要问今正是时，今嘛正当是时阵啊！我当为汝啊分别解说，你若问我就甲你解说，甲你解答。所以则何？知佛难子啊，如幽昙花。讲知佛呢很难遇到啊。好像呢幽昙花，3000年呢才能够开花一次啊，很难遇到。花呢亦如是，难可得闻，很难可以得到闻花的这个机会。那么12部经方等护难，要呢听到12部经或是方等经啊，也是很难。是故应当呢专心听受。所以就是要专心来听受呢，这个回答的那个内容。那么时琉璃光菩萨既蒙听许，佛已经允许啊，他问，兼被这个戒尺即白佛言，因何菩萨有能修行大涅盘经无所不闻？就是能够听到以往所没听的。那么尔时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意尽如来大圣，这个大涅盘海，正直，不执我，能善解说，汝今所有以往毒见我为大医，善能拔除。说你的以往毒见我呢就是大医生呢，可以把你的毒箭以往毒箭都拔出来。汝于佛性呢犹未明了，说你在佛性还没有这个透彻的知道。那么我有慧具能为造如今呢欲度生死大河，我能为汝做大传师。如以我所生父母想，我亦呢以汝生赤子心，汝心积者贪正华宝，此我都有能相会师。贪正华宝拄我有，我会当互你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些事。善男子，欲听法者今正是时。说呢你要听法，现在呢正是时候。若闻法语当生净信。听到法以后要呢恭敬相信，自心听受，恭敬这个尊重。于正法所莫求其过。在正法所不要呢去找那个瑕疵不要找那个不对的地方。莫念贪欲嗔恚愚痴，就是不要有贪嗔痴。莫观法师呢种性好恶，就不要观法师的他的种性好恶。既闻法语莫生骄慢，
稳华了以后啊，不要有骄慢的心，莫为恭敬名誉利养，就是不要贪图外在的名相，以及那个利养，当为度世啊，甘入法力，意莫生念。我听法语啊，先是度生，然后度人；先是解生，然后解人；先是安生，然后安人；先是涅盘，然后令人而得涅盘。以佛法身应生等想，在佛法身呢，就是要平等，那个等想就是平等的想，平等的念头，不是等候啦，是平等。那么以生死中啊，生大苦想，那么在生死之中呢，不要贪乐，贪凡尘的快乐，就要生呢，在凡尘啊，不管是如何，都是苦，都是大苦。那么以大涅盘呢，应生常乐我净之想，在大涅盘，就是啊不生不灭，究竟的不生不灭呢，要呢，生常乐我净，那个念头。那么先为呢他人，然后为身，就是啊，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要把呢众生呢，放在前面，把自己啊放在后面。那么当为大圣啊，莫为二圣，我们呢就要大圣，就是自己呀，能够度，能够成就了，也能够成就众生，不要呢为呢恶汉呢必之佛，那个小圣。那个二圣呢，就是小圣。那么一切法当无所住，一切法呢都变化无常，不要住。意莫呢专执啊，一切法相，不要这个专执，这个执着呢，一切的法相。那么以知法之中，莫生贪想，常生知法、见法之想，就是知道法、见到法。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法，就是啊，修持最重要的要有心法，修持没有心法修不成道。当然只能如是呢，自心听法，是则名为啊闻所不闻。以往呢听呢，所不听到的，现在可以听到。当然只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三十。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道道，不道不道，道不道道道。所以啊，佛先讲了以后呢，底下呢再解说。那么允和呢，不生生。这个善男子安住啊四谛，初胎时啊，是名不生生。不想生，可是已经生在凡尘了。那么允和不生不生，善男子是大涅盘，无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这个大涅盘呢，它没有生，没有灭，所以啊不生不生。那么以和允和生不生，善男子四谛啊，时啊，是名生不生。那个四谛我们凡尘的，死的时候啊，叫做生，已经不生了。那么允和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啊，是名生生。我们凡夫啊，都生了死，死了又生，何以故啊？生生不断，死了生，生了死啊，生生不断。一切有漏啊，念念生故啊，是名生生。所以啊，先讲，然后呢，再解说。那么四智菩萨呢，名生不生。所以或许把那个四智菩萨的解说移到最上面，那个四智，第一个天助，为六欲天之所住处啊，即布施，持戒善心，那么第二个幻住，为色界啊，无色界知天之自处，即慈悲喜舍是无量心。第三个圣住，为三圣圣者之住处，即空无相无咒之三昧。三昧呢就是正殿，空，这个无相无咒，这个三个三昧，三个正殿。然后第四个佛住，
知佛的智处啊，即所能言之无量三昧。所以四住、天住、梵住、圣住、圣佛住这个四住，四字菩萨呢名啊生不生何以故啊？生自在故啊，是名生不生生呢已经可以自由自在要不要生呢自己当家。三指是名内法是我们呢内在的方法。那么允和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未生生生生三男子，譬如种子未生芽的时候得四大和合人工作业那个种子还没有生芽，得到所有红土和合，然后我们人又呢开始施作，然后呢乃生是名呢未生生那么允和未生未生，譬如败种即未预言，如是等类名未生未生。败种就是那个种子它已经呢败了，就焦芽了败种那个种子把它炒过了那个种子都死掉了，所以叫败种以及还没有遇到因缘没有遇到因缘的话，叫做未生未生。那么允和生未生如芽生矣而不增长芽有生，可是呢不会增长是名生未生，有发芽啦但是都不会大长。那么允和生生，即芽增长若生不生，则无增长。如是一切呢有漏是名外法生生所有有漏，有漏呢就是有烦恼漏呢就是烦恼的意思。琉璃光呢菩萨呢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是为常也，是无常乎？就问这个有漏之法，若有生的话是常呢还是无常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则无有生；生若无常，则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无自现若能生他，以何因缘不生无漏世尊，若未生时有生者允何一机乃名为生？若未生时为无生者，何故不说虚空为生虚空为生物件出来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呢不可说生生亦不可说，生不生呢亦不可说，不生不生亦不可说，生呢亦不可说，不生呢亦不可说。有因缘故亦可得说了所以佛就讲不生生袂使讲，生生袂使讲，生不生袂使讲拢无法度讲有因缘的时候呢亦可得说啦，有因缘才会当讲。那么允何不生生不可说？为什么不生生袂使讲不生名为生允何可说迄个不生就是生啦，安尼要安怎讲？何以故以其生故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生生就咧生啦所以这个讲出来呢，我们就不可能用普通的头脑来想那个想不通的。那么允何呢生生不可说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说咧生咧生无生伊嘛袂当讲。那么允何生不生不可说？生即名为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说那个生呢不自生，不是自己可以生允何呢不生不生不可说不生者名为涅槃，涅槃不生呢故不可说。何以故以修道得故我们修道呢可以得到涅槃就呢不生不生不生所以袂当讲。那么允何生意不可说
以生无故，那个生无啦，要生啥？生无。那么因何不生不可说？以有得故，那个不生不可说，不生啊都有得到，有得到未讲。那么因何有因缘故啊？亦可得说。十因缘法为生作因，这个10个因缘啊，为生啊作那个因，以是义故啊，亦可得说。三男子，如今的末路啊，甚深的宫殿。何以故？大众啊，顿故。这个导师有一点讲你唔通入迄个空定内底啦。你若入去大众拢听无啊啦。三男子有为之法，生亦是常，以智无常，生亦无常。住啊亦是常，以生生故啊，智亦无常。亦是常，以华无常，意亦无常。坏呢亦是常，以本无今有，故坏呢亦啊无常。所以大概啊，我们这个头脑面啊，被这个佛这么一讲了以后啊，大概我们已经搞不清楚状况。三男子以性故啊，生住亦坏，虚上皆是常，念念昧故啊，不可收藏。是大涅盘能断昧故啊，故名无常。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佛一讲出来以后啊，有时候都超越我们的想象。三男子有漏之法，未生之时啊，已有生性，故生呢能生。无漏之法，本无生性，自故呢生不能生。如佛有本性啊，欲言则发。那个佛他有本性。像我们这个所有风土啊，这个佛呢就在四大面啊，他有自己的佛的本性，所以遇到缘，我们用火柴打火机啊，那个佛就发现了，一缘啊，他就发现那么眼有见性啊，我们眼睛呢它有见性。那么因色、因明、因心故见，所以啊，我们眼睛里面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我们有心看，所以啊见到了，所以啊众生之法亦复如是，有本有性呢，欲得业的因缘，父母和啊，则便有生。所以佛呢都讲得很微细呀，从那个很细的地方讲起。那么尔时琉璃光菩萨及84000菩萨闻是法语呀，有在虚空高七多罗寺啊，那个罗寺啊，多罗寺，就像我们那个凡尘上悬的球啊，什么球啊？什么下拢有看到，但一支安尼悬安尼那短就办多罗寺啊，安尼他们那个多罗寺啊，一支7等外啦，高不高？很高7多罗寺啊，那拢足悬的但是假如说你把它那个根7多罗寺的根把它斩断，它就死掉了，它不会活那么恭敬合掌而拜佛言：世尊，我们如来殷勤教诲，因大涅盘使得误解啊，闻所不闻。这个闻所不闻就是以往所没有听到的。那么意令呢，84000菩萨深解之法不生生等。所以那个跟那个菩萨讲，他们听得懂了；跟我们讲，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菩萨法，世尊，我今已解，断之以往。然此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无畏，护欲之柄，为垂天喜。还有一个菩萨，做无畏菩萨，伊想要问啦，希望讲佛会当互问。尔时世尊告无畏菩萨：三男子随意问可能要问啥？做你问。
有当为如啊分别解说哦，你若问就甲你讲。25位菩萨与6万4千之菩萨等，即从坐起啊，正整衣服，长跪啊，合掌而拜佛言：世尊，此土众生呢，当造何业啊，而得生彼啊不动世界？其土菩萨允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向往，有大威德，既修之行，立志啊，结己啊，闻则能解。24真呢，即说偈言，要怎么样可以啊，升到呢不动世界去？那么派呢众生命啊，坚持啊知境界，受佛微妙教啊，则生不动果，可以到不动佛土去了。不夺他人财，常会施一切，照招提升法，则生不动果，可以呢，这个生在不动国，不犯呢他妇女，自屈呢不挥食，这个自己的太太呢，一定呢要这个时间的时候啊，才呢恩爱，不是时机呢不对啊就不周。那么施持戒呢恶具啊，则生不动果。不为呢自他故啊，求利啊及恐怖，慎口不妄语，则生呢不动果。所以要到动呢这个佛世界呢，都是要这个有根基呀。那么莫怀莫坏啊善知识，远离呢恶见属，口常和语，嘴巴呢讲话呢都是讲好话，则生呢不动果，可以呢到不动果去了。如知菩萨等常离呢吃恶口，不能呢骂人讲坏话，所说人乐闻，说出来人都很喜欢听，则生呢不动果，乃至啊于嬉笑，不说非实语，这个无咧咧讲笑呢，那个都不好，也不说呢非实语，那个时间不适合讲的话呢就不说，谨慎呢，这个常说，则生动果，很谨慎，时常都很谨慎，见他得利养，常生欢喜心，见别人得到这个好处啊，就生欢喜，不嫉妒，不起啊嫉妒觉，则生呢不动果。不恼于众生，常生以慈心，不要懊恼众生，众生呢不知道真理，所以啊行为不合理，所以啊要有那个慈悲的心，这个不生呢方便恶，那个恶啊，纵然是方便的恶也不生，则生呢不动果。那么邪见啊言无私，父母及气来，不起如是见呢，则生不动果。就是啊那个邪见呐，讲说不要布施，对自己的父母啊这个气来呢，都呢这个不起那个好的那个心思，才能够呢生在不动国。那么矿路呢，做好井，这个矿路啊，都会口渴，你有井，人家呢就可以啊，从井啊这个打水喝，所以啊，种植果树林，常施啊其则食，也就是啊布施呢，那个乞丐啊，食物得生呢不动国。若以佛法身供养一香灯，乃至献花，则生呢不动国。这个导师我们诚心来供佛。若为口部故啊，利养及福德，施经一句啊，则生呢不动国。写这个句语，若为呢须利福，能以一路中呢读诵是经典，则生呢动果。若为无上道，一日一夜中受持八斋戒，或者把那个八斋戒写在上面，
哦，这个一呀，哦杀，二呢道，三淫，四妄，五酒，哦六呢跳舞，哦然后身呢涂香，然后施花满，那个装饰啊，安尼身甲安尼哦安尼，哦真好看安尼。第七呢，敏坐高广严厉的床上，哦，第八呢灰死死，哦，不是吃的时间呢就不要吃，哦，所以八斋戒。那么则生呢不动国，那么不以患这个众境同共一处住，哦，科谤呢荒等者则生呢，哦，这个不动国。他呢，假如说在诽谤呢那个大圣经典，那你把他呢，哦，就是骂，说你不可以这样，哦，就能够生在呢不动国。若能思变者，乃至于一国欢喜而瞻视哦，则生呢不动国。就是布施给病人，哦，就是一个水果也好，很欢喜去看它也好。不犯呢，哦，生满物哦，这个图少佛哦生地，哦，则生呢不动国。造像呢及佛塔，就是哦那个这个倒是我们都很喜欢做的啦，哦。犹如呢大拇指常生欢喜心则生不动国。若为是经典，自身及财宝，施以说法则生不动国。若能听思学，受持及众，知佛秘密常，则生呢不动国。所以怎么样可以升到不动国土去呢？佛就讲这一些内容。那么尔时无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所造业缘，得生彼国，是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普为黎民一切众生，先手痴问，如来若说，则能利益安乐人天。阿修罗、乾达婆、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这个天龙八部。尔时世尊即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于此当自心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有因缘故未到不到，有因缘故不到道，有因缘故道不到，有因缘故道道。这又是呢要呢底下再解说意思。何缘故何因缘故呢？未到不到。讲第一个。三男子，夫不到者是大涅盘。凡夫呢未到，已有贪欲嗔恚，依痴故贪嗔痴，身业口业不清净。这个身业呢我们要了解比较容易清净。口业就是要注意，注意呢就可以到达。身业口业不清净即受一切不净物，犯呢这个四重，谤呢荒等。那个四重就是舍菩提心，舍正法，这个牵引圣法以及恼害众生，四重尽，谤呢荒等，就是大圣经典。这个一忏提故忤逆罪故，一忏提呢就是没有善根，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而生，然后这个恶心呢吃佛生血，所以我们了解说忤逆罪，以是义故未到不到，没有办法到达大般涅盘。三男子，何因缘故不到道？不到则名大涅盘。何以故道？永断呢贪欲嗔恚愚痴，身口恶故不受一切不净物故，不犯呢四重故，不谤呢荒等经故，不做一忏提故，不做忤逆罪故以是义故名不到道。都已经能够到达。须陀洹者8万劫道。须陀洹呢8万劫可以到。
然后狮头含呢6万劫可以到，阿那含呢4万劫可以到，阿罗汉呢2万劫可以到，辟支佛呢10千劫到，就是1万，以是义故啊，名不到都可以到达。三男子何因缘故啊？名道不到，道则名为25有。一切众生呢，常为无量烦恼知觉啊，之所护蔽。咱拢去遐无量的烦恼遐结，拢怕结啊，甲咱砍掉的，甲咱蒙蔽啊，覆盖蒙蔽。那么往来不离呀，25有。犹如车轮呐，是名为道，已经到25有。那么声闻缘觉及之呢，菩萨宜得永离呀，故名不道。唯欲化度啊，是众生故，示现呢在中，亦名呢为道。善男子，何因缘故啊？名为道。道则即是25有，一切凡夫须陀洹乃至阿那含。烦恼因缘故名道，都到25有，各位都还记得吗？25有，就是3界啦，3界我们把它详细这个分的话，就是25有。欲界有6欲天6个，4大部洲4个就10了，然后呢，它有42道那个阿修罗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就14个，14个有因有果啦，所以欲界有14个有，然后啊色界有7个有，初禅那个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无想天、无净居天7个，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无色界有4个，四空天。这样加起来4、7再4啊，就是25。有因有果，在3界之中呢，就是25有。25有就是3界的详细说了。假如说我们讲的比较简单，就讲3界呢就可以。善男子，闻所不闻啊，亦复如是。有不闻闻，有不闻不闻，有闻不闻，有闻闻。又开始解说内容。那么云何不闻闻？善男子，不闻则名大涅盘。那么何故不闻？非有为故啊，非因生故。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大涅盘是安那无法度听到，因为它不是有为又呢没有音声无声又呢不可说无法度讲那么云何呢译文要安那听得闻名故有法度听到迄个名啦听到大涅盘的名，所谓的常乐我净。那么以是义故啊，名不闻闻，无法度听到啊，已经听到啊啦，就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呢，就是大涅盘，这种无有为，无因生。那么以下这段花难呢，又是超越凡夫的事理，借着得往菩萨的还俗之见，让修行者啊。深思完胜的转折点，以常情的聪明，较显般若的不同，及佛的大慈大悲，全盘毫无遮云的呈现道体，真心佛性，如佛所言，切是如来秘密之藏。这个或许特别呢，把刮胡啊，说它的内容。那么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是真如佛所说，大涅盘者不可得闻，因何复言常乐我净而可得闻？何以故？是真断烦恼者名得涅盘，若未断者名为不得。以是义故啊，涅盘之性啊，本无今有。若世间法本无今有，则名无常。譬如平等，
本无今有，好像我们用的那个瓶啊，水瓶咧底物件的，本来无即马有啊做的，已有凡有会弄破，佫无去啊，故名无常。涅盘欲尔，因何说言呢？常乐我净。那么佛言之般若，真理呀，在不闻者，强名大涅盘。又说何故不闻？真是大慈大悲，说明原因。而原因就是非有为，非因生，不可说，超越呢语言文字，凡可思议呀，皆非究竟。而理太深，悉借方便法门引导，而可得闻呢，皆是方便法门。所以又把那个般若的真理呀，又呢阐释，佛有把那般若呢，那个状态呢讲出来，就勉强啊一个名称叫做大涅盘，那么又说何故呢？不闻，是安那无法度听到，说明原因，而原因就是啊，非有为，他们无所作为，佛性本体无所作为，非因生，没有因生，不可说，因为超越了语言文字，那么凡可思议啊，可以思，可以用头脑想，用嘴巴议论呢，皆非究竟。可以想得出来，可以讨论的，它都不是究竟。而理呢太深，虚借的方便法门引导，而可得闻呢，皆是呢方便的法门。那么复次是真，凡因庄严而得成者，悉名无常。涅盘若尔，应是无常。何等因缘？所谓37品、6波罗蜜、4无量心。关于古相，阿那波那，这个旧称呢安波安那波那，我们翻译做中文呢叫数息观，这个数息观呢，就是啊观我们自己的呼吸啦，所以这个法门各位我们假如说心态散乱可以用，就是一呼一吸呀，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看你要选择呼的时候算。还是选择吸的时候算，就是啊，你选择呼，当你呼出去的时候，开始算，1、2、3、4、5、6、7、8，算到你已经要转换了就停止了，就吸进来，吸进来不用算，再呼出去以后又开始1、2、3、4，这样算，然后吸进来再停。然后再呼气再算1、2、3，这样会吗？就是我们心啊很散乱的可以用，把这个心啊降服，让心都稳定了，就呢，我们呢稳定了以后，做什么事容易成功了，心散乱了，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所以这个数息观对我们来讲的话。你认为你的心很笃定了，就不用了。你认为说，我那念足多呢，我那800念、慢念，你就可以用看看，算一算，算到尾无忝困去啊。所以呢，这个叫数息观，安明，这个出息呀，波明入息，安波。安那波那，出息入息。那么6念处，就是佛法僧戒施天，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6念处。那么破悉呀6大，地水火风空识6大。那么此6法呢，周遍一切法界，而造作有情无情，故名为大。有情呢，6大所成；无情呢，5大呢所成。这个地水火风空。那么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盘因缘，故名无常。复次是真，有名无常。若涅盘是有，亦是亦应呢无常。如佛
往昔于阿含经中说，声闻缘觉知佛是真呢，皆有涅盘，以是义故啊，名为无常。故次是真，譬如虚空，于知众生呢等无遮障碍，故名啊为常。若使涅盘呢是常等者，何故众生呢有得有不得？涅盘若尔，于众生呢不平等者，则啊不明常。是真，譬如百人共有一愿，若害此愿呢，则多人呢受乐。若涅盘是平等法，一人得时啊，应多人得。这个不知道什么理论啊，一个人得到，所有人都得到。这个他讲的家己袂歹势的一人断绝，应多人易断。或者就写歪理啦。一人这个吃饭大家都饱，无迄个道理呀所以这讲的就不合真理了。若不如是呢，允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养，珍重赞叹国王、王子、父母师长，则得利养，是啊不明常，涅盘欲耳，不明为常。何以故？如佛往昔于阿含经中告阿难言：若有人能恭敬涅盘，则可断结，受无量乐。以是义故不明为常。是真，若涅盘中有常乐我净明者，不明为常。若其无者呢，允何可说？那么尔时呢，是真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涅盘体呀，非本无今有。若涅盘体呢，本无今有者，则非无漏。常住之法，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一种这个涅盘它的体呀，不生不灭的体呀。假如说呢，本无，本来没有，现在有，那这样就不是无漏了，就是呢就是凡尘的无常变化，那个呢实以有漏的烦恼。所以啊，那个无漏的常住之法，如如不动的不管有佛在凡尘，或是无佛在凡尘啊，现象啊常住。这个有佛无佛啊，那个一样不生不灭啊。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啊，都常住啊，如如不动，都永远不会变化。那么已知众生呢，烦恼护故啊，不见涅盘。我们众生呢，被烦恼覆盖，所以啊，看不到涅盘，变位为无，就说呢，涅盘没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那么菩萨呢，以戒定慧勤修其心呢，断烦恼已，便得见之啊。所以啊，我们只要用戒定慧，我们努力来修我们的心把所有烦恼、所有妄啊，都放下了。我们就可以见到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当知啊，涅盘是常住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它永远都常住，非呢本无今有，是故啊为常，就是常的。善男子，如暗室中呢，这个井，我们呢在暗室中的井啊，然后种呢这个七宝。人亦之有，暗呢故不见。这个暗室里面啊，在井中，暗呢看不到七宝。那么有智之人啊，善知方便，燃大明居，大明灯，这个点燃，这个大明灯，这个慈王呢照了，悉得见之啊，就可以看到七宝。世人以此啊，终不生念，随即七宝本无今有。一定呢，你了解它本来就有的。那么本无今有啊，涅盘欲耳，本自有之，本来就有，非是今也，不是现在才有。那么烦恼暗故啊，众生不见。烦恼，我们被烦恼覆盖，
我们看不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把这一些烦恼暗都去掉了，有光明大灯呢，哇一照我们整个佛性呢都呈现。那么大智如来以善方便呢，燃智慧灯，令知菩萨呢得见涅槃，常乐我净。是故智者呢，不应说言本无今有。不应该说，本来它就有的，不是本来没有。三子汝言因庄严故得成涅槃。应无常者，是亦不然。原来不是安呢？何以故？三子涅槃之体非生非出。这个涅槃的体它不会生，也不会灭，不会出，也不会入。非实非虚它都不落入两边。非作为生，非是有漏，非有为之法，非闻非见，非斗生死，非别异相，亦非同相，非往非还，非去来今。去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今就是现在。去来今，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字就可以代表。非一非多，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无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所。以是义故涅槃是常，恒不变异。是以无量阿僧祇劫修集善法之庄严，然后乃尽。所以我们要了解，家己无看，不是无啦。咱修就有修就看会到，就会知影，可以领悟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大涅槃。三子譬如地下有八位水，一切众生呢而不能得。有志之人施功穿凿，则便呢得之涅槃欲耳。譬如盲人不见日月，量衣疗之则便得见。而是日月非是本无今有。涅槃欲耳。先自有之非是今也。本来就有不是今仔才出来。三男子如人有罪系之今如酒乃得吃还家得见，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涅槃欲耳。三男子汝言因缘故涅槃之法应无常者，是亦不然。涅槃之法不是呢那个因缘法。何以故？三男子因有五种，何等为五？一则生因，二则和因，三则助因，四则增长因，五则演因。那么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业烦恼等，及外之草木子是名生因。草拢一个字那是生因。那么云何和因？如善与善心相合，不善与不善心相合，无记与无记心相合，是名呢和因。云何助因？如下有助，屋则不堕。山河树木因大地故而得助力。内有四大无量烦恼，众生得助，是名助因。助大条的咱呢拢带伫四大假合内底。那么云何增长因？因缘以食饮食等，令众生呢增长。囡仔伫食都伫大汉，令众生呢能够增长。如外呢种子，佛所不烧，苗所不食，则得增长。那种子无甲烧，无甲煮过，鸟无食，安尼伊就会增长。是名呢增长因。又呢父母子得增长。爸母咧伫咧咧甲饲，伊就会慢慢大汉。沙门婆罗门依和尚就是依赖和尚三之事而得增长，就可以修成修成佛。那么云何演因？譬如因咒，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彼国王无有盗贼，儒牙因地
水火风，如名色为事眼因，父母精邪为众生眼因，如时节等啊，虚名眼因。所以我们知道，有咒啊，鬼就不能害，毒呢就不能种。所以啊，有时候这个咒呢，我们都还不很了解它的那个内容。可是只要你虔诚的去持诵的话，鬼都不能害，那毒呢都不会呢种到我们身上。那假如说我们有国家的法律啊，依凭国王，他就没有盗贼。那个呢国家呢要来保护人民。那么儒雅这个花雅种子，因为地呀有水有风，这可以生长。然后明色就是我们视的眼因，这个有光明有形象，我们能够认识。那父母精邪呢，就是众生的眼因，那时节呀，这个呢整个呢全部都叫眼因。善男子，涅盘之体呢，非是如是五因所成，因何当言是无常也？那个有五因呢，都是无常，没有这个五个呢，就是常。是善男子，复有二因呢，一则咒因，二则了因。如陶师轮绳啊，是名咒因。那个陶师啊，那个陶器的师傅。在做些碗盘他用轮绳啊，来制造做那一些呢茶杯啊，我们吃的碗啊，这一些如呢这个灯烛等照暗中物是名了因。所以咒因啊，那个呢陶师在咧做些些物件器具那个了因呢就是灯那个烛。能够呢照暗中物，有咒因有了因。善男子，大涅盘者，不从咒因而有，大涅盘呢不是咒因有，唯从了因呐。那么了因呢，所37次道华6年，6度波罗蜜，是名了因，能够成就，所以没办法做了，可以了。善男子，布施者是涅盘因，为大涅盘因。谈波罗蜜呢，乃得名为大涅盘因。所以布施是涅盘因，不是大涅盘。那个谈布施波罗蜜才是涅盘因。所以这边呢，这个布施跟呢布施波罗蜜佛把它分开说了。布施呢它只是就是能够得福，然后呢要到达清净的彼岸那个布施要达到清净的彼岸，就是呢要住相，才能够呢真的到波罗蜜。那么37品是涅盘因，非呢大涅盘因。无量阿僧底劫至菩提法，乃得名为涅盘因。所以那个37次道品，那个是帮助我们修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37品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这个49年它的重点所在就是呢37次道品。各位都有印象吗？四念处然后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我们好久都没复习了，很没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37次道品佛在讲经说法呢，他很重视这个37这个次道品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因何布施不得名为谈波罗蜜？布施呢不叫呢那个布施波罗蜜那个谈就是布施的意思。那么因何布施而得名知谈波罗蜜，乃至般若不得名为般若波罗蜜？因何名涅盘？因何名大难？那么底下这段佛就回答：
乃说明呢修大涅盘之真实的内涵。又把它呢，就把它标明。那么佛言：善男子，菩萨修行呢，方等大涅盘经。不闻不思，不见呢不思。不闻谈波罗蜜呀，不见谈波罗蜜，乃至不闻不见般若。不闻般若波罗蜜，不见呢般若波罗蜜。不闻涅盘，不见涅盘。不闻涅盘，不见呢大涅盘。那菩萨呢修大涅盘，知见法界皆了实相，空无所有，无有和合，觉知之相，得无漏相，无所作相，如幻化相，乐时言相，浅大破成虚空之相。那个浅大破成就是化成，变化的成事。那么菩萨尔时得如是相，无贪恚痴，不闻不见，是名菩萨真实之相，安置实相。菩萨自知此是谈波罗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罗蜜，此是涅盘，此是大涅盘。所以都能够呢，这个如实的知道。那么分说，善男子，因何是思？非波罗蜜。见有曲折，然后乃于是名为思，非波罗蜜。若无曲折，开心的自思，思则名为谈波罗蜜。就是看到人咧分，才互伊，迄叫做布施啦。唔是波罗蜜，若无人咧甲你分你，家己布施，迄叫做布施波罗蜜。若时时思，思名思非波罗蜜。若修常思，那个时时就是时间呢，都不是永远。那常思就是永远的。思则名为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若思他已，还生悔心布施互伊后悔我老的家己用无较好，摕互人，所以后悔了啦，我们也很多有这一种现象，布施了以后后悔，是名为施非波罗蜜。那么施以不回，施则名为谈波罗蜜。布施以后你都不后悔，对，就是要给他，不管他怎么应用呢，是他的事。那菩萨以财物中呢，生四部心，财物里面就是王，就是政府，然后贼，小偷，强盗，然后水，水灾来了，然后火，海会烧出。就有这四个四部心王贼水火。那欢喜施欢喜的施语施则名为谈波罗蜜。很高兴的布施呢，就是已经布施波罗蜜。若施忘报施名为施，非波罗蜜。我们布施了，希望得到果报，那一样就不是波罗蜜。那施呢不忘报，布施了以后没有希望回报，施则名为谈波罗蜜。若为恐怖名闻利养，家华相续天上无欲，为骄慢故为胜他故为知识故为求报故如是意敢若市场伫咧买那个呢都不算这个波罗蜜。善男子，如人呢重视未得阴粮，未得花果，给予这个财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施名为施非波罗蜜。所以我们了解有企图有目的就不是波罗蜜。那么菩萨修行如是大涅盘者，不见施者、受者、财物，就是三轮体空，不见时节，
哦，不见福田，即非福田。哦，不见因，不见缘，不见果报，不见作者。哦，不见多，不见少，不见净啊。哦，不见不净。哦，不亲受者，即生财物啊。不见见者，不见不见者。哦，不计自己啊以及他人。唯为方等但乐大般涅盘，常住华故啊，修行布施，为利益一切呢，助众生故而行布施。为断一切众生烦恼故啊，行以施。为之众生不见受者、施者财物，故行以施。善男子，譬如有人堕大海水，抱持死尸啊，则得度。所以这个佛都讲，假如说我们已经呢在大海之中，就这个掉落了，在大海浮沉了，沉溺了，赶快啦，有那个死尸啊，你抱着，你就可以啊，度脱了，因为大海会把那个死尸啊，一直啊，赶到岸边来，大海啊。不续死尸啦，迄海恁死去无去鱼仔食去伊一定甲你赶到位迄岸会来，唔好你海底啦。很奇怪这个大海它度量不大，一定呢不让死尸在海中啦。所以一定把那个死尸啊，一直赶到陆地，赶来岸边。所以你看到死尸你进去甲摸咧，伊会甲你送到位岸边来，就会活啦。可是那个要先有人死掉所以我们了解说，大海不续死尸啦。所以假如说没有被鱼吃掉的话，它一定把你赶到呢陆地来。那么菩萨修大涅盘行布施时啊，亦复如是如彼死尸啦。咱伫咧修大涅盘咧布施敢若安尼，敢若迄身体咧有法度咧互人挖去善男子，譬如有人必在生育门户呢监牢，唯有呢侧孔，便呢从中出到无碍处。菩萨呢修行大涅盘，行布施时啊，亦复如是。讲有人去关伫迄监狱真深的内底，门户拢真坚固，无法度啦。干那迄便所空有法度为便所空出来啦。较紧的为便所空走出来甲迄个无碍啊，没有障碍的地方。这个我讲的说法还真的很奥妙。大涅盘中呢，如是之事啊，从无量劫来不闻而闻，斯罗乃至般若，亦复啊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大涅盘经啊，是这种代志啊，从无量劫啊，那个不闻，无法度听到，现在听到啊，然后啊，斯罗乃至般若，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接着呢，也是啊，这个高贵德王菩萨品它很多有20个善男子，引而菩萨呢修大涅盘，不闻而闻。12部经呢其义啊深邃习来不闻呢今因是今呢而记足闻，先虽得闻啊，为闻名词。而今于此啊，大涅盘经乃得闻义乃得闻义啦，就可以得到义理。声闻缘觉唯闻12部名词啊，不闻其义。那么今于此经呢记足得闻啊是名不闻而闻都已经可以听到。善男子，一切声闻缘觉经中呢不曾闻佛有常乐我净。不必净昧啊，三宝佛性无差别相，犯四重禁啊，当方等经作忤逆罪及一忏提，悉有佛性。今以此经而得闻之啊，是名不闻而闻。
所以真的那个所有经典都不讲这么深的里面的意义所以啊一切啊那个常乐我净啊一定要方等经才有，然后讲如来不毕竟昧啊那个也是啊这个方等经才有，然后三宝佛性啊无差别相那个也是啊这个深的这个经典才有，然后幻四重经谤方等经咒泥罪及一忏提啊稀有佛性这个也是呢那个大涅盘经才有，那一般呢都呢把它拼列在外。那么尔时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幻从尽啊谤方等经咒逆罪一忏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复堕地狱因安奈哥而得噶。世尊，若只是等有佛性者因何复言无常乐我净？世尊，若断善根者名一忏提者断善根时所有佛性呢因何不断？佛性若断了因何复言常乐我净？如其不断何故名为一忏提也？世尊，幻四重尽名为不定，谤方等经咒逆罪于一忏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辈若决定者因何得成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一名不定。若须陀洹至辟支佛是决定者亦不应呢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决定者，须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决定。如是不定呢，知佛如来亦复不定。若佛不定涅盘体性亦复不定。知一切法亦复不定。因何不定？若一忏提持一忏提则成佛道。知佛如来亦应如是入涅盘仪亦应呢还出。不入涅盘若如是者涅盘之性呢则为不定。不决定故当知无有常乐我净。那么尔时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言：善哉善哉！伊就安尼讲遐无理伫咧甲称赞三慈为欲利欲无量众生令得安乐，临悯持念知世界故为欲增长发菩提心知菩萨故作如是问所以这个佛称赞他说要利益众生呢，才这样问。三男子，如以清净过去无量知佛是真，以知佛所种之善根，久以成就菩提功德，降伏众魔令其退散，以教无量无边众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罗三藐菩提，久以通达知佛如来所有甚深秘密之常，以问过去无量无边恒河沙等知佛是真，如是甚深呢微密之意你甲伊讲以用所做的代志我都不见一切世间若人若天沙门婆罗门若魔若幻有能知问如来是义今当诚心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演说所以佛呢就讲都不见一切世间人天沙门婆罗门或是魔幻能问如来是一种义理现在你既然问了，你就谛听呢，当吾当为汝分别演说。三男子，一忏提者亦不决定，若决定者是一忏提说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决定是故能得如所言，佛性不断，因何一忏提呢断善根者？三男子，善根有两种，一则内，二则外。佛性呢非内非外以是义故佛性不断。复有两种，一则有漏，二则无漏。
佛性啊，非有漏非无漏，是故啊不断。复有两种，一则常，二则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呢不断。若是断则呢，则应还得；若还得，则名不断。若断已得，是名名一忏离。万事从尽呢，意识不定。若决定者，万事从尽，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各位，假如说看到这一段呢，佛所讲的呢，就有一点熟悉。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不是就有这样吗？有没有？记不记得？哇，拢袂记了啊！六祖有讲啊，说那个高贵德王菩萨就问佛这个佛心这个一忏提佛心断不断有没有？没印象了啦但是呢，这一段就是六祖拿出来回答那个那个时候是回答谁的问题？要看六祖坛经了那个高贵德王菩萨呢那个就是这一段六祖就是采这一段呢来回答那个问他问题的。那么谤方等机呢义不定，若决定者谤正法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忤逆罪义不定若决定者忤逆之人，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色与色相二即不定相为处这个相生相，是无明相因入界相，25有相世间乃至一切之法亦无不定。所以我们了解所有凡尘的一切法呢都不定都没有定相。善男子，譬如幻师呢，在大众中化作士兵这个机步相马，作之璎珞延伸之具，诚意伎肉山林四木前持合景，何比众中呢？有之小儿，无有智慧睹见之时，悉以为实。那么其中智人知其虚狂，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就是这个我们要了解佛以这样的方向呢来讲的话，我们众生比较容易接受了说呢好像那个幻师幻师呢所有一些万象万象都是假的啦，我们众生都把它当真的其实万象都是假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声闻辟支佛等，以一切法呢见有定相亦无是。那么知佛菩萨以一切法呢不见定相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法都没有固定。假如说法是固定的话，那我们修道就没有用了，不会成因为不固定，我们修道才会成善男子，譬如小儿于盛夏月见乐时宴，谓之为水。有志之人以此乐宴呢，终不生于食水之想。但是呢，虚宴狂人眼目，非呢实是水。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见一切法亦复如是虚谓是实。知佛菩萨呢，一切法不见定相所以一切法呢都不固定没有一定的它的决定相。善男子，譬如三界因声呢有响，小儿闻之呢谓之实声。有志之人呢解无定时但有声相，狂以耳视那个咱耳康骗骗咱听。善男子，一切凡夫声闻缘觉，一切法又如是。见有定相呢知菩萨等解了之法，悉无定相见无常相、空寂等相无生灭相所以那个知菩萨呢都了解完成一切虚幻不实。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为定？常乐我净。在何处所谓涅槃
这个呢就决定了，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三男子虚陀还国，亦无不定，不决定故呢，经八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决定伊就没法度成就佛的果位。虚陀还国，亦无不定，不决定故呢，经6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国，亦无不定。不决定呢，经4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含国亦无不定，不决定故经2万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必知佛道呢，亦无不定，不决定故经10千劫，10千就是1万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男子，如来今于即是那城娑罗双世间呢，示现依右狮子之床，欲入涅槃，令之未得阿罗汉国，众弟子等及之力士增大忧苦，亦令天人阿修罗、乾达婆、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大摄供养，亦使之人呢以千端这个叠禅果其身，七宝为冠，盛满香油，七支香末以火焚之，唯以2端不可得烧。一则呢称身，二则罪在外，为之众生分散各力，以为8分。一切所有声闻弟子，咸缘如来入涅槃，当知如来亦不必定呢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异故，以故如来涅槃亦复不定。三男子，当知如来亦复不定。如来非天，何以故？有4种天，一则呢世间天，二则生天，三则净天，四则异天。那么世间天者如之国王；生天者从四天王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须陀洹至辟支佛。异天者十智菩萨。以何异故十智菩萨名为异天？以能善解知法异故。那么引何为义？见一切法是空义故。三男子，如来非王，亦非是天，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从须陀洹至辟支佛，十智菩萨已是义故如来非天，然之众生呢，亦复称佛为天中天。是故如来非天，非天，非人，非人。非鬼，非鬼，非地狱畜生恶鬼，非地狱畜生恶鬼，非众生，非众生，非法，非法，非色，非色，非长，非长，非短，以是义故如来不定。所以我们了解完全一切呢，大部分呢都不定只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决定。因为呢，这个超持讲师说有很多问题要留久一点时间。还有这个30还没有20几分我们刚好呢这个讲到一个段落82页都讲完要翻过来。请问这个讲师，由于诸天时间各不相同，例如四天王天1天1夜，人间50年。请问刘讲师，地狱与人间的时间差异为何？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了吗？上次没有讲。因为那个时候有提到了，就是因为是我们心的问题啦。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的心，这个4天王天已经呢就是7天神仙那7天神仙的他的时间我们就是了解它。我们凡尘因为1分1秒过的就是非常的不自在了，所以时间就感觉很久。那在这个7天神仙来讲，他们已经呢没有大部分的这一些众生的烦恼，
所以他们的时间呐，也就过得呢就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50年呐，4天王天呢，它才1天1夜啦，那倍数成长，这个忉利天呐，我们6亿天的第二，那个33天，忉利天，我们凡尘100年呐，它才1天1夜。那么再上去啊，夜摩天凡尘200年了，它1天1夜；再上去呢，多帅天凡尘400年了，它1天1夜；再上去呢，六变化天凡尘800年了，它1天1夜；再上去呢，他化自在天，我们凡尘呢1600年，它1天1夜啊。所以要了解时间啊，它一样在运转，不是说我们这边。在经过啊，这个1000多年的时候，他们还卡在那个很远的那个过去呀，不是的，也是在我们现在，跟现在同时间呐。那不同的就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感受了。我们整个感受啊，你越殊胜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啊，越短。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也可以啊，遇到这一种现象，就是在你很专一的时候啊，有时候的时间，在你的认为啊才过5分钟，实际上已经过几个小时了，奇怪，怎么这么快的时间就过？那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体会到，那一种那个7天神仙啊，已经在。我们佛性本体的时间，跟在现象的时间是完全不同。那我们可以进入我们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呀，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啊，那个很短的时间啊，它竟然就是一个永恒了，就已经经过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啊，我们以这样的现象来讲，因为你进入三恶道，到地狱去，过的是很难过了。所以啊，我们凡尘的1天，在地狱有1年，它不是一样吗？对啊，都一样啊，只是它的经过是很难过了。也就用那个等车的比喻啦。我们平常啊，没事的时候。不是也过得很快吗？1分1秒。你在等车的时候，其实才等个几分钟啦，你都觉得说大家给我车哪没来，没有很久了。看看时间没啊，才2、3分了。那个都是心呐，我们整个心呐。所以我就讲说你到那个复健中心啊去看，那一些人啊，就好像在地狱。地狱的那个受刑一样啦，他的1分1秒，他的精力啊，他的一个动作，那安尼咱若咧行咧创啥拢真方便真紧。可是啊，你到那个复健中心去的时候啊，他已经都离开我们常人的状态，那个一个动作都很困难，都很慢，所以你在那边看呢，你就会体会到。地狱的时间是怎么经历的，是怎么过的，就是很难过的啦。所以要实际的说，到底呀，这个我们凡尘1天地狱是多久啊？那个真的很难用实际啊科学的那一种数据来讲，只能够用我们一般所阐释的这样来说而已啦。所以你要研究到底呀，地狱的那个时间我们凡尘1天它到底多久？可以自己体会看看。去看看啦，到地狱去看看，看看我来1天梵题是经过多久？好。心理心法这么好，为什么很多人无法深入呢？甚至有诋毁不相信，我们要如何推广比较好？这个倒是大哉问。因为心理心法很好，那个是想要修、想要脱离苦海的人，
他会感受到这个心理心法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目标。那假如说对凡尘已经有既得利益了，在凡尘过得很好，已经都有一些这个成就，而且也很享受。那你要他放掉啊，他的那一些既得利益，那一些享受，然后来修呢，我们所说的这个修道，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定呢要把我们凡尘的心啊，能够舍了，我们才能够真的进入修道的轨道。假如说我们凡心都还没有办法舍掉，很贪恋凡尘呐，那想修成就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说凡尘再怎么好，只是短暂的，再怎么说都是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再来不一定会是一样的这一种生活状态。那越来会越不理想。那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已经转头换面了，已经也不一样的那个心。所以那个整个环境整个机缘也都不同。你想要修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呢，让你真的可以修正成道成佛。所以在这个最这个适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所这个自己要有智慧来决定，说我到底是要追求凡尘的快乐，还是要追求成佛的那一种常乐我净？要跟自己这个讲清楚。那讲清楚了以后拟定方向，方向拟定以后朝方向努力进行。心理心法各位先生，无得深刻啦，你愈念伊愈深。你若感觉都够伊就够所以我们了解，你越追的话它越深我们假如都能够肯，真的能够万年都放下能够把所有凡尘我们的佛性功能作用全部都已经都把它摒除了，我们的佛性本体它会呈现。当呈现的时候你会很笃定的了解说，你已经摸到根了，一根都已经摸到了，成仙做佛没有问题。那假如说没有说能够很真实的摸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一定要用心，绝对可以我们或许都讲，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我们刚开始做就在生活之中的1元那个大概10元不到100元那个放下了，那个能够放下的就已经成就很大。然后接着到1000元，然后接着到10000元，那个已经是内心深处了啦，那很深的地方全部都放了，那一些全部都放了你的真才真的呈现。所以呈现的时候你自己一定很清晰的知道，我已经摸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这个就是成佛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地方，已经让你摸到。所以当你已经摸到了以后记得把它呢拉到整个宇宙虚空做耳鼻圆通，跟虚空融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佛性当家就容易了。那我们现在呢6根在当家，那6根当家呢，我们的喜欢讨厌很浓厚，起舍就很强烈，所以造业就一定了啦。他有造业就一定受苦。那我们能够摸到佛性本体了，佛性本体自己都已经很清晰的拥抱了。
那你就很笃定，我可以成佛，成佛已经有我的份，时间早晚而已，我绝对可以。而且你摸到佛性本体，你来改毛病、气脾气、去掉贪嗔痴很容易。那你以现在的那个心我们在凡尘生活的这一种世心啊，要改毛病、气脾气，你改个几十年大概都不见功效啦。有啦，你改时有效啦，不过伊会佫倒转来，倒转来比无改佫较厉害，脾气毛病佫较大。所以要了解，你找到本体了，那些本体所没有的，你去掉就很容易啦。你现在用这个我们脾气毛病发生积住地都积住在身上，你要来改毛病、气脾气很难呐。是有心改，很用力改，改不掉了。可是你发现到你的活性本体，你要改毛病、气脾气不要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没了。你要发脾气发不起来，发不起来，怎么还要再改呢？你已经都已经回归到佛性本体了脾气毛病没有情绪所以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了解到自己的情绪。我们情绪很厉害，我们造业也就是因为情绪造业。没有情绪你一定不会造业啦。所以我们就发现佛性本体为最重要。只要你有心只要你肯。所以或者都讲台北的道亲他听了课以后他连着隔天整天都一直听得因为我们一场大概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然后他连听5、6次安尼将近规工呢，规工拢咧听所以他到后来就到国外去讲课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要熏习久了。本来你认为很困难的，认为说很生涩的，它都已经很清晰的呈现，不难的，不困难，都很清晰。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心你只要说心里心华所以说要怎么样来推广自己本身你赶快努力做努力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定也要努力啦。今天呢，本来呢那个陈维旭那个陈兄呢，他有约要来见或学结果他可能又有状况又没来。所以或许呢要跟各位讲，我们修道培养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要相信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陈兄他已经遇到困难了。他不是进入5度空间嘛？我讲有影以前或许在这个天眼佛院老先生跟我讲，你能够他心通，你看人家在骂你，你都知道，你看你多烦恼。你不通了你都不知道，那多好。结果因为那个陈兄就是一直以前后天要找他当那个乩童他就一直找他麻烦他呵护很大的那个压力。后来一直靠他自己本身的努力然后我老师也帮他说呢，我把你这一些这个干扰都清除的话，那你就去找那个我们凡尘那个9色财气那我干嘛去做这个事？老师说要你自己克服。
那后来他现在他已经蛮理想的状态之下，可是或者说我们一定要了解真理，真理才是最能够让我们依靠。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你不要对外在的那个影响你的你太在意，影响你太在意啊！现在他说整天他说那个同一宫的济公婆婆都一直跟我讲话了，讲到我没办法清净，要怎么办？亏钱一点要怎么办？所以我要跟他讲。相信你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有的你在修持的过往，我们不要有贪心妄想。你看到佛来在引诱你佛来了，佛把它斩掉；魔来了，魔把它斩掉。你的佛性本体才可以成就了。你不能说这个来你就直直听啦，到现在都赶未走。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不要贪心，一定得要我们要沉下心来，培养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这个了，这个是真的，所有的都假了。哇，剩5分了呢。刘良老师，佛系包含山河大地，一念无名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珠，与开天辟地，天地开始是否相同？因为那个我们要了解说，一念无名生三系，那个是在整个还没有天地之前的状态。是咱的原始咱的开头。咱落来凡尘那个开始就是一念无明啦。所以那个跟整个我们那个圆慧的大地形成圆慧大地形成，它是一直绵绵不绝生住异昧，生住异昧是这样的经过。可是我们假如说开头没有一念无明，我们就不会落入凡尘啦。也就没有整个这个宇宙，没有整个世界众生业果，没有，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佛说这个都是假的，是我们的妄所造成的啦。以现在的你看我们来讲这个我们能够听得进去，大概也很难呢。或者要你看加久才讲原来是这样。真理就是不会骗人。真理就是这样经历过。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很详细的了解，说我们就是因为有念才落入凡尘。所以我们现在修道就是要把自己的念放下，就不要起心动念啦。你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的时候叫正念，那念就对了。我们都没有念的时候我们的真心佛性所呈现的就是佛知佛的那个就对。我们不要有念的都是妄，都不真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比那个开天辟地还要早的很多啦。因为那个有一念无明以后，才有开天辟地才会形成我们众生住的这个整个世界。世界形成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所以这个三个都一直绵延不绝啦。世界众生业果，世界众生业果，全无停止所以我们要回去就先把念一念无明的一念都不要有了，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起心动念我们才可以回归到我们本来我们本来的地方这个我们看的世界这么大这么广泛，那么在佛来讲，他说世界它是微尘，没有实在的世界它不实在它会整个都不见了都是假的。
那在我们129600年来讲，还要经过大概3万年的时间我们的整个人才会灭了，天地混沌，然后下一个圆会，这个就不是我们看得到。可是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愿来了，就是又可以到凡尘来度化众生。或许不是说嘛，只要你听或者的课，按照谁讲的去修，没有成的话，或者再来陪你们修，不是有这样讲吗？那个不是讲空话嘞，讲的拢都爱做嘞，所以你若无修，拢害我嘞。还有吗？以前的禅师或某些人，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也没有得道之前，为什么可以知道自己开人世间的时间？这是佛系的功能作用吗？因为假如说已经到达自己要离开凡尘，都能够自己知道，那个表示他都心没有外放了，整个心都能够回光返照。能够回光返照他能够知道自己大概在完成的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可以知道。所以那个是可能，因为那个不是说很困难的事，就只要你心不外放，因为我们众生在凡尘都被整个外界引诱，心也都外放，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事情。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看到自己的话，那一定会知道自己在凡尘可以住多久，会使住偌久啦，要互咱住偌久，什么时阵都要回去报道，那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要回光返照就可以。还有吗？还有1分钟了。18层地狱是无名所造出来的，孟婆汤是不是也是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传说有些喝了孟婆汤，为什么还有前世的记忆？例如说刚刚请的5岁神童。对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孟婆庄呢，也是我们一般凡尘认知最这个熟悉的啦。那个5岁能够弹钢琴，那个后学导师有看到，他一个小孩子真的那个弹那个钢琴真的不输给大师就是很会弹。那个就是他不只有一生一世他已经累生累世都是那个练那个钢琴，他已经在他的性分之中很稳固了。虽然他经过那个孟婆庄的忘本汤，可是他那个已经无意识的动作他都已经熟悉了，唔免经过伊家己的迄个脑海伊就有法度去家己拢做出来，那个是很熟悉的状态之下所行出来的一些他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18层地狱是我无名所造成的，是没错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不造恶的话，那个虽然有18层地狱，没有人可以压你去那是咱家己做唔好才会去你若无好想要家己你嘛袂去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是我们人所以要知道虽然有一些他有经过那个十遍那个孟婆庄的忘本汤，可是我们现在人回太久了，食了久药迄个忘魂的药效有较退所以有的拢会知影讲伊七世人的代志还有一点很粗浅的印象。可是我们修道讲那个啦。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或许占到天师德、老千切大德，以及感谢。声音太小了我店没有插了。乌龙天，乌龙。
每一次开始呢，惊天动地。或许张道天师德、老钱钱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许机会去讲。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讲呢这个《楞严经》。那或许呢，准备本来准备说讲那个维摩诘，维摩诘经各位有听过吗？有听过维摩诘经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年呢，大概也要有1年的时间才讲得完。那1年这个讲完了以后假如说或许还在的话，那我们就讲《楞严经》，讲那个维摩诘，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他是在家居士，那帮助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度化呢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那这个维摩诘呢，他是那个东方琉璃世界那个入密菩萨，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所以角度不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楞严经》呢，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性理心法，全部都是阐扬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在这个佛教的显教部分它都没有讲说了，是属于密教部，密教。佛教的那个教法有2种，一种是显教，显明的来教；一种是密教。密教呢，它就是不给知道什么原因叫你怎么做，你就按照它怎么做就可以了。那这一部经也是属于密教部，在大藏经里面第19册密教部可以找到这个《楞严经》。因为或许早期在后天庙的时候有看过这一部经，而且也深入其中研究了，知道它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也非常有心把它这个阐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去接近这个所《楞严经》所以对它的认识也都不深。所以或许会慢慢讲给各位了解为主要啦。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静得下心来绝对会明心见性。那或许是期望各位都能够成佛。从这个楞严经里面对我们的帮助来讲非常大。那我们稍微呢把这个楞严经的背景就是先了解一下。在西元502年达摩祖师把道传来我们中国。那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很发达的时候，我们那个天台中有一个创天台的那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创建了这个止观这个修持法门，各位有听过吗？止观，止观的那个修持的那个方法，那个止就是停止，停止我们的妄想杂念，然后观呢，关照我们的佛性所以这个止观它跟楞严经是有点相类似。所以那个智者大师就向西方拜求，说能够见到这一部楞严经。经过18年，18年那个楞严经还没有办法传到中国来，一直传到我们中国来翻译的时候已经是西元700年。那个时候
刚好武则天呢跟中皇帝啊在座位，一个这个已经呢六祖的晚年，六祖西元714年啊归空，这一部经呢在归空之前14年了，开始翻译啊。那离那个智者大师啊，归空的时间啊，已经100多年，所以见到啊，这个书生的经典，竟然那么不容易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智者大师呢，在这个西元600年左右，那个时候一直希望能够见到这一部经啊，见不到，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很幸运呐，竟然可以见到，可以研究，那我们呢有写一张纲要，就是楞严经的它的内容，有一边呢是开列，有一边是详说，没有？这个呢或者呢就把它先把这个重要的重点介绍出来，这个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的事全部呢都是究竟，然后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住在坚固之地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事究竟坚固就是首楞严。那开列呢因为它比较能够让我们越少的文字越容易记忆所以把那个很少的那个文字把那个所有里面的内容把它讲出来。它的意思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显现呢在眼前那一念，那么这一念我们了了不明就是能够觉，那个觉了之心极具知佛的前提大用，就是我们显现在眼前，是不是有了不明的觉了之心？有没有？像我们坐在这边你看周遭就很多人，对不对？面孔都不一样我们都看得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叫做觉了，我们都能够觉了，然后整个周遭的环境也都能够很清楚显现那么这一种觉了心它已经具备知佛的前提大用，跟所有的佛一样可是我们呢都不知道不知道说我们现前一念竟然有这么殊胜的效果呈现。那么只因为我们众生缠诸幻妄，缠绕很多的那个幻跟妄，就是缠着不真实的被这一些不真实的缠绕，然后我们那个觉了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真心隐而不彰它隐藏起来不彰显所以我们呢就要知道说是我们自己不用，不是没有而是隐藏起来，故为如来密因就会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就变成了秘密的原因。那我们呢这个之前已经讲2年，对不对？我们都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是要更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去体现体会呈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一定可以呈现，只要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所呈现的就是真心，就是佛性本体各位不要怀疑所以呢这边就想十方之佛咸依此心，那个咸就全部全部呢都依照这一个心，若修若正在修在正，都按照这个觉了之心
这个觉了之心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讲，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所呈现的就是佛性前提。佛性的前提整个都呈现。那我们呢很不容易做到呢没有三心我们都会想过去，都会策划未来，规划现在。这样的话呢，各要了解，那个是我们身体有形有相要用，佛性不用。佛性呢，不用记起过去，也不用策划未来，也不用把握现在，就现前也心念呢就已经是知佛，就已经是佛了。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过去式未来式现在式拢给咱吸起摄受，知道吗？把我们都已经这个搅在他们里面。那既然被三世摄受我们就一定六道轮回。就有过去的，有未来的，有现在，就在六道轮回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没有三心四相这个三世摄受我们不住，那我们所呈现的全部都是佛性前提大用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努力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十方之佛呢，若修若证彻底无疑没有怀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故为了义，究竟了义。了义知道吗？就是已经到顶点了就是究竟了在过去没有了就叫了义。那我们呢不了义那就是说一个有过程，过程里面呢我们在经过还没有到达呢目标所以那个叫不了义。那了义已经到达目标了已经到位到家了很安稳了。那么此妙明真心性净明体，言无过染咱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因为无形无相，所以你要把它染污染不得。像我们现在呢在天空中，我们拿油漆来漆漆得住吗？不住。那我们佛性也就是这个这个真理，因为无形相，你要把它染染污染不得。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有脾气毛病？那个是我们的习性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然后秉性，然后性。那佛性是大家都有那个秉性是落入凡尘，有形有相受气秉之限制，那个叫秉性。那习性是我们自己养成的习惯性。那习惯性都会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做对在哪里所以都没有清醒的那个头脑。然后我们现在研究真理就是要恢复到那个清白无染无垢的那个佛性，能够回到佛性就恢复本来恢复本来以后我们可以跟那个南极老仙翁站在一起来看整个大地的混沌整个圆会的开始跟圆会的结束。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都没有看过嘛那个南极老仙翁已经看7次了第8次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在身边都在南极老仙翁身边跟南极老仙翁一起来看这个大地的混沌。那我们佛性因为没有形象，所以不生也不灭永续都存在，永远千亿万年都存在所以那个谢谢你，或者说那个老师都把它吐露消息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
累劫累世的记忆。啊，我们有没有记忆啊？有啊，那很不错哦，都能够有记忆哦。那个累劫啊，就是缘会；累世就是六道轮回。那我们呢，在所有缘会、所有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呢，是在苦海里面沉溺啦，咱无修啊，你苦海无修，所以我们要脱离啊，这个苦海，那要自己呀，精进，要自己呢，认清啊，因果很厉害啦。所以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相信因果，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没有形象，不会感到污过。只要我们辞掉那个妄执啊，妄呢就是不真啦。虽然有形象显现，虽然有事情，可是那个很快就过去了，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叫妄。那执着啊，我们是铁板一块。各位浅显，我们承不承认啊？自己是铁板一块，很难改很难发现啊我们的那个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了解既然发现了，我们就要用那个艰辛恒心啊去把它改变，所以只要持妄执，我们的那个佛性啊本质圆成。圆满的呈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一样的，都是佛所以叫一切事啊究竟坚固这个概类。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翻到背面啊详说详细的来说明的这个首楞严。那么首楞严呢叫做一切事净，那个净啊就是这个叫 END 是吗？电影演完了最后3个字是什么？就是完了，净啊完了，完了，究竟呢不可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形象，我们要拥抱它呢，拥抱不住啦，破为掉，莫为掉啦，所以究竟啊不可得，全部呢都是啊。眼即则生，眼善就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是这样，都是眼即它就呈现，然后眼善啊就没有了眼即则生啊，眼善则灭在众生眼前啊，虚幻的现象，在我们眼前显现出来，咱拢改当作真的啦它是虚幻。假的不真实全部啊都不真实，而众生呢迷惑在此现象之中都迷惑了都不知道它呢变化无常。那么从五蕴，这个五蕴知道吗？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我们的身体啦，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所以要了解啊那个五蕴蕴居啊，佛呢释迦牟尼佛都要我们在生活之中啊，不要蕴居啊五蕴，我们这个蕴啊，这个五蕴啊，一定会在凡尘现象。那这一个身没有了，又换另外一个身啊，又呈现了在凡尘，所以啊，要我们都不要蕴居那么五蕴啊，假的我们的身体是假的，受想行识啊也是假的，全部啊，都是假的，都不真，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大的原因会造业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个受，我们对还给我们的感受啊，不知道它是假，把它当成真，所以造了很多业，那我们受苦。那么六路啊，六就是呢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另外呢六尘呢就是呢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六路有时候是根入尘，
有时候呢是辰入根啊，6个进入啦。我们根入辰的话，眼根，然后我们呢看所有形象，这个叫根，然后入色，入那个凡尘入尘，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尘入根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心，不去呢，注重外相，可是它外相自己跑进来，那个叫尘入根，这样了解吗？不了解啊？再说一次，我们有时候耳朵啦，耳朵来伫咧听人讲细声话，那个叫根入尘，那个声音啊，就是凡尘的尘相。那假如说是我们没有心去听外面的声响，可是外面的声响自然跑进来，那个叫尘，然后入根，这样了解吗？这样就知道了啦像我们这个鼻子啊鼻子就是根，外面的气味啊就是尘。那有时候人家在煮很香的东西，我们闻到了那个香酥排炸鸡排，那个尘已经入根，那个尘已经跑到鼻根来了，这样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然后鼻子一直在闻，看看有什么气味，说这个里面屋子里面有什么气味，那个呢是根，然后入尘，这样都很容易了解这个意思，对不对？这个叫六入，六入啊也是虚幻不实在，变化无常，都假的，对不对？假啦，它很快都变化。那么12处就2个加起来，6根呢跟6尘啊加起来有12个，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啦，眼有眼的地方所在，耳有耳的地方所在，鼻有鼻子的地方所在，舌头有舌头的地方所在，对不对？那6尘的话，色有色的地方所在，声有声的地方所在，各有各的地方所在，叫处，有12个12处，知道吗？一样也是变化无常，全部都是假的。那18界呢？就是6根6尘产生6识，36呢18，各有各的界限眼睛有眼睛的界限，耳朵有耳朵的界限，然后呢，那个色有色的界限，声有声的界限，然后我们产生那个识有识的界限，这样了解吗？18界因为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然后做了很多事所以集合起来就18层地狱这样了解吗？我们所作所为假如说都随顺的意念不加以眷责不加以挑选的话，那大概就进入18层地狱所以这个18界各有各的界限你像这个眼睛的界限它不能侵入到耳朵。眼睛可以听声音吗？所以就知道它的界限不明，对不对？耳朵听声音就没有办法看形象，是不是有各的界限？所以18界，你知影无？所以都不很深。然后7大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7个。为什么说大？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水火风土空见识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称为大。那个大就是摩诃啦，摩诃就是很大，大到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
大到无外啊，小到无内，就是包含整个虚空，七大，这样知道吗？范围是不是很广？从五蕴六路12处18界到七大，就包含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凡尘所有一切啊，都在这一些名词里面。那么全皆是假，全部都是假的啦。为什么说假？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它不会永远不变。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不是没有，不是呢，形象没有，不是事情没有，形象有，事情有，可是无常变化，它一直在变化，所以说它是假，真的话就不变啦，不变才叫真啦，会变都叫假，安尼知无？所以我们不能用假的心来修道。就是不能用变化的心来修道，要用不变真的心来修。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真的心就呈现，用那个心来修，就会成佛。这样了解吗？不会很深，对不对？而众生呢，住在此中。我们众生呢，都住在五蕴六路啊，12处18界七大，全部都住在里面，住在这一些形象里面，故呢有生灭气来成住坏空，因为我们住在里面，这一些呢，五蕴六路12处18界七大。它都有生，它有灭，它有去有来，有成有住有坏有空，都跑不掉呢。这个定律绝对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这一些生灭气来成住坏空都是变化无常，无常变化，来来去去，这个。黑夜去了，白天来；白天去了，黑夜来；春天去了，夏天来，对不对？都一直在变化。我们要它不变，可能吗？不可能。一定会变，它自然在变。那不变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如如不动，而且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就不会变。那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种种生灭气来成住坏空，种种不坚固之相，都是不坚固对不对？它不坚固，一直在变化。而知佛证悟成佛的已经证悟了，已经知道此等相这一些形象非因缘，非不因缘。了解意思吗？不了解。非因缘就是不是因缘。这一些现象它不是有一个主宰者伫咧主宰伊家己安尼一做伙得呈现。所以我们就讲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样了解吗？还是不知道？这个我们要呢这个多听，然后呢多去思索，就会了解到它的真理。它呢不是因缘，不是说背后有一个人给你安排，要它怎么样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非因缘，然后非不因缘，就是说我们无为无为背后再接着一句怎么讲？无所不为，这样就比较容易来了解说非因缘非不因缘它的意思它无为就是没有企图心是从佛性自然呈现，无所作为无为。
可是无为，不是讲拢无咧做，伊什么拢咧做。好像我们天地无为，白天黑夜一直转换，对不？像伫咧改取巧，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安排者，它自然呈现，所以非因缘，非不因缘。那非不因缘的意思啊，也就是因缘啦，它也是因缘呈现，就是啊，不住在两边，不住在因缘，不住在呢非不因缘，然后底下接着3个啊，都同样的意思，非自然，非不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就是两边啊，都离开，离开两边，就进入啊中道，就进入啊，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时常听万法皆空，有没有？都时常听到万法完成的万象万事啊，全部都是空，万法皆空。可是后面啊少讲一句啊，空性啊即是佛性，万法皆空，不是空了吗？空性啊即是佛性，还有了解无？好像我们开始啊讲这个道德的时候，各位先生说，这较浅啊，这拢听有。即马佫讲到2年前，这那佫较浅，会不会？不会啦，只要我们努力的听然后努力思考，一定会进入状况，而且会很高兴欢喜充满，整个啊，我们那个佛性都整天跟着我们在一起，很亲切。以正德坚固啊，之离体，就是那个啊，知佛已经证悟啊，他已经正德坚固啊之离体，坚固的离体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大概是摸到了，还没有证悟啦，对不对？有懵到呗。就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都已经懵到咱的真心，咱的佛性本体，不要怀疑，那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啊，那个正德坚固啊离体，那么实体啊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个本体呢，就是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啊，那我们众生六道轮回，这个如来藏含藏所有因果啦，善恶的种子，安尼知影无？咱要藏什么？我们要藏万象万事嘛，很宽广啊，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是藏善恶种子啊，哇，那个六道轮回的果报啊，就一直绵延不绝呀，就脱离不了，都是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妙真如性就是咱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很奥妙，就是真的不假，是真的如到达呢那个如啊。一如啊，一切如；一真，一切真啊，真如。真如呢，就是佛性本体。清净啊，本然，它本来就清净了，不是经过我们洗涤了以后才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周遍啊法界，能够周遍整个法界。凡尘的事啊，毕竟啊，无有一事相可得。我们凡尘的所有事跟相啊，都不可得，要摸拢摸袂掉啦，伊拢伫咧变化。那么以正德啊，常住啊坚固之地，那个呢能够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啊，就是已经正德啊常住啊坚固之地。
是为呢，进入首楞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啊，三昧翻成中文叫做正定。首楞严三昧就是咱佛性本身所具备的正定。那么译名呢，就在呢常寂光土。那么常寂光土是佛教在讲，它有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然后呢十报庄严土，然后常寂光土。那么常寂光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理天啦。理天知道吗？我们都要回去理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呢，证得那个常住坚固地，就已经呢回到理天。那么佛说此经，佛呢在讲这个楞严经发明众生本具之真心，就是发现明了，让我们众生都发现，都能够明了我们本身所具备的那个真心，本身呢所具备的佛性，佛和佛本身没有两样，是一样的，跟佛一样，只要放下呢，根尘相对根呢就是六根，尘就是六尘，只要我们肯放下，六根六尘相对所产生的六识就是心意识，真心呢即可以呈现，我们的真心呢就可以呈现。那么真心呢即是道，就是道，即是呢佛性本体。所有修道者要在此方向中呢努力，成道无疑，绝对可以成道。那么佛在经名之中呢就比喻只以佛顶，那个佛顶就是这个佛的顶，顶上，佛头的上面佛的那个不见顶相，是32相之一的。那个菩萨跑到用神通跑到虚空，然后往下看要看佛的头顶，看不见没看佛的那个头顶，所以佛顶是不见顶相，32相之一，表示呢此法已经呢是最殊胜的佛法，第一个首楞严就是最殊胜的佛法。那么观在所有佛法之上，所有的佛法都呢无越于此，不会超越这个首楞严。而在日常生活之中呢皆都呈现此法，这个首楞严都呈现。那定要体会我们呢一定要体会亲切无比，实有而不可见，实在有，我们都有首楞严，有而不可见，不可见而决定是有，故比喻以佛顶，这个要我们不注于见相，这个注3点水在一个爱，那个注就是阻塞啦，不要阻塞在见跟阻塞在相，这样了解意思吗？也就是不要住相的意思啦。我们很容易住相，我们众生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住相。我们烦不烦恼都没有了因为都不住相。所以往后烦恼一来，就要想说我住相了，看看我们住在什么形象，把那个形象分析的透彻，以后就会知道我们住的形象究竟不可得，得不到的，既然都得不到，我们干嘛去住？所以要放聪明一点，不要住相。不要住相烦恼就消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所以至于在首楞严就是我们要研究楞严经的纲要，
就是法要啦，很重要的法，那我们大概从五阴六路12支8戒跟7大，一直呢一个一个啊详细的来解说，那个经的本文里面啊，释迦牟尼佛很详细的解说它的内容，我们呢现在呢就这个翻开这个楞严经，各位手上都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旁边有，两边呢都有，去拿来看，这个回去啊来的时候啊，拢加一项给咱大，这真有分量啊，拢不止啊重，很有分量，那么楞严经的前名啊，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啊，施菩萨万行守楞严经啊，有这么多文字啦。那我们都我们中国人啊有简略的那个习性，那不讲那么多啦，去记啊，敢那讲楞严经就好啊。上尾迄个记的就好啊，就知影讲规本，意思啊，拢会造出来。各位还缺那个课本吗？没有的话，你举手，我们这个服务讲师呢会拿给你。要看的比较容易能够了解它的意思。然后我们呢从那个经的名称啊来了解它的里面啊大致的内容最前面呢我们有写信愿啊行正，有没有？那个大佛顶那个如来密因啊，我们就是要信。那个信啊，就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修正了义啊，那个需要愿，有愿力啊，我们做法才能够呈现那个功效。然后呢，那个知菩萨万行啊，那个实以行，就是要去做，一定要做。这个凡尘的事业啊，要做才会成功，何况呢，我们这个是盛世，要成佛的，更是要做，所以啊，知菩萨万行，然后呢，守楞严经啊，只是要我们正，所以信愿行正，都已经呢包含在经的名里面。要呢，信愿行正，这样了解意思吗？大佛顶如来密因啊，一定要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是属于信的部分。然后修正了义啊，要修正了义啊，就是一定要有愿，所以愿大力量大，愿小啊力量就小，愿很大的话呢。知天仙佛啊，打帮助到，所以那个愿很重要，我们要有愿，在凡尘也是一样，凡尘事啊，有愿就容易成功，你没有愿呐，那个成功的几率啊，就减了很多，那知菩萨万行，那个要行，那个不是光空口说白话，要做，爱去做。然后守楞严经啊，就是正，信愿行正，所以啊，我们从经的名称啊了解，然后旁边呢，有礼教行果，有没有？这个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讲，大佛顶如来密因，那个呢就始于啊，礼呀，始于礼。然后修正了义啊，那个就始于教，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要修正了义，
然后知菩萨万行一样啊，哦，是实行，哦，就是要做，哦，所以前后两个都做的部分啊，都一定要，就是在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做，所以做才会成功，对不对？要做。有时候呢，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什么都不做，那个就叫努力在做。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很努力在做，哦，做东做西呀，那个叫生昧，很奥妙哦。足拍拼咧做讲唔对啦，点拢无爱做讲，安尼对啊？哦，很正确的，不是哦，有来讲那个正贤观那个嘛，他一直都很努力呀，在做。他都有那个法持在，后来他就改变方法啊，我这一生已经没希望成佛了啦，我就种佛因啊，来生再收，就把什么都不要都放下了，结果它的功效就呈现了，那个就是把法执啊去掉了，那我们那个法执最难去掉了。释迦牟尼佛都讲，他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的大概都这个500世，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给我受记，修啊才丢那都无，就是因为他心中呢有所住在最殊胜的无上正等正觉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了解意思吗？以前呢，我们曾经用那个呢养宠物啊，就是猫，你很这个爱它的话，你要轻轻的抚摸，它才会蹲在你的身边，对不对？你那个摸完呢，它就跑了，对不对？懂不懂意思？我们抱得很紧，那个叫法持啦。你轻轻的抚摸，就是放下。放下才成功啦。你抱得很紧啊，那个法持在永远都差一点，那个百尺竿头，缺少更进一步啦。各位浅显，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是什么？百尺竿头还有依赖你更进一步全部都空了依赖都无去会死对不对？拢唔敢放对不？唔敢放就袂成就啦。所以放所有有形有相全部都不见了，无形无相整个呈现，就是刹那现全身。那个毗卢遮那整个都出来，成就了，了解意思吗？那么在底下呢，手楞严经啊，那个就是果，那个礼教啊，行果，的果就已经佛性本体的定已经都这个生效了，已经有效果出来了，这样了解意思吗？然后我们呢，在从呢那个一个一个那个上面的这一些经的名称它的含义呀这边呢再来加以了解。那个大就是称赞之词大。依大教啊，解大理，起大行，正大果，有没有全部都是大？都是大非常殊胜啊！所以所有的那个修持方法都不会超越这个手楞严，所以这个大大就是摩诃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最大称为摩诃。然后佛
就是呢表显之意呀，32相之首，大佛顶，这个佛顶，无见顶相，就是佛的顶头顶没有办法去见到，那么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有无双离，而能放光化火，表以佛顶者意味非前教之教，前赞之教，那个前呢就是方便，见呢就是呢有55个位阶，不是呢前见之教，令受持者最悉看重，就是佛顶大佛顶，无见顶相。所以之前或许不是要各位都抄下来吗？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记不记得？他的意思呢？知不知道？因为无所见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能所双泯灭了，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变成一体，那一体的就是佛性呢，整个全体呈现，这样了解吗？没有能所就是整个佛性这个全体都呈现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的时候不是有讲业相、转相跟现象，对不对？那我们起心动念已经造了业，有业相，那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见那个业业所呈现的那个业相，业相没有形象，我们呢一定要看，就结案为色就现起那个四大之相，这样了解意思吗？或许就知道不样引这个要说知道都唔知，你讲不知道都跟他朦胧之中都有点答案，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都不是很深，只要用点心一知就永远都知啦，袂讲会个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能所双泯的